双男主加号万人迷加号修罗场加号笨蛋美人加号川书加号1v1加号双节加号田文。本书背景是大学贵族学院 ，CP 已定，玉丝、攻受只喜欢彼此，林音只喜欢玉丝，玉丝也只喜欢林音红心。娇娇软软笨蛋受觉醒阴郁主角攻，原书主角受转攻，林音莫名其妙地传承了书里和他同名同姓的恶毒男配，还要被迫做任务推动主角剧情。可是小兔子是笨蛋，还是个不听话的笨蛋，系统让干什么不干什么，气得系统直跳脚。少年兢兢业业地被迫做任务，虽然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们看他的眼神怎么不太对啊？主角攻怎么一个个的都看他啊？尤其是原书的主角受，朝我一个恶毒男配告白干吗？故事背景纯属虚构，作者不知道贵族学院啥样，纯靠编，主角娇气包，笨蛋美人，还会哭的那种，不喜勿入。第1章玉丝，强调故事背景设定贵族大学，是大学哦，审核大大。CP 已定，玉丝，排雷，主角娇气笨蛋美人，会哭的那种，不喜勿入哦。正文：春和日丽的上午，这座城市被一道无形的界限割裂开来，一边是繁华的富人区，另一边则是破败的穷人区。在穷人区的一个破旧小区里，有一个狭小而简陋的房间，房间的墙壁斑驳，油漆剥落，露出了里面腐朽的木头。窗户上的玻璃破碎不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和发霉的气味，让人感到窒息。一张破旧的床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床边有一个破旧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破旧的书籍和一个破旧的台灯。桌子旁边有一个破旧的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破旧的衣服。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些破旧的家具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林音、燕躺在这张破旧的床上，生无可恋地看着破旧的天花板，心里只剩下破旧2个字。谁能告诉他，穿书这种事情为什么会轮到他啊？少年生的可好看了，一张如同瓷娃娃般精致的小脸，细腻而又精致，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宛如清澈的湖水，粉嫩的小嘴微微上扬。然而就在此时此刻，这张原本应该洋溢着笑容的面庞却布满了阴霾。少年眉头紧紧地蹙着，表情也臭臭的，抿着嘴巴发牢骚，为什么选中我呀？林音是在和这个穿书系统说话，系统说他穿越到了一本叫做《被4个男人狠狠爱》的小说里，从小和主角受竹马长大的恶毒男配，恶毒男配和他一个名字，也叫林音，长得也差不多，就是可能因为家庭不好的原因，所以原主格外的瘦，都有一点点脱相了。当然是您的运气好啊，系统欢快地说道。少年听闻，唰的从床上坐了起来，漂亮的眸子四处打量着房间的构造，嫌弃地撇了撇小嘴，气鼓鼓地说道：运气好？你瞅瞅这住的地方，我都恶毒男配了，还让我住这么破，就不能让我住个好的地方吗？某个小鬼娇里娇气的话让系统顿了顿，他小声说道：您来这里不是享福的，要帮助主角们走剧情的。林音抿了抿小嘴，到底没说什么，谁让他倒霉呢？就在此时，外面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年纪大概40岁左右的女人，长得漂亮，可是岁月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了不少的痕迹。少年听见门开的声音，见原主的妈妈回来了，哒哒哒的从房间跑了出来，立刻走到门口，接过女人手上拎的菜。妈妈。女人欣慰的笑了笑，这2天儿子格外的贴心懂事，让她都有些不习惯了。女人笑着说道：宝宝，妈妈买了好多菜，来庆祝你被圣斯顿大学给录取了。林音没说什么，只是乖巧的点了点头。少年乖巧的小模样让女人有些心疼，茵茵真是跟他吃苦了。就在女人在厨房做饭的时候，系统突然说道：我和你说，在不干扰主线剧情的情况下，你崩人射无所谓，但是进主线了可不行哦。林音知道系统是说他对林妈妈的态度不符合人设，于是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吃饭的时候，林妈妈一直在给他夹菜，还不停地嘱咐他要在学校照顾好自己，因为圣斯顿学院提供免费食宿，所以像他们这种贫困生都会选择留校。吃完饭，少年换上了学院的校服，昨天就邮寄过来了，是一件黑色制服，制服采用质感上乘的面料，
完美贴合身形，袖口和领边的精致缝线，整体设计既现代又经典，看起来就不便宜。少年穿上了这件衣服，简直像是一个富家小少爷，尤其是少年乌黑的短发微卷，额前还有不少碎发，衬得少年更加乖巧了。茵茵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林妈妈边擦眼泪边嘱咐着少年。知道了，妈妈。林茵乖巧地回复着。她看了看门口，算算时间，主角兽应该快来了。剧情里他们两个是竹马，一起入学。后来因为主角兽被男主们针对，结果原主立刻去做主角公们的舔狗，帮忙欺负主角兽，而且为表示忠心，就他欺负的最起劲儿。结果后来人家在一起了，他却因为曾经欺负过主角兽被 out 了。林茵真的栓 Q 了。就在少年在这里回忆剧情的时候，门突然被敲响了。林妈妈立刻起身，赶紧把门打开。就在这时，系统突然抽风，降降，天空一声巨响，主角兽闪亮登场。林茵，这系统多半脑子有包。林阿姨，只见一个身形修长的男生出现在眼前，身着与他别无二致的校服，但却穿出了一种别样的风采。那一头略长的发丝显得有些凌乱，额前的几缕碎发轻轻垂落下来，微微遮住了他的视线，让人难以看清他那双深邃而神秘的眼眸。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掩盖住他作为原书主角兽所拥有的出众容貌。他的鼻梁高挺如峰峦，线条硬朗而不失优美，脸型流畅自然，仿佛精心雕琢而成，肌肤呈现出一种略带病态的苍白之色，却更增添了几分惹人怜爱的气质。尽管身形略显消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整体的迷人风姿。不得不说，这个男生真的很高啊，目测至少要有188公分，可不知为何，从他身上竟散发出一股阴郁的气息，仿若一层无形的阴霾笼罩着他。虽说他人长很高，但给人的感觉却是那么的好欺负，仿佛只要稍稍用力一推，就能将他推倒在地。就在这时，林妈妈满脸笑容的迎上前去，热情的招呼道：“玉丝来了，快快快，赶紧进来。”说着，她便侧身将男生让进屋内，并朝着里屋高声呼喊起来：“茵茵，别磨蹭了，玉丝都来了，你还不快点过来！”听到母亲的呼唤声，林茵先是微微一愣，随后才缓缓挪动脚步，一步一步的朝着门口走去。当他走到男生面前时，脸上瞬间绽放出一抹甜美的笑容，轻声叫道：“玉丝哥哥。”第二章，他凶。原主就是个又蠢又坏的恶毒炮灰。高中的时候因为家境不好，多少受到欺负，每次都是玉丝帮他，玉丝还给他补习功课，原主的成绩也一路拔尖。结果上了大学以后就开始欺负人家，完全忘记了曾经玉丝给他的恩惠。听到林茵的声音，玉丝抬了一下眼皮，淡淡的看了一眼少年。一瞬间，少年只觉得自己被毒蛇缠住了，他怎么觉得这个主角兽有点怪怪的呢？玉丝语气淡淡的说道：“林阿姨，我们该去学校了。”林妈妈听闻，立刻从房间里把行李箱拿了出来，递给少年，催促着说道：“那你们两个快去吧，入学第一天可千万不要迟到了。”林茵听闻，接过行李箱，朝林妈妈说道：“妈妈，我们走了。”告别了林妈妈，林茵和玉丝一起打车前往圣斯顿学院。从家里出发再到上车，玉丝一句话都没有和林茵说过。玉丝上车以后，朝司机说了一句：“别走都市大街。”随后就闭上了眼睛，靠在了车座上。少年眨了眨眼睛，有些疑惑地朝系统说道：“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系统反问道：“哪里怪？”主角兽有点奇怪，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搭理过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冷落的某个小鬼，对被人冷落的感觉特别敏感，而且他能感觉到对方是故意不理他。可是不应该啊，现在他俩还是好朋友呀，离自己背刺他还有好一段时间呢。于是某个小鬼没话找话，小心翼翼地问道：“玉丝哥哥，我们是一个班的吗？”玉丝一上车以后就开始闭目养神，突然听见林茵的声音。少年的声音小小的，软软的，就像是小奶猫的爪子轻轻地勾着他的心脏。玉丝顿时自己有些觉得莫名其妙，有些烦躁地皱了皱眉。本来不想搭理这个小鬼，可某个小鬼显然是没意识到这一点，还在那里朝男生问道：“
好希望和玉丝哥哥分到一个班级哦，这样我们上下课就可以一起了。听到这句话，男生突然睁开眼睛，狭长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林英。就在少年被对方盯得心头颤颤的时候，玉丝突然悠悠地问道：“真的吗？”听到男生的问话，少年愣了一下，迅速回复道：“当然了。”看着面前小人儿一脸认真的表情，玉丝顿时觉得好没意思，收回视线，又开始继续闭目养神。此时少年真的有些忍不住了，他微微蹙着眉头，朝系统质问道：“你真的不觉得主角兽很奇怪吗？”系统反问道：“哪里怪了？他一直都这样啊，阴郁大男孩了。”林英听闻，抿了抿粉嫩的小嘴，下意识地往离男人远一些的地方蹭了蹭，顺带着偷偷摸摸地看了男人一眼。此时玉丝闭着眼睛靠在后车座上，男生很瘦，脸上的线条分明得很，车外的阳光微微打在男人的下巴上，也驱赶不开男人身上的阴郁。林英有些生气地撇了撇小嘴，把自己缩成一个小团子，牢牢地靠在身边的窗户边上。不一会儿困倦来袭，他迷迷糊糊的就睡了过去。听见少年微鼾声，男生瞬间睁开眼睛，阴郁的眸子看了看身边林英，眼底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情绪。说来可笑，就在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实际上是一本书的主角，入学以后备受欺凌，就连曾经交好的朋友林英也一同跟那些人欺负自己。而且最让他恶心的是，那4个男人居然还想要和他在一起，真是令人作呕。至于眼前这个不知死活小东西，在书里的结局也惨兮兮的，最后冻死街头。玉丝表情冷冷地看着林英，少年似乎是做了什么噩梦一般，眉头紧紧地蹙着，一张软乎乎的小脸此刻被玻璃挤得有点变形。真蠢，这是玉丝第一个想法，因为林英看起来就一副蠢蠢的模样，而且还没眼色，明明刚才自己都不想搭理他，还不要脸地贴上来。就这样的人，在书里还算计他好几回。男生悠然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屏幕，发现距离目的地大约还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随后轻轻合上双眼，将头缓缓倚靠在舒适的车座上，准备继续享受这片刻宁静的休憩时光。就在这时，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转弯，那间整个车厢都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剧烈摇晃起来。某个沉浸在甜美梦乡中的小鬼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随着车身的急剧倾斜，他如同失去控制的玩偶一般，顺着惯性沿着座位的弧度唰的一下朝着玉丝所在的方向倾倒而去。只听得男生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哼，额头上瞬间渗出几颗细密的汗珠，原本放松的神情骤然变得凝重且有些许难看。他紧蹙眉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此刻正安然躺在自己双腿之上的林英。此时林英脑袋懵懵的，还没反应过来，突然对上一双黑漆漆的眸子。这突如其来的对视让林英心中一惊，她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迅速从玉丝的腿上弹起并端坐回自己的位置。手忙脚乱之间，林英语无伦次地开口道歉道：“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少年声音中明显带着几分惶恐和不安。与此同时，玉丝那张俊朗的脸庞此刻却紧绷着，宛如覆盖了一层寒霜。他冷冷地凝视着眼前这个冒失的家伙，目光犹如锋利的刀刃，冰冷刺骨。然而在那冷漠的眼神深处，似乎还隐隐流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尴尬之色。林英感受到来自对方那咄咄逼人的注视，心底不禁泛起一阵酸楚和委屈。他垂下眼帘，避开玉丝犀利的目光，双手不自觉地紧紧攥住衣角，微微瘪着小嘴，小声埋怨道：“你干嘛这么凶啊？我又不是故意的。”少年声音软软的，还带着一丝哭腔，听起来可怜极了。可玉丝表情更加难看了。他凶？第3章到达学院。系统有些看不过去，出来提醒道：“你撞到他 JJ 了。”听到这话，少年顿时僵住了，随即小脸爆红。他居然撞到人家！林英突然从一开始的委屈变成了愧疚。刚才车的惯性那么大，他的后脑勺都有些疼，更何况男人呢？这么想着，某个小鬼把头垂得更低了，生怕对方骂他。“不好意思啊，小同学，前方出事了，我去看一下。”司机此时转过身，说完这句话就下车了。而玉丝则紧紧地蹙着眉头，看着眼前装可怜的小鬼。
这是对方惯用的伎俩，在书里对方干了坏事来找他求原谅，就喜欢装可怜。只可惜他可不是书里的玉丝。玉丝看着眼前低着头的少年，突然开口说道：“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小英也太敏感了吧。”玉丝本来想着阴阳怪气一下，但他明显高估了某个小鬼的情商。林英听见玉丝这么说，还以为对方并没有生气，怯怯地抬起头看向玉丝。此刻少年眼尾红红的，漂亮的眸子里微微泛起一层雾气，精致的小脸有些湿漉漉的，就闯进了男生的视线。玉丝顿时心脏骤停，他愣了一下，突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随即错开了视线，轻轻地咳了2声，冷着声音说道：“没怪你。”听到这话，某个小鬼紧巴巴的小脸顿时放松了下来。他果然是多想了，主角兽还是那个善良正直的主角兽。于是林英乖巧抿了抿嘴唇，软乎乎的朝男生说道：“谢谢玉丝哥哥。”少年很乖，抿着嘴巴的时候，脸颊两侧还有2个浅浅的小窝，看起来乖巧极了。玉丝问声瞥了一眼林英，见对方一副乖乖巧巧的模样，不知为何突然觉得对方没那么讨人厌了。就在这时，司机回来了，朝2人说道：“完了，前面出了交通事故，可能要好久才能处理完。”林英一听，顿时有些着急，学校的入学是有时间限制的，他们一会儿该迟到了。见到少年有些着急，系统出声安慰道：“别担心，剧情里你们俩本来就迟到了。”听到系统这么说，少年顿时放下心来。一旁的玉丝却是微微蹙着眉头，难道就算修改了道路，也改变不了结局吗？他特意告诉司机不要走都市大街，还是遇见了交通事故。想到这里，玉丝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极了，漆黑的眸子蕴含着浓浓的怒气。他就不信了。下车。男生突然撂下这句话后，打开车门走了下来。林英此时还呆呆地坐在车里，不明所以地看着玉丝。下车后的玉丝见那个小鬼还在车里坐着，拧着眉头走到少年那边的车门口，直接把车门打开，把坐在后排的那个小呆子给扯了出来。干嘛呀要？林英小脸萌萌地看着玉丝，疑惑地问道。玉丝看了看某个呆呆的小鬼，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冷冷地撂下一句：“去学校。”随即便把从车厢里拿出来的行李箱递给了少年。林英猛猛地接过行李箱，疑惑地朝系统问道：“这样也可以吗？”系统没有说话，因为原书里是没有这段情节的。在少年愣神的时候，玉丝已经付完车钱，走回来拉着少年就要往学校的方向走去。少年这才回过神，他抿下嘴唇，疑惑地问道：“你知道学校在哪里吗？”玉丝没有说话，给了少年一个关爱智障的眼神，继续往学校走去。看见男生那么看他，某个小鬼当即就不乐意了，他气呼呼地朝男人说道：“放开我！”玉丝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居然一直牵着林英的手，于是像是触电了一样，立刻松开。林英？林英小脸有些懵懵的朝系统问道：“他这是在嫌弃我吗？”玉丝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反应有些过于激烈了，于是尽量让声音平稳些说道：“快走吧，不然一会儿迟到了。”听见男生这么说，少年这才微微把小脾气收一收，拖着重重的行李箱往学校走去。也不知道林妈妈往里都装了什么，这个行李箱格外的沉，现在又是大中午，太阳那么大，弄得林英小脸粉扑扑的。少年在玉丝后面累得气喘吁吁，反观玉丝却健步如飞的，他当即就有些不乐意了。于是某个小鬼动起了歪心思，他在玉丝后面叫了他2声，叫玉丝回头看向他。林英顶着一张被晒得粉白粉白的小脸，朝声说道：“玉丝哥哥，你累不累啊？”说完，还不等玉丝开口说话，少年就立刻走上前，把自己的行李箱往前一推，说道：“我感觉你很累，我们换一下吧。”玉丝听闻，狭长的眼睛看了看少年被晒得粉粉的小脸，嘴角上扬，朝少年说道：“好呀，那就谢谢小英了。”说着，男生直接拉着少年淡蓝色的行李箱往学校的方向走去。林英见状，漂亮的眸子眯成一条缝，嘴角上扬的去拉男人的箱子，一瞬间，少年嘴边的笑意僵住了。谁能告诉他玉丝的箱子里装了什么呀？为什么那么重？于是某个自讨苦吃的小鬼拖着玉丝的大重箱子，像一只小蜗牛一样
跟在男生身后慢慢的磨蹭。最后还是玉丝看不下去了，于是拖着2个箱子往学校走。就这样，某个小鬼最后到达学校的时候还累得气喘吁吁。系统忍不住说道：“你可真虚。”林英不想反驳，因为对方说的对，他确实有些虚。到达圣斯顿学院门口的时候，某个小鬼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慑住了。少年咽了咽口水，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朝系统说道：“这也太豪华了吧！那大门都是金灿灿的。”系统见怪不怪地说道：“理解一下啦，玛丽苏小说吗？就算是金砖铺地，你也得适应。”就在这时，几个和他们穿着同样制服的学生走了过来。领头的学生长得还算是个帅哥，胸前别着一个同色的胸针，看起来好像有一定身份的感觉。第4章，为什么不跟上？几个人走了过来，他一边走着，眼神一边朝着2人扫来，最后停留在他们身上，开口问道：“你们2个，就是今天转过来的学生？”男生的语气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玉丝听到这个声音，抬眼望去，当看清楚来人时，原本平静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在这本书里，眼前这几个人可是没少给他找麻烦，明里暗里都对他使过不少绊子。然而与玉丝截然不同的是，站在一旁的林英看到这几个人穿着统一的服装，心中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学校老师特意安排过来迎接转学生的工作人员。想到这里，他轻轻地抿了抿自己那红润的嘴唇，露出一副乖巧可爱的模样，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向对方解释道：“不好意思哦，我们并不是转校生，我们是今年新入学的新生。”没错，林英不知道这所贵族学院比一般的大学早开学2个月，以为所有的大学都差不多。听到林英的回答，对面的人先是微微一愣，随后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刚想要开口嘲笑一番面前这个单纯无知的少年，却不料在看清林英那张清丽脱俗的小脸之后，到嘴边的话就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给硬生生的塞回了喉咙里。好漂亮的小男生！为首的那个叫做李允的男生一时间竟然看得呆住了，眼睛眨也不眨的直直盯着林英，仿佛整个人都已经陷入了某种痴迷的状态之中。而林英似乎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对方那充满侵略性且略显黏腻的目光，不由得感到害怕。于是他下意识地往身旁玉丝的身后悄悄地躲了躲，只探出半个脑袋，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外面的情况。玉丝自然也察觉到了对方看着身边这个小呆子的眼神，眼里泛着寒意，直接把林英扯到身后，低声说道：“我们来办理入学。”李允见状，看向玉丝的眼神也变得和善了起来。他皱眉冷嗤道：“呵呵，你们迟到了。”对方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举动让男人厌烦无比。他们虽然慢了一点，但是最后却没迟到。可还不等玉丝说什么，某个小鬼立刻从男生后面钻了出来，脆生生地说道：“我们迟到了吗？”李允看着少年那张清丽的小脸，顿了顿，干巴巴地说道：“没有，差一点。”男人身后的几个小弟看着大哥这样，纷纷捂脸，太丢人了，这么容易就被那小土包子勾了魂。那我们进去了。少年怯怯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说道。见少年像只小兔子一样看着他，男生愣了一下，脑子一抽说道：“那个，我带你们去办手续吧。”男人说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太主动了，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林英听闻，眼前一亮，刚想说谢谢，就被玉丝拒绝了。“不用 ，L。”玉丝冷冷地看着对方，清冷俊美的浮现出一抹疏离。林英一听，立刻看了看李允，果然，对方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立刻朝玉丝说道：“我没问你。”林英见气氛有些不对，立刻出来说道：“别吵架。”少年漂亮的眸子看向玉丝，软乎乎的朝对方说道：“玉丝哥哥，要不就让他们带我们去吧。”少年本来想着他俩都不认识路，让人带可能会方便一些，结果玉丝侧过头，微微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随后轻飘飘撂下一句：“随你”，就直接抬脚离开了。男人突如其来的话让少年愣了一下，饶是他再迟钝，也知道男人的随你就是不管他的意思了。林英突然觉得有些委屈，他就那么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系统出来说道：“你咋不跟上去呢？”少年抿了抿小嘴，
强忍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委屈巴巴的说道：“他不让我跟上去。”系统，他什么时候说了？林英吸了吸鼻子，虽然玉丝没有明说，可是那态度不就是吗？怎么办？他感觉鼻子酸酸的，有点想哭。一旁的李允见状，赶紧凑过来问道：“你怎么了？眼睛怎么红了？”林英用力的吸了吸鼻子，仿佛想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吸进身体里，没有说话，就呆呆的站在那里，像个被遗弃的小绵羊。你……李允见状，心中不由得一阵焦急。说实话，他以前几乎从未有过哄人的经验，更别提面对眼前这个精致的如同瓷娃娃一般娇柔脆弱的小人了。此刻他只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一句话，对方就要当场掉眼泪了。正当两人僵持不下之时，忽然间前方传来了一道熟悉而冰冷的男声：“为什么不跟上？”这声音瞬间吸引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林英听到后立刻抬起了小脑袋，双眼瞪得大大的，是玉丝。玉丝方才自顾自地向前走着，起初并未察觉到身后的异常，然而走了一段路之后，他才发现那个小呆子居然真的没跟上来，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好啊，果真是条喜欢背后捅刀子的小狗腿子。玉丝愤愤地想着，脚下的步伐却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他本来打算直接自己去办入学手续的，可是不知为何，脑海中总是不断浮现出那个小呆子孤零零站在原地的模样，心里的火气也就愈发旺盛起来。最终，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玉丝还是决定转身返回寻找林英。男生看着眼前红着眼睛，小脸萌萌地看着他的小呆子，男人滚了下喉结，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异样的情绪，但很快这种情绪便被他强行压下。他默默地走到林英身前，动作轻柔却又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量，一把拉起少年身旁的行李箱，然后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跟上。”言罢便转过身去，迈着大步继续朝校内走去。林英愣了一下，玉丝居然回来找他了。少年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和李允说了句：“我自己去就好了，谢谢你。”然后赶紧跟了上去。第5章分班。看着少年离去的背影，李允觉得有些不舒服。刚刚少年还那么不开心，结果那个男人回来了，就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那男的也不怎么样嘛，还没他壮呢。李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小漂亮了？一旁的小弟凑过来说道。李允没有反驳，虚虚的看了一眼他。那小弟突然提醒道：“可是，你们彼此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李允听闻，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操，他给忘了。别慌，李哥，转学生就2个，还不好找吗？”小弟讨好着说道：“小弟这就去给您找。”李允听闻点了点头，给小弟一个赞赏的眼神。此时，林英已经追上了玉丝，她像个蜗牛一样，慢慢的跟在男人身后。玉丝拖着2个行李箱走在前面，听见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玉丝嘴角情不自禁的往上勾了勾。玉丝刚刚回来找我了。林英有些得意的朝系统说道。系统不懂在炫耀什么？系统疑惑的问道。你刚刚一开始为什么没有跟上去啊？少年听见系统问他这件事，捏了捏小手，扭捏的说道：“因为玉丝说随我，而且她很生气，我才不要主动贴上去呢。”那你现在不还是贴上去了？系统不解的问道。林英听闻，气鼓鼓的说道：“那不一样，他都把我的行李箱拿走了，不就是想要我跟上去吗？”成 L。 说到这里，某个小鬼得意的说道：“是他主动的，而且也是他回来接我的。”系统顿了顿，开口说道：“人类真复杂。”像是想到了什么，系统继续说道：“对了，你知道为什么玉丝生气吗？”少年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系统猜测道：“我感觉可能是因为那3个人在原剧情里面欺负过他，一直欺负的那种。”林英点了点头，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反驳道：“可是刚刚他们也没有欺负我们呀，而且还很友好呢。哎呀，他可是主角受爱，肯定有什么特殊天赋啥的，比如能感受到来自某某某的恶意啥的。”林英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对，而且他感觉系统又犯病了。终于到了入学招生处，玉丝带着林英走了进去，
招生处的老师看起来很温柔，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见玉思和林英进来了，女人立刻站了起来，朝二人说道：“你们就是新来的转学生吧？”林英点了点头。老师看见那个跟个小兔子一样的学生，忍不住笑了笑：“真可爱。你们就分去8班吧。”上面的意思是想把新来的2个平民学生分到一班，可是一班的学生几乎都是权贵子弟。这小家伙看起来小小的，这不等着挨欺负吗？于是他自作主张的想把他们2个分到8班，相对来说好一些。不行，主角宫都在一班，不可以。达咩！系统听见女老师这么说，立刻激动的在少年脑子里嗷嗷乱叫，吵得林英脑袋疼。他看了看女老师，虽然想去阻止，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反倒是玉思有些惊讶，他垂下眸子，居然没分到一班吗？就在此时，紧闭的室门被缓缓推开，一道修长的身影迈步而入。只见一个陌生的男生出现在大家眼前。这个男生年龄不大，像是一名学生，但他身上所穿着的服饰却与普通学生大相径庭。那是一套洁白如雪的制服，其剪裁风格明显带有经典的英式韵味，线条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温纱领的巧妙运用，恰到好处地衬托出男生颈部优美的线条，袖口以及口袋边缘处都是精致滚边，那些天然母贝制成的纽扣，它们圆润光滑，宛如珍珠点缀其间，微微呈喇叭形状的下摆为整体添加了优雅气质。不仅如此，男生的胸前还别着一枚异常精美的胸针，那是一只由银白色金属打造而成的胸针主体，其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紫色宝石，宝石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梦幻般的色彩，令人目眩神迷。当这枚胸针与整套白色制服相互映衬时，愈发凸显出男生不凡的品味与高贵的身份。男生进来后，很快便注意到了新到来的2名学生。他面带微笑，迈着轻盈的步伐朝老师走了过来，礼貌地开口说道：“温老师，这是您需要的资料。”说罢，将手中的文件递了过去。温老师伸手接过资料，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同时不忘调侃一句：“哎呀，真是难为我们的许会长了，这点小事居然还要劳烦您亲自跑一趟。”话语之中虽带着几分戏谑之意，但更多的则是对男生的赞赏与认可。老师说笑了。男生礼貌地回复道，视线不自觉地落到了屋子里的2个学生身上，尤其那个长得小小的少年，看起来有些呆呆的，像个小羔羊似的，还偷偷打量他呢。降降！天空一声巨响，宫2闪亮登场，系统又开始抽风。许淑妍，温柔是他的代名词，性格算是最好的那一个，出身书香门第，是学生会会长，在学校里很得人心。系统介绍完基本人物设定，就闭嘴不说话了。林英这才看清楚许淑妍的长相，她的面容温和俊美，线条柔和，给人一种亲切感。这时，许淑妍看向林英，浅笑道：“2位是新同学，欢迎来到学校。”林英有些害羞的点点头，玉思则微微皱眉。这个许淑妍就是个笑面虎，最能演戏的就是她。再加上书里的人物设定，玉思骤然觉得有些恶心。许淑妍顿了顿，用温和的语气说道：“我听说一班要来新同学，说的就是你们2个吧？”林英纠结着怎么回答。温老师突然说道：“哦，他们2个让我分到8班了。”许淑妍听闻，狭长的狐狸眼看向他：“温老师，我觉得学院这么分，肯定有学院的意思，还是不要轻易改动的好。”温老师一时有些说不出来话，良久，他看向林英和玉思，有些无奈地说道：“你们分去一班吧。”林英松了一口气，看来不用他阻止了。玉思眯了眯眼睛，果然，剧情是一定要走的吗？这是你们住宿的寝室。老师顺便把寝室的钥匙一并给了他们。林英赶紧看了看他的，又看了看玉思的，一个寝室。少年有些开心，嘴角微微上扬。一旁的玉思看见小呆子上扬的嘴角，不由得心情大好，和他一个寝室这么高兴吗？一旁的许淑妍见状，朝林英说道：“我带你们去一班吧。”L。 这次林英没有自作主张，反而看了看玉思，明显是打算听他的。许淑妍自然明白对方的意思，于是侧过头朝这个自从他进来就没说话过的男生问道：“我带你们去一班吧。”玉思顿了顿，林英的举动让他心情很好，
他扯了扯嘴角，狭长的眼睛盯着许淑妍，带着不明情绪的说道：“好啊。”第6章一般。于是许淑妍带着林英和玉丝，先是把行李送到了宿舍。贵族学院的宿舍是非常豪华的，3室1厅1厨1卫，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一个室友。而他们那个室友很有可能就是本书中公四宋寻，因为原书里玉丝和宋寻就是室友，而他并不是和他们一个寝室。而且听系统介绍，他脾气很不好，喜欢打架，而且还特别喜欢欺负人。在原书里面，他最能欺负玉丝了。听到系统这么说，某个小鬼瞬间对他的好感度为负数。突然想到什么，少年怯怯地朝系统问道：“他不会打我吧？”“这个以后说，你先把东西放这里去搬解。”于是他和玉丝把东西放下走了出来。许淑妍看见他们住在5楼，笑着说道：“我住在顶楼，有需要可以来找我。”林英听闻，礼貌地点了点头。他听系统说了，顶楼是个大平层，基本上什么娱乐设施都有，在那里就住了3个人，宫1、宫2、宫3。听说他们3个家里是世交，宫4宋寻是靠自己摸爬滚打爬上来的。至于为什么能进贵族学院，好像是因为他是宋家的私生子。想到这里，林英不禁感叹道：“有钱人玩的真花。”许淑妍俊美的脸颊上带着一抹笑容，她语气温和地朝少年说道：“哦，对了，我叫许淑妍，还没问你们的名字呢。”林英听见对方自我介绍，下意识地开口说道：“我叫林英。”玉丝冷冷地说道：“玉丝。”听见林英的话，许淑妍挑了挑眉，疑惑地问：“林英？哪个英？”少年听见对方这么问，软乎乎地说道：“气字下面一个因为的因。”男生听闻，这才点了点头，温柔地说道：“明白了，你的名字真好听。”听见对方的夸奖，某个小鬼白嫩的小脸瞬间变得粉白粉白的，他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哪有啦，你的名字才好听呢。”看着眼前2人互相恭维的聊天，玉丝眉头微微蹙着，他看了一眼一旁没眼色的小鬼，语气有些冷的说道：“走吧。”2人听闻，不再交谈了，一同坐电梯下去了。一路上，玉丝都没有搭理林英。林英感觉到对方好像又生他的气了，他没干嘛呀？于是小嘴一瘪，忍不住朝系统吐槽：“他又生气，就他气多。”系统突然提醒道：“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一直和许淑妍聊天的事？”林英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这个吗？他们现在就已经有苗头了。玉丝是因为生气自己和许淑妍靠太近了，所以吃醋了。也是嘛，毕竟许淑妍是宫2，可是玉丝的男人，他确实有些没分寸了。某个小鬼想明白这一层，突然气就消了。他怯怯地看了玉丝一眼，发现对方薄唇紧抿，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就在这时候，许淑妍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然后朝2人说道：“抱歉，临时有一点事情，上楼左拐第1间教室就是，我得先走了。”林英点了点头，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就在这时，许淑妍突然开口说道：“可以给一个联系方式吗？要不我们加个好友吧？”系统见状，立刻催促着他：“答应他，你以后还要舔人家，做人家小弟呢，这简直就是好机会。”于是林英把手机拿了出来，刚想说什么，就听见对方说：“我来弄吧。”于是林英把手机交给了对方，手机是林妈妈给她新买的。许淑妍弄了一会儿，还给了少年，柔声说道：“学校的学生内部聊天一般用这个软件，你到时候下载注册一下账号，我把电话存到你的手机里了，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男生说完之后就离开了。林英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对方的背影，完全忽视掉了身边的男生愈发低的气压。玉丝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呆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直接转身离开了。林英看着玉丝直接抛下自己上楼了，赶紧追了上去，软乎乎的问道：“你走那么快干嘛呀？”玉丝停都不停，理也不理，自顾自的往上走。林英突然想起刚刚系统和他说的，于是自作聪明的凑上去说道：“你是生气了吗？别生气，我对许淑妍没有意思的。”岂料男生听见少年这么说，猛地停住了脚步。他突然转过头，目光冷冽的看着少年，狭长的眼睛微微的眯着。林英见状，突然愣住了，
看着对方有些冰冷的脸颊，还有直直盯着他的眼睛。只见玉丝突然开口说道：“你对他有没有意思，与我无关。”说完，男生就继续往上走，但是仔细发现能看见男生有些微微泛红的耳尖。林英愣住了，玉丝这是什么意思啊？感觉他没消气，反倒更生气了呢。难道他态度不够诚恳？玉丝边走边想着，这小呆子什么意思？对谁有没有意思，为什么要和他说？他们又没有什么关系，说的好听点是竹马，说的不好听，原书里他还是对方的狗腿子。男生越想，眉头皱得越紧，突然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自己干嘛在乎那个小呆子的话？反正对方早晚会背叛他。这么想着，玉丝突然看了一眼身边的林英，继续往教室走去。林英看着对方的背影，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慢吞吞地跟了上去。终于他们到达了一班。玉丝突然站在门口没有动作，林英见玉丝不动了，疑惑的小声问道：“怎么不进去啊？”玉丝突然悠悠地看向林英，林英忍不住打了个激灵，刚想去开门，就被男生抓住了手腕。玉丝愣了一下，这小呆子这么瘦的吗？手腕居然这么细，都没什么肉。这么想着，男生下意识地捏了一下。林英见状，嗖的一下把手收了回来，漂亮的眸子瞪得大大的，看向玉丝，仿佛在问：“你捏我干嘛？”玉丝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就在他不知道如何解释的时候，这个班级的老师来了。男老师走到跟前，上下打量着他们两个，皱着眉说道：“你们两个就是转学生，怎么不进去？”第7章落汤鸡。就在这时，玉丝当机立断，伸手猛地一拽，将身旁的林英拉到自己身边。玉丝冷冷地说道：“老师。”被玉丝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的林英有些惊魂未定，但还是很快反应过来。他红着脸，声音软糯糯的跟着说道：“老师好。”那模样乖巧的，就如同一个刚刚踏入校门的小学生一般。站在面前的男老师不禁暗自感叹，心中思忖着，真没想到在这所云集了众多权贵子弟的贵族大学里，居然还能有如此漂亮又听话懂事的小乖学生。想到这里，老师脸上难得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微微颔首，轻声回应道：“快进去吧。”说完便抬起手轻轻推开门，准备带着两人走进教室。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哗啦一声巨响，只见一大盆水毫无征兆地从上方倾泻而下，直接浇在了老师身上。与此同时，还有2名同学手持喷雾器，朝着门口一阵猛喷，口中还不停地大笑着喊道：“哈哈哈哈！欢迎欢迎！”那刺耳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其中蕴含的满满恶意，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这是在迎接新同学时应有的友善之举。可是这肆无忌惮的笑声并没有持续太久，突然间就像是有人按下了暂停键似的，戛然而止。原本笑得前仰后合的同学们瞬间安静下来，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场景。那位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的老师此刻正一脸铁青地盯着他们看呢。显然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们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闹了个天大的乌龙，竟然把精心准备用来捉弄新同学的恶作剧用到了老师身上。顿时他们惊慌失措起来，结结巴巴的连忙解释道：“对不起老师，我们以为是转学生。”“是啊，老师，我们以为是转学生呢。”就在他们解释的时候，玉丝拉着林英走了进来，看着眼前狼狈的场面，玉丝不由得冷眸一闪。在原书里，开学第1天就被同学们捉弄，那个梦果然是真的。林英看着眼前狼狈的场景，忍不住背后一凉，要是玉丝刚才不拉他，被水浇的就是他了。想到这里，少年小嘴一扁，气呼呼地朝系统问道：“你刚才干嘛不提醒我？”这个系统肯定知道这段剧情，居然不告诉他，气死他了，害得他差点变成了落汤鸡。系统理直气壮地说道：“这是主角受的剧情爱，我怎么提醒你，这是要走低。”林英听闻，撇了撇嘴，他决定现在单方面和系统冷战。什么转学生？就算是他们又怎么样？你们就是这样迎接新同学的吗？老师被气得够呛，他和别的普通老师并不一样，他也是出身世家，不然也不能压得住这些学生。他拧着眉头，
冷冷地看了一眼几个学生，学生就跟小鸡崽子一样，怂了吧唧地低着头，根本就不敢跟老师对视。你们4个，一会儿下课给我写份检讨。老师冷冷地说道。紧接着，他突然看向全班的学生，低声说道：“这节课上自习，你们自由活动。”说完，老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应该是去换衣服了。玉思直接无视了那几个男生的眼神，带着林英径直走到了教室的一排空座上。班级里的人很少，大概就11、12个学生，可能是因为贵族学院的关系，采用小班制教学，所以一个班的学生就很少。林英坐到位置上后，明显的能感觉到来自4面8方的目光，里面有审视和打量，其中有目光过于明显，让他觉得有些不自在。他怯怯地抬起头，朝那个方向看了过去，只见一个痞帅的男生在看着他。他染着红色的头发，发丝略显凌乱，眼睛深邃而锐利，耳朵上戴着一枚闪亮的耳钉，为他的整体形象增添了一份不羁的气息。此时，这个男生正以一种极其随意的姿势坐着，他的右手修长而有力，此刻正轻松地支招自己的脑袋，左手的手指还时不时地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与此同时，他那如狼般犀利的双眸则毫无顾忌，直勾勾地盯着这边。就在这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降降！”天空一声巨响，公4闪亮登场。宋寻，出了名的臭脾气，性格乖张霸道，爱打架，喜欢欺负人，是宋家的私生子。原书里就是他最先盯上的主角兽。听完系统的介绍，林英立刻收回视线，原来那个红毛就是那个暴力狂，他可不能偷偷的看人家，要是被发现的话就惨了。此时此刻，宋寻依旧慵懒的支招脑袋，用那对看起来凶狠的狼眸上下打量着那个小鬼。只见对方身材瘦小单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不过那张脸倒是长得白白净净的，挺惹人怜爱。只可惜胆子实在太小，被自己这么一看，便如同受惊的兔子一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察觉男生还在盯着他看，林英此刻有些紧张，往后缩了缩。一旁的玉思察觉到少年异常的举动，微微侧过头朝他问道：“怎么了？”“没怎么。”少年低着头，磕磕绊绊地回复男生。玉思见状，眯了眯眼睛，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宋寻的身上。一时间，二人的视线交汇在一起，火花四射。宋寻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小兔子旁边的男生，那个男生似乎很不一般的样子。玉思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收回了目光，低声朝少年嘱咐道：“一会儿下课跟紧我，少去搭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男生可没忘记，在书里面第1天，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就凑到宋寻跟前去讨好人家，要给人家当小弟。林英听到玉思莫名其妙的和他说这句话，小脸懵懵的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只能乖巧的点头，知道了。少年乖巧的小模样似乎是讨好了男生，玉思这才满意的回过头，接着拿起少年的手机和他的手机开始摆弄了起来。少年就在一旁乖巧的看着。第8章，我替他回答。一旁不远处的宋寻看见那个男生不知道低头朝小兔子说了什么，只看见小兔子乖巧的点了点头，然后那个男生就把小兔子的手机拿走了。宋寻眸子里闪过一丝兴趣，看着二人动作亲密的样子，似乎关系很好。那怎么办呢？他好像也有点看上那个小兔子了。想到这里，男生嘴角上扬，眼里泛着一抹幽光，关系好又怎么样？他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一旁的林英还不知道自己此刻已经被人盯上了，还在那里看着男生摆弄他的手机。玉思弄了一会儿，把他们2个校园软件的聊天账号注册上，然后彼此关注一下，就把手机还给了少年。就在少年接过手机后，一个娃娃脸小帅哥凑了过来，好奇地问道：“你们是转学生？”林英看了看他，犹豫着要不要搭理他，后来觉得不理人不太好，于是小声地说道：“嗯。”娃娃脸继续问道：“我叫沈岩，山石的那个岩字，你叫什么名字啊？”林英，气字下面一个因为的因。林英抿了抿小嘴，乖巧的模样让沈岩有些想要摸摸他的脑袋。男生稍稍停顿了一下之后，忽然开口对面前的人发出邀请道：“下课以后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就在咱们学校附近新开业了一家酒吧呢，要不一起过去瞧瞧怎么样？”说话间，
这个男生脸上挂着一抹看似友善的笑容，但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眼底深处却极快地掠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龌龊念头。一旁的林英凭借自己敏锐的直觉，瞬间察觉到气氛似乎有些不太对劲。然而他甚至都来不及出言婉拒，就听到身旁传来一道冷冰冰的声音：“他不去。”玉丝面无表情地开口说道。原本满脸笑意的沈岩听闻此言后，脸色陡然一沉，如同乌云密布一般。只见他阴恻恻地将目光转向玉丝，用一种极为刻薄的语气回应道：“这可跟你没什么关系吧？我问的是他。”面对沈岩的质问，玉丝不慌不忙地抬起眼皮，眼神冷漠如冰般斜睨了对方一眼，不紧不慢地朝着沈岩说道：“我替他回答。”沈岩听完这句话，先是愣了一愣，紧接着被气笑了。而与此同时，一直站在沈岩身旁的几个同伴此时也纷纷围拢上前，其中一人更是满脸嘲讽之色，毫不客气地讥讽道：“哼，真没想到啊，区区一个穷酸的平民而已，居然也有胆量跟我们顶嘴叫板。少爷，我想带着他出去见识见识大场面，长长见识，你行吗？”男生一脸轻蔑地说着，话语既尖锐又刺耳，仿佛一根根细针直刺向少年的心窝。这话犹如一道惊雷，在少年耳边轰然炸响，让他感到无比刺耳与难受。这分明是对他和玉丝赤裸裸的轻视与不屑。既然如此看不起他们，那这人干嘛还要跑过来跟自己搭话呢？真是令人费解。林英原本上扬的嘴角瞬间微微下压，那张精致而漂亮的面庞上，一双明亮的眸子此时正充满不满地紧盯着眼前的娃娃脸男生，语气生硬地回应道：“我才不去呢。”话音刚落，少年便呆呆地坐在原地，再也不想多看娃娃脸一眼，更不想搭理他。一旁的沈岩看到这番情景，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他毫不犹豫地抬起手，啪的一声重重拍在了身旁另一个同学的脑袋上，并怒声呵斥道：“瞎说什么胡话呢？闭上你的臭嘴！”紧接着，沈岩迅速移步到林英跟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对方那张因为生气而略微鼓起来的白皙脸颊，上面还有几丝若隐若现的可爱小奶标，当真是可爱的紧。望着少年这副可人的模样，沈岩赶忙放软声音说道：“哎呀，他不会说话，惹你不高兴了，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不想去就算了呗，可能那种场合确实不太适合你。不过没关系，咱们可以先加个好友呀。以后要是碰到啥有趣好玩的事情，我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好不好？”男生如同连珠炮一般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话，但眼前的某个小鬼却仿佛完全将他当成了空气，一丁点要搭理他的意思都没有。沈岩见状，心中不禁一沉，脸上原本温和的笑容也稍稍收敛了几分。然而他还是强忍着内心的些许不快，耐着性子又开口说道：“你是不是生气了？如果是的话，我在这里向你郑重的道歉，咱们真的没有什么恶意。”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林英终于抬起头来，水汪汪的大眼睛瞥了一眼面前的男生，只见他的语气比之前稍微缓和了一些，轻声说道：“我没生气，只是不太想出去而已。”听到这话，沈岩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他连忙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那就好。”说完之后，见林英似乎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排斥自己，沈岩便很识趣的重新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不过还没等他坐稳呢，沈岩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转过头去对着林英笑嘻嘻的喊道：“那以后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我就行了。”英英喊完之后，这家伙竟然毫不顾忌旁人的眼光，得意洋洋的把脑袋一转，看向了别处。而一直在旁边默默观察着这一切的玉丝，此时则紧紧握住了自己的拳头。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厚脸皮的家伙竟敢如此亲昵地称呼那个小呆子。玉丝的目光变得愈发阴森起来，直直地盯着坐在前方的那张娃娃脸，仿佛要用眼神在对方身上戳出几个窟窿来。另一边的林英显然也是被沈岩突如其来的这一声称呼给吓了一跳，这个沈岩太自来熟了吧。而这所有的一幕都落在了一旁看热闹的宋巡眼里，男人那狼眸紧紧地盯着少年，忍不住地想着，这破兔子还挺能招蜂引蝶的。第9章回寝室。就在快下课的时候，系统突然朝林英说道：“一会儿还有你的戏份呢。”林英听见系统这么说，悄悄地竖起耳朵仔细听。
一会你要去讨好宋寻，让他收你，给他当小弟。”林英听闻，瞬间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什么？”系统淡淡的说道：“激动啥？剧情里你现在就要开始舔了。宋寻是你第一个目标。”林英精致的小脸此刻变得皱皱巴巴，他有些为难的看了一眼宋寻的方向，只见对方现在正在趴桌子睡觉。林英有些怂怂的说道：“这段剧情可以不走吗？”系统反问道：“你觉得呢？”少年叹了一口气，软绵绵的趴在桌子上，准备休息一会儿。突然，下课铃响了起来，玉丝突然站了起来，拉着林英白皙的小手就往外走去。林英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就被男人给牵走了，走了几步才反应过来，懵懵的问道：“怎么了呀？”“没有课了，回去收拾房间。”玉丝冷冷的说道，然后头也不回的拉着这个小呆子往寝室走去。其实他在说谎，他就是不想这个小呆子往宋寻跟前凑。林英乖巧的点了点头，朝系统问道：“那段剧情走不了了，玉丝非要把我拉回去。”系统顿了顿，没说话，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以后走这段剧情也可以。于是林英乖乖的跟着玉丝回到了寝室。在路上，玉丝买了很多东西，其实寝室提供基础的生活用品，所以玉丝只是买了一些菜。而此时教室里的宋寻正缓缓地睁开双眼，意识逐渐从混沌中清醒过来。他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的朝小兔子之前所在的位置望去，却发现那里早已空空如也，不见半个人影。男生那双犹如野狼般锐利的眼眸微微一闪，流露出一丝疑惑与不满。他漫不经心地转过头，看向身旁的一名学生，用慵懒且略带威严的语气慢悠悠地开口问道：“那两个转学生去哪儿了？”听到宋寻的问话，那名学生先是一愣，随后连忙回答道：“啊，他们刚刚离开这里了，好像说是要回寝室去。”这时，另一名坐在附近的男同学突然凑了上来，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满脸期待地说道：“宋哥，您这是打算去教训他们一顿吗？”“嘿嘿，要是真这样，可别忘了带上我们一起啊。”然而，宋寻听后却是眉头一皱，没好气地骂道：“教训你妈呀！给老子滚远点！”说罢，他猛地站起身来，用力地捋了一下自己略显凌乱的头发，然后迈着大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哎，真是没意思，还是回去接着睡觉好了。”宋寻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头也不回地离去。与此同时，林英和玉丝对于宋寻将会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室友这件事全然不知。毕竟按照原本的剧情设定，玉丝根本就不和林英住在同一个寝室。但如今似乎由于蝴蝶效应，许多事情都悄然发生了改变。在另一边，某个小鬼正在认真地收拾着属于他的房间。这个房间一共有3个卧室，其中位于中间的那个卧室采光最佳，但很可惜，他早已经被先来的那个人给占据了。于是乎，玉丝选择居住在了左边那间屋子，而林英则住进了位于右侧的房间。某个小鬼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来整理自己的房间，但忙活了半天之后，却感觉还是乱乱的，不管了，就这么地吧。玉丝走了进来，见某个小鬼房间还是那么乱，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你去我的屋子待一会儿。”少年听闻，乖乖的从床上站起来，不过他没有去玉丝的房间，反而是一屁股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津津有味的看起电视来了。正当少年聚精会神的盯着电视屏幕时，突然间房门毫无征兆的被猛地推开。少年出于本能反应，下意识的扭头望去，发现宋寻一脸自然的走了进来，似乎是察觉屋子里进人了。男生皱着眉，有些不爽的往屋子里看。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就发现了那个破兔子。此时那个破兔子还冒着个小脑袋，小脸萌萌的看着他呢。男生愣了一下，但很快他的唇边便缓缓扬起了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只见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犹如闲庭信步般的朝着茶几走去。此时依旧安安静静的坐在沙发上的林英进入了他的视线范围。男生停下脚步，目光直直的落在林英身上，然后扯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个略带戏谑的笑容，轻声开口道：“新室友。”男生本就生得一副痞帅痞帅的模样，再加上那一头耀眼夺目的红色头发，看起来更像那种不良学生了。
坐在沙发上的某个小鬼则满脸都是嫌弃之色，悄悄地往旁边蹭了蹭，同时压低声音应了一句：“少年的举动自然瞒不过男生的眼睛，宋寻不由得脸色微微一沉。眼看着那个小鬼不仅没有停止挪动身体的动作，反而越挪越远，幅度也变得越来越大，他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之火。于是宋寻二话不说，直接扯着嘴角，大大咧咧的一屁股坐到了林英刚刚坐过的位置上。你干嘛啊？看到男人如此不客气的举动，林英瞬间就不干了。他那张原本白皙粉嫩的脸颊一下子气得鼓鼓的，活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两只大眼睛瞪得浑圆，怒目圆睁的冲着男人大声质问道：“面对林英的质问，男人却摆出一副无辜至极的表情，眨了眨眼睛，满脸疑惑的反问道：“怎么了？难道你刚才不是在特意给我让座吗？我什么时候给你让座了？”林英气呼呼的瞪了他一眼，起身就要离开，可没想到他刚站起来就被男生扯了回来。紧接着男生突然靠近他，低声说道：“干嘛要走？”男生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新室友还没认识呢，我叫宋寻，你呢？”林英气鼓鼓的不说话，男生靠得太近，他不舒服，于是使劲推了推对方。男人虽然没压到他，但是挡住了他的路了。少年没好气的说道：“起开。”第10章做饭。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整个房间里弥漫着紧张而压抑的气氛。突然，一阵轻微的响动从客厅传来，仿佛是某种神秘力量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僵局。紧接着，一个身影缓缓地出现在客厅，正是玉思。他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听见了客厅的声响，以为少年出了什么事，结果出来就看见宋寻靠着那个小呆子那么近。只见玉思面沉似水，脚步急促地朝着他们走去。当他走到跟前时，毫不留情地伸出手，紧紧抓住宋寻的胳膊，然后猛地一用力，将其狠狠地甩向一旁。宋寻的全部注意力此时都集中在了面前这个破兔子身上，完全没有察觉到玉思已经悄然逼近。猝不及防之下，他整个人被巨大的力道带偏，踉跄着摔向一侧。你他妈！宋寻稳住身形后，眉头紧紧皱起，脸上露出一抹阴狠之色，怒目圆睁地盯着玉思，口中正要吐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然而还未等他把那些难听的话骂出口，一个清脆而响亮的声音便响了起来：“不许骂人！”林英立刻站了起来，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此刻瞪得浑圆，满脸都是认真严肃的神情，仿佛只要宋寻敢说出一句脏话，就是犯下了天大的罪过一般。宋寻被这突如其来的喝止弄得一愣，原本到嘴边的脏话硬生生的又给咽了回去。请自重。玉思依旧面色冰冷如霜，目光犀利的直视着宋寻，语气生硬且不带丝毫感情的说道。面对玉思如此冷漠的态度，宋寻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不屑的笑容。他那对狭长的狼眸眯成一条缝，充满挑衅意味的回应道：“你凭什么管我？又凭什么管他？”说完，男生丝毫不在意他们怎么看他，站起身和他们擦身而过。经过林英的时候，男人坏心思的叫了一声破兔子。林英顿时气的小胸脯一起一伏，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宋寻的背影。一旁的玉思自然也听见了，他目光阴森地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二话不说就拉着少年的小手来到了林英的房间。林英乖乖地坐在床上，看着眼前的玉思似乎不大高兴的模样，于是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怎么了呀？”玉思静静地看了他好久，突然开口说道：“以后离宋寻远一点。”林英听闻点了点头，表示明白。玉思还是看着他，看得林英都有些紧张了，他声音颤颤地问道：“还有什么事情吗？”玉思顿了顿，开口说道：“他刚刚有没有对你做什么？”林英听闻迟疑了一下，小声说道：“没有，他都没有碰到我。”玉思这才松了一口气，又变成了那个阴郁不爱说话的模样，低声说道：“休息吧。”说完，男生转身就离开了。林英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有些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房间，眼睛瞬间变得亮晶晶的。系统，玉思好好呀，他给我收拾了房间。某个小鬼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和系统说着，
反倒是玉丝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病了。玉丝回到房间后，在床上坐了好久，她拧着眉头，觉得自己好像是病了。她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小呆子和宋寻有没有发生什么？就算发生了什么，和他有什么关系？在书里面，那个小呆子可惯会欺负他。玉丝突然往后仰，用手臂遮住了眼睛。他今天太奇怪了，需要休息。而隔壁的宋寻此刻也是烦得要死。刚才那破兔子说了一句不许骂人，他就真的闭嘴了。他是不是疯了？居然听那个破兔子的话，还有那个破兔子身边的男人，真是让人厌烦。和破兔子的关系好像还挺好。男人烦躁了半天，睡也睡不着，直接拿起衣服开门走了出去。寝室里就剩下林英和玉丝了。此时林英正躺在床上小憩，贵族学院的床就是舒服，软软的，可比家里的硬板床舒服多了。突然系统说道：“你今天少走的剧情，以后要走回来的。”少年此刻迷迷糊糊的，他小脸懵懵的问道：“什么剧情？讨好宋寻啊？”林英瞬间清醒了过来，他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小声说道：“能不能不做这个？”系统直接拒绝：“不行，我跟你说，这是主线剧情。”林英叹了一口气，奄奄的回复道：“知道了。”于是带着怨气，林英睡了过去。当林英再次悠悠转醒之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那股香气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撩拨着他的嗅觉神经，将他从睡梦中彻底唤醒。只见少年那双卷翘的睫毛微微颤动了几下，宛如蝴蝶翅膀轻轻扇动一般，而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此时此刻，他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发出一阵抗议声。好香呀！林英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心中对那股神秘香味的来源充满了好奇。于是他像一个轻盈的小幽灵似的，脚步无声地朝着香气传来的方向飘了出去。一路循着香味来到厨房门口，林英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是玉丝正在里面忙碌地做饭呢。看着玉丝熟练的切菜、炒菜，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林英不禁瞪大了眼睛，满脸都是钦佩之色。哇塞，她真的好厉害啊！不仅什么都会做，而且还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饭做得这么香，就连学习成绩也是那么优秀。林英忍不住在心里朝着系统夸赞起玉丝来，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系统仿佛那雄赳赳的大公鸡，挺了挺胸脯，得意地说道：“那是，他可是主角兽。”这时玉丝注意到某个小鬼在那里露个小脑袋偷看，嘴边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低声说道：“吃饭了。”第11章，你才是破兔子，被发现了。只见林英那白皙的面庞瞬间染上一层绯红，她低垂着头，迈着小碎步，慢吞吞地走了进来，小嘴微微张开，发出蚊蝇般细小的声音：“我来帮忙。”玉丝依旧是面无表情，眼神清冷如寒星，淡淡的回应道：“把这2个碗拿到餐桌上就行了。”得到指令后，林英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拿起那2只碗，缓缓朝着餐桌走去，每一步都显得那么谨慎，仿佛手中捧着的是什么稀世珍宝。好不容易将碗放到桌上，他不禁松了口气，但心中却仍有些忐忑不安。趁着没人注意，林英悄悄和系统交流起来：“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蹭饭呀？”系统听闻此言，大为惊讶，立刻反问：“你难道不是在蹭饭吗？”面对系统如此直白的质问，林英一时语塞，小脸都红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在这，玉丝端着2盘菜走了出来，轻轻地放在桌子上，然后转身又去厨房把饭拿了出来，给林英盛了一碗，给自己盛了一碗。2个人就这么开始静静的吃饭，彼此也不交流。林英觉得气氛有些怪怪的，于是抿下嘴唇，开口说道：“玉丝哥哥，你做饭好好吃呀。”少年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说完，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可爱的弧度，尽显乖巧模样。听到林英的夸赞，玉丝缓缓地抬起头来，目光落在眼前这个漂亮的少年身上。然而，被几缕发丝稍稍遮掩住的双眸，却是那般漆黑而深邃，宛如无尽的寒潭，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阴郁冰冷气息。林英被这股寒意瞬间击中，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连忙低下了头，再也不敢与玉丝对视，只是偶尔会小心翼翼地偷瞄对方几眼。就在这片沉寂即将继续蔓延下去的时候，一阵突兀的开门声骤然响起，紧接着一个身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房间，原来是那个讨人嫌的宋寻回来了。宋寻一进门便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诱人香气，咧嘴一笑，大步流星地朝着餐桌走来。他毫不客气地直接坐到了林英身旁，笑嘻嘻地问道：“哟呵，这是谁做的饭啊？怎么能这么香呢？”面对宋寻的询问，玉丝仿若未闻，依旧自顾自地低头用餐，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林英也不想理，可是偏偏某个讨人厌的还一直问他：“喂，破兔子，咋不吭声呢？哟呵，这会儿变成小哑巴了。想当初你可不是这样啊，小嘴巴巴的，能说会道着呢。”林英忍无可忍，眼睛瞪得滴溜圆，气鼓鼓地看向旁边的宋寻：“你才是破兔子，我有名字，我叫林英。”话音刚落，只见这小鬼头一脸嫌弃地往旁边挪动了几下屁股，仿佛要跟那个讨人嫌的家伙拉开108000里的距离似的。而宋寻则饶有兴致地盯着眼前这个气得像只小河豚一样鼓着腮帮子的少年，觉得甚是有趣。看着那白皙粉嫩、气鼓鼓的脸颊，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于是乎，某个手贱的家伙毫不犹豫地伸出自己修长的食指，轻轻戳了一下林英的脸蛋。林英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指给弄懵了，下意识地抬起手摸了摸刚刚被戳到的地方，随即回过神来，恶声恶气地质问道：“你干什么呀？”宋寻倒是没料到林英的反应会如此之大，不禁愣了一愣。不过很快他便若无其事地耸了耸肩，随口胡诌道：“我看你脸上沾了颗饭粒，就顺手帮你弄下来咯。”原本还怒火中烧的少年听到这话后，瞬间慌了神，吓得连忙又用手使劲蹭了蹭自己的脸。“哎哦，系统，我脸上有饭粒吗？”林英赶紧朝系统问道：“这要是有，那刚刚多丢人呀，玉丝肯定看见了。”系统恢复道：“没有，他骗你。”听见系统说的，林英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宋寻，开始继续吃饭。玉丝看见这一幕，阴郁的目光暗沉沉地落在宋寻身上，就连握着筷子的大手也攥紧了许多。宋寻见少年不搭理他了，于是顿了顿，又凑了上去，直接抢走少年手里的筷子，开始吃了起来。男生的举动太突然，林英都没反应过来，见筷子被抢走了不说，还被男人给用了。林英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干巴巴地说道：“你不讲卫生。”说完，林英站起身，气气地回到了房间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玉丝直接站了起来，端起那2道菜放到了厨房，随后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宋寻见到二人的举动，气得牙痒痒，当即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扔，也回到自己房间了。此时回到房间的林英还在生气地和系统抱怨：“气死我了，他真不卫生。”林英气呼呼地朝系统说道：“我还没吃饱呢。”系统顿了顿，提醒道：“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得罪他，你还得讨好人家呢。而且他脾气可不好，你想挨揍吗？”听到这话的少年顿时愣住了，他还没想到这一层呢。想起刚刚和宋寻说话的态度，某个小鬼顿时有些慌张。可是我已经得罪他了啊，那怎么办？系统想了想，建议道：“你可以抽空和他道个歉。”林英听闻，精致的小脸立即变得皱巴巴的，明明是宋寻错了，还要他道歉。已经到了晚上，某个小鬼偷偷摸摸地从门口探出脑袋，发现洗手间没有人，于是拿着换洗的衣服赶紧走进了洗手间。系统不理解，为什么洗个澡，这个小鬼还要偷偷摸摸的。林英走进洗手间后，立刻把门反锁了，然后开始脱衣服。上衣脱完之后，就开始脱下半身，脱到一半，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系统！”林英试图叫了一声。系统顿了顿，回复道：“干啥？”某个小鬼当即炸毛了，红着小脸说道：“你怎么还不出去？”系统，他去哪？第12章，勾引谁呢？出去！林英此刻羞得都顾不得和系统意识交流了，小嘴半张就开始叭叭。系统疑惑地问道：“你慌啥？这2天你在家的时候，我就一直陪着你了，
你上厕所啥的，我也在。什么？你出去！林英听完更激动了，他才想起来这件事，他就说他好像有什么事忘了。系统拗不过林英，于是就开始闭嘴不说话，反正这小鬼也看不见他。听见系统没有声音了，林英试探着叫了2声，发现彻底没声音了，这才安心的洗澡。可是就在这时，洗手间的门突然被敲响了，紧接着一道熟悉而清冷的嗓音透过门缝清晰地传入室内，正是玉丝的声音。林英。正在沐浴中的少年身体猛地一僵，显然被这意外状况吓了一跳。短暂的惊愕过后，他迅速回过神来，连忙高声回应道：“是我，玉丝哥哥，我在洗澡呢。”门外的玉丝听到回答后，手上正要开门的动作蓦地停住了。只见他微微皱起眉头，眼中流露出一丝疑惑之色，追问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林英闻言心头一颤，眼睛瞬间瞪大，结结巴巴的否认道：“没有呀，我刚刚没说话啊。”玉丝沉默了好一会儿，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最终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那你接着洗吧。”话音未落，便转身离去。这番小小的波折可把林英吓得不轻，他手忙脚乱的加快了洗浴速度，匆匆洗完后胡乱套上睡衣睡裤，甚至来不及擦拭头发上的水珠，便急匆匆的逃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这时玉丝突然从厨房走了出来，看着浴室里就出来少年一个人，男生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些。他刚才明明听见林英在和别人说话，难道是他听错了？边想着，男人走进了洗手间。由于少年方才刚刚洗完澡，整个洗手间内都弥漫着浓郁的湿气，仿佛一层薄薄的水雾笼罩其中。空气中还隐隐飘散着少年所使用的沐浴露的香气，那是一股淡淡的柑橘香味，清幽而又甘甜，令人不禁沉醉其中。玉丝不知怎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些模糊不清的画面，身体也像是失去控制一般，下意识地滚动了一下自己的喉咙。苍白俊美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红晕，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玉丝匆匆转身离开了洗手间。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在洗手间门口略微停顿了一会儿。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后，最终还是迈开脚步向着宋寻的房间走去。当走到房门前时，他抬起那双修长如玉的手指，轻轻地叩响了对方的房门。敲了2声，对方没有理，又敲了好久，只听得嘎吱一声响，那扇门终于缓缓开启了。站在门口的宋寻睡眼惺忪，满脸烦躁之色。他狠狠地拧着眉头，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从喉咙里挤出一句问话：“有事儿？”显然他是被这不期而至的敲门声给硬生生从美梦中拽了出来，此刻正满心不悦。由于刚刚睡醒，宋寻的声音还带着些许晨起后的慵懒和沙哑，再加上心中的起床气作祟，使得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凶巴巴的，毫不掩饰的对面前之人展露出自己的敌意与不满。而另一边的玉丝看到眼前这个男人一副明显刚醒来的狼狈模样，短暂的沉默过后，只见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宋寻彻底蒙圈了。等他回过神来，想要叫住玉丝问个究竟时，却发现对方早已没了踪影。一股无名之火瞬间涌上心头，气得他破口大骂起来：“妈的，神经病！”被弄醒的宋寻觉得对方绝对有什么大病。这么想着，男生缓缓地走向洗手间，准备放个水。没想到刚进洗手间，只觉得一股雾气扑面而来，还伴随着淡淡的柑橘味，又香又甜的。宋寻愣了一下，很明显，刚刚那个破兔子在这里洗澡了。男生又闻了闻，还挺香的，不知想到了什么，男生咧嘴一笑，放完水出来之后，就朝林英的房间走了过去。咚咚咚，林英本来坐在床上把头发呢，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以为是玉丝，立刻走了过去，把门打开了。结果发现门口的人居然是宋寻，少年小脸顿时僵住了。高高大大的男生站在门口，看着眼前身体僵硬的小鬼，突然间觉得一股热气直冲脑门。此时少年刚洗完澡的原因，浑身透露着一股湿漉漉的气息，本来又白又嫩的皮肤经过水的洗礼变得更加细腻，仿佛嫩的能掐出水来。少年又生得漂亮的不行，眼睛又大又圆，
小嘴还粉嫩嫩的，就那么仰着头看着他。宋寻的目光不由自主往下看去，只见少年穿着短短的小睡裤，一双又白又细的美腿就毫无保留地落在他的眼里。男人顿时觉得心头一紧，脑子一抽，胡言乱语道：“穿这么少，勾引谁呢？”林英愣住了，他不可置信地眨了眨眼睛，随即小脸瞬间气得爆红，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宋寻一时不察，差点被门夹到，意识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不禁觉得有些懊恼。他刚才在干嘛？脑子疯了？看着紧闭的房门，宋寻张了张嘴，到底没说什么，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此时屋子里的林英正坐在床上，气鼓鼓朝系统咒骂宋寻。他胡说八道，谁勾引他了？心脏，看什么都脏。林英气的眼睛都红了，在床上团成一小团，小嘴一张就开始输出。系统此刻也不理解那个宋寻，总盯着一个恶毒男配干嘛？虽然这小鬼是好看了一点，但是他只是个恶毒男配阿伟。系统安慰道：“别生气，他就是性格恶劣，原书里就他最喜欢欺负玉丝。”林英听后更为玉丝打抱不平了，于是瘪着嘴巴闷闷地说道：“玉丝好可怜。”第13章马术课。系统见某个小鬼还在那里可怜主角兽，忍不住说道：“你还担心人家？你最后都冻死街头了你！”系统的话瞬间把林英的情绪给打散了。少年气鼓鼓地说道：“那是原主，不是我。”说完，林英钻进被窝就要睡觉。系统看着某个小鬼头发还湿着呢，就往被窝里钻，于是提醒道：“你头发没擦？”林英听闻，小声说道：“没事，不滴水了都。”弄干再睡。系统提示道：“不要。”林英抿着嘴巴缩在被窝里不动。系统嗤笑一声，淡淡的说道：“随便，反正到时候生病了，打针吃药的又不是我。”说完，系统便不再搭理林英了。少年躺在被窝里，听见系统这么说，纠结了好半天，还是掀开被子，下床去厕所吹头发。吹完头发回来后，林英已经困得不行了，倒在床上就开始睡觉，一夜好梦。第二天，林英还没醒过来，就听见门口传来敲门声。要上课了。玉丝站在少年的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林英慢吞吞地从床上下来，像一只小蜗牛一般，缓缓地移到了门口。咔嚓一声，门打开了。少年仰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看着玉丝，迷迷糊糊地问道：“要上什么课呀？”边说着，少年揉了揉眼睛，像极了给自己洗脸的小奶猫。玉丝心脏慢了半拍，他按了按眸子，低声说道：“马术课。”林英当即就清醒了。马术课？为什么还有这个课？这是贵族学院。系统提醒道。少年抿了抿小嘴，小声说道：“知道了，我马上就好。”少年风风火火地穿衣服洗漱，收拾完了之后，玉丝说：“时间还早，先吃早饭吧。男生煮了一些粥，早上吃正合适。”二人吃完饭之后，一同走出了房间。过了好半天，宋寻才从屋子里出来。他看了看客厅，知道那两个转学生应该是去上课了，于是洗漱完，男生也走了出去。玉丝自然知道马场在哪里，林英就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男生身后。到了地方，树老师先是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们一眼，随后用平淡如水的语气说道：“屋子里面有你们需要穿的服装，自己进去挑选合适的尺码穿上就行。”言罢，这位老师便慵懒地斜靠在椅子上，端起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悠然自得地品尝起来，一副好不惬意的模样。玉丝听闻，带着林英拿了各自尺寸的服装。玉丝换完之后走了出来等林英。她身姿高挑挺拔，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的马术上衣，下身搭配一条紧致修身的马裤，将其修长笔直的双腿完美展现。再加上玉丝本身容貌出众，剑眉星目，五官立体深邃，配上那与生俱来的清冷气质，更是让整个人显得优雅不凡，风度翩翩。就在这时，昨天的那个娃娃脸沈岩带着那几个狐朋狗友走了过来。一见到玉丝，沈岩身边的狗腿子便阴阳怪气的开口道：“哟呵，瞧瞧这是谁啊？这不就是咱们学校大名鼎鼎的大学霸吗？怎么今天也有空跑来上马术课了？”旁边立刻有人附和道：“哈哈，人家学霸估计成天就只知道埋头苦读呢，
这种高端运动恐怕连见都没见过吧。说罢，二人肆无忌惮地哄笑起来。然而面对如此挑衅，玉丝却只是静静地站立在原地，眼神平静如湖水，仿佛完全没有把眼前这几人的嘲讽放在心上。这般淡然处之的态度，反倒衬托出对方的粗俗无礼与聒噪不堪。沈岩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丝阴霾，这个男的好像和茵茵关系很好来着。而此时站在沈岩身旁的两人，眼见玉丝竟然完全无视他们，原本就有些不悦的神色瞬间阴沉下来，紧接着便毫不留情地讥讽起来：“哟呵，怎么一声不吭啊？该不会是害怕丢面子吧？”哈哈！其中一人放肆地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气中回荡，显得格外刺耳。另一人则紧跟着附和道：“就是嘛，看你这穷酸样儿，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不懂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说罢，两人对视一眼，又是一阵哄笑。然而面对如此挑衅，玉丝却只是微微皱了皱眉，仿佛觉得眼前这两个人吵闹的让人厌烦。他轻启双唇，语气平淡如水地回应道：“聒噪，就凭你们俩这点水平，学习成绩比不上我，以为别的也能比得上？”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对方的心口上。你被玉丝这么一说，那两人顿时气得面红耳赤，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反驳。就在这时，林英换好了衣服走了出来，发现沈岩他们在这里，他那两个跟班还一副狰狞表情。少年站在门口，眼神中透露出些许胆怯，轻声开口问道：“你们在干什么呀？”沈岩见到林英现身，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连忙解释道：“哎呀，没什么大事了，我们只不过是跟玉丝同学闲聊几句而已。”接着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头看向林英，热情地提议道：“对了，英英，你会骑马吗？我教你吧。”林英听见沈岩还这么叫他，红着小脸说道：“沈岩同学，你还是叫我林英吧，你那么叫我，我有点不习惯。”沈岩听闻，嘴边的笑意凝住一刻，然后低声说道：“好的，林英。”男生重复问道：“我来教你骑马吧。”少年稍稍迟疑了一下，目光快速地扫过身旁一脸冷漠的玉丝，然后才轻声回答道：“不用了。”然而没等少年把话说完，旁边那两个跟沈岩一起的人立刻叫嚷起来。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男生大声喊道：“嘿，小不点儿，你这样可不太给我们严哥面子啊！”另一个则跟着附和道：“就是嘛，我家严哥一片好意，想要亲自教你骑马呢，你居然还不领情！”面对两人毫不客气的指责，林英那张本就红彤彤的小脸变得愈发滚烫，仿佛能滴出血来似的。少年忍不住朝系统吐槽道：“系统，他们好讨厌。”第14章，臭脾气的坏蛋。少年紧紧抿起嘴唇，努力克制着内心的紧张与尴尬，再次用低如耳语般的声音坚定地拒绝道：“真的不需要。”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玉丝突然冷冰冰地插话道：“说了不需要，听不懂人话吗？”话音未落，他便伸手拉住少年那只白皙娇嫩的小手，做事就要带着他转身离去。可是那两个家伙见状，非但没有退让，反而迅速围拢过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就在玉丝犹豫着要不要动手的时候，一道温和的声音传了过来：“怎么了？这里这么热闹？”众人闻声望去，只见许淑妍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的马术服，正迈着优雅从容的步伐，不紧不慢地朝着这边走来。随着他一步步地走近，众人愈发清晰地看到男生修长挺拔的身影，阳光洒落在他身上，勾勒出一幅令人心动的画面。尽管此时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但那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和无形中散发出的浓浓压迫感，依然让周围的人都不禁感到一阵心悸。林英同学，玉丝同学。许淑妍如同一个礼貌的申土，朝着他们打招呼，紧接着朝沈岩问道：“这是在做什么？”沈岩旁边的两个人此刻已经不敢说话了，反倒是沈岩微微一笑，开口解释道：“没什么，就是想着教新同学骑马。”“是吗？”许淑妍听后轻轻点了点头，接着似笑非笑地瞥了一眼躲在玉丝身后犹如一只受惊小兔子般瑟瑟发抖的那个娇小身影。
然后再次看向沈岩，笑着说道：“如果新同学不愿意，可不能强迫哦。”面对许淑妍这番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藏深意的话语，沈岩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他依旧保持着那份淡定从容。男生只有2人才能听见的低沉嗓音回答道：“那是自然。”就在这时，玉丝拉着少年的手，一句话也不说的离开了。林英跟在男生身后一起离开了。许淑妍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停顿片刻后也跟了上去。此时林英看着玉丝的背影，抿下嘴唇，小声的问道：“玉丝哥哥，你是不是生气了呀？”玉丝的步伐停了下来，他缓缓的转过身，看着眼前小小一只的少年，男人薄唇紧抿，低声说道：“没有。”少年精致的小脸微微一笑，踮起脚尖，伏在玉丝耳边说道：“我不喜欢沈岩，我觉得他有点讨厌。”说完，少年水汪汪的大眼睛就那么静静的看着男生。玉丝愣了一下，随即滚了一下喉结，闷声说道：“说完，男生继续拉着少年往马场走去，嘴边不自觉地泛起一抹笑意。就在这时，一旁暗处的许淑妍走了出来，她看见刚才林英踮脚朝男生说了什么，还偷偷笑了笑，像个偷腥的小猫。许淑妍顿了顿，喃喃自语道：“青梅竹马，呵呵。”玉丝给林英牵了一匹小马驹，看起来还没成年，挺小一只，给少年正好。林英见男生给他牵了这匹马，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好惨哦，还没长大就出来营业了。”玉丝没多说什么，给自己牵了一匹马之后，带着少年走进了马场。玉丝突然朝林英说道：“摸一摸他。”少年虽然不懂，但还是照着男生的话去做。只见小马似乎很喜欢他，还在舔他。玉丝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于是扶着林英上了马后，直接上了自己的马，跨步抬腿，一气呵成。男生的举动明显不是第一次骑马，看起来很熟练，甚至说很精通。许淑妍眯了眯眼睛，这个玉丝不一般。此时林英已经被玉丝上马的姿势给帅了一脸，他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嘴巴巴道：“玉丝哥哥你好厉害。”玉丝扯了扯嘴角，似乎对少年的奉承很满意，同时也不忘嘱咐道：“慢点骑。”少年乖巧的点了点头，然后就学着其他人的模样开始骑了起来。玉丝一直跟在少年的身边，2人就在马场上慢悠悠的走着。就在这时，突然远处一个人骑着快马往这个方向驶来，眼看着就要撞到他了。吓得少年瞪大眼睛，害怕的赶紧拉紧马绳。玉丝此刻也心头一紧，刚准备去拦住那人，只见那人猛地一扯马绳，直接停了下来。此时林英那张雪白精致的小脸已经被吓得毫无血色，她紧紧地抿着小嘴，漂亮的眸子里满是恐惧。“喂，吓傻了？”一道熟悉的讨人厌的声音响起，林英吓呆了的小脸微微抬起，看着宋寻骑在那匹大马上，挑着眉看着他。林英愣了一下，忽然小嘴一瘪，哭了起来。宋寻愣了一下，他就是吓唬吓唬对方，没想到这小兔子居然哭了。玉丝此刻冷着脸瞥了一眼宋寻，从马上下来，走到林英面前，低声说道：“下来。”林英虽然在哭，可是玉丝叫他下去，他还是慢吞吞地爬了下去。少年吸了吸红红的鼻子，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宋寻，身子还因为刚才的惊吓一直颤抖着。玉丝见状，轻轻地把少年搂在怀里，语气微微放软：“没事了。”就在这时，宋寻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跨步下马，走到林英面前，气势汹汹地问道：“喂，破兔子，你哭什么？不就是吓了你一下吗？”林英愤愤地在心里朝系统埋怨道：“他说的是人话吗？”边说着，林英边吸了吸鼻子，像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直直地往玉丝怀里钻。见对方不理自已，宋寻不由得觉得有些没面子，于是要伸出手去拉少年。玉丝突然一把抓着宋寻的手腕，冷眸闪了闪，语气刻薄地说道：“觉得自己马术很厉害。”宋寻听闻，嗤笑一声，俊美桀骜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不屑，他慵懒地开口说道：“怎么，想比一场？不过你可能不太会吧？”宋寻想着，区区一个贫困生怎么可能会马术？听见宋寻的嘲讽，玉丝还来不及说什么，林英就从玉丝怀里钻了出来，肿着眼睛朝宋寻吼道：“你会骑马很了不起吗？臭脾气的坏蛋！”第15章剧情走向。
少年此刻精致的小脸皱巴巴的，因为哭过的原因，眼睛湿漉漉的，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不时有几滴泪珠顺着脸颊滑落，鼻尖还红红的。此刻正恶声恶气的骂着宋寻。啊！你说什么？宋寻此刻也有些生气，这个破兔子居然这么护着那个玉丝。男人本来长得就凶，如今发起脾气来，那张脸更是阴沉的可怕。站在一旁的林英见到这番情景，吓得浑身一颤，连忙又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缩进了玉丝温暖的怀抱里。比一场，敢吗？玉丝此刻缓缓地抬起眼皮，用他那淡漠如水的眸子冷冷地瞥了对方一眼。他的眼神冰冷刺骨，仿佛能够穿透人的灵魂，嘴角边还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嘲讽笑容，仿佛根本没把眼前这个暴躁易怒的男人放在眼里。宋寻显然被玉丝这种轻蔑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他冷哼一声，两道浓密的剑眉向上挑起，阴阳怪气地说道：“和你比，哼，你还不够格呢。”然而玉丝对于这句挑衅之言并未动怒，反倒是语气平静地回应道：“既然不敢，那就算了。”这句话如同火上浇油一般，令宋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地骂道：“妈的，老子有什么不敢的？”玉丝面无表情地指了指前方，淡淡的开口说道：“那就从这里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对面，然后再折返回来，先回到这里者获胜。”好。宋寻应了一声之后，回到最初点。他可不是不守规矩的人。玉丝伸出手，将少年从自己温暖的怀抱里用力地薅了出来，然后微微低下头，用低沉而清冷的声音说道：“你就在这里乖乖地等着我。”话音未落，他便转过身去，作势就要迈步离开此地。然而就在他刚刚迈出脚步的瞬间，一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衣角。只见眼前那个小人儿正仰头望着他，那张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担忧之色。少年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轻声的喃道：“玉丝哥哥，你……”男人见状，停下了离去的步伐，缓缓蹲下身子，伸手温柔地抚摸着少年那头如丝般柔软、毛茸茸的头发，同时语气冰冷地安慰道：“别担心，不会有事的，你尽管放心好了。”可是林英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张了张嘴，想要继续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此时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宋寻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耐烦，他皱起眉头，满脸不悦地冲着两人喊道：“你们俩到底还要磨蹭多久啊？到底还比不比赛了？”听到这话，林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狠狠地瞪了宋寻一眼，仿佛要用眼神在对方身上戳出几个窟窿来。不过当他对上宋寻那充满寒意的目光时，心中不由得一切原本嚣张的气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得悻悻然地收回了视线。林英转过头，再次看向玉丝，依旧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压低声音说道：“玉丝哥哥，你一定要小心呀。”玉丝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随后便毅然决然地朝着不远处的那匹骏马走去。只见他走到马前，双手握住缰绳，一个轻盈敏捷的翻身，便稳稳当当地坐在了马背之上。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犹如行云流水一般，潇洒自如，引得周围众人纷纷侧目赞叹。恰在此时，沈岩带着他的两个跟班也慢悠悠地走了过来。那两个跟班看到宋寻和玉丝即将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比赛，嘴角不禁泛起一丝轻蔑的笑容，忍不住出言讥讽道：“呵呵，真是太好笑了，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要跟宋哥赛马。”其中一个人满脸戏谑地嘲笑道，另一个人也跟着附和起来：“是啊，说不定他连马都没怎么骑过呢。宋哥那精湛的马术，又岂是他这种门外汉能够相提并论的啊？”林英看到这几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又一次出现在面前，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怒气，他气鼓鼓地朝着旁边用力蹭了几下，想要离这些讨厌鬼远一点。只听裁判一声令下，玉丝和宋寻同时策马奔腾而出，马蹄声响彻整个赛场，扬起一片尘土。林英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紧张的不得了，一双大眼睛眨也不眨的紧紧盯着场上的两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此时此刻，他满心都是对玉丝的担忧。正在林英全神贯注之时，忽然听到身旁传来一阵轻柔的话语声：“
原来是许淑妍缓缓走到了他身边，轻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这场比赛玉丝会赢得胜利哦。”林英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浑身一颤，待看青来人是许淑妍后，才稍微松了口气。只见少年抿着红润的小嘴，软乎乎的回应道：“玉丝哥哥肯定会赢的。”许淑妍听到林英如此斩钉截铁的回答，不禁微微一笑。她凝视着眼前这个如同瓷娃娃一般精致的小人儿，放低声音好奇地问道：“看起来你和玉丝的关系很不错。”林英微微一怔，随即撇了撇嘴，小声嘟囔道：“还算可以吧。”心里却暗暗想着：“哼，就算再好，也肯定没有你和他以后的关系好吧。”就在这时，只见远处尘土飞扬，马蹄声响彻云霄。原来是玉丝和宋寻已经折返回来了，他们风驰电掣般的朝着这边疾驰而来。少年全神贯注地盯着逐渐靠近的两人。终于，经过一番激烈角逐，玉丝技高一筹，率先驾驭着骏马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回来。他身姿矫健，仿佛与胯下的宝马融为一体，散发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气势。耶！少年兴奋得满脸通红，心跳如同擂鼓一般砰砰作响，刚想扯开嗓子大声欢呼，却忽然听到脑海中传来一阵冷冰冰的声音：“林英，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紧接着，那个毫无感情色彩的机械声继续说道：“你的人设在之前的情节发展中已经崩掉不少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影响整个故事的走向。第16章，给你当小弟。”系统的话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少年原本激动万分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他的欢呼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沮丧和失落。此刻，他像个木头人似的呆立在原地，心中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不该上前去找玉丝。而在一旁的许淑妍则满是狐疑地望着少年，完全搞不明白他为何突然间变得如此消沉落寞。许淑妍皱起眉头，轻声问道：“你怎么了？”少年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一只被吓坏的小绵羊一样，一动也不动。此时，玉丝下马走了过来，看着眼前发呆的少年，冷声问道：“怎么了？”林英抿下嘴巴，小声小气地问系统：“系统，我要怎么办 ？”对他冷淡一些就好了。少年听闻，抬起脑袋，漂亮的眸子看着对方，干巴巴地说道：“恭喜你。”玉丝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个态度突然大变的少年，疑惑地皱了皱眉，冷声问道：“身体不舒服吗？”“没有。”林英说完，继续说道：“我要去上个厕所，我自己去就好了。”说完，不给对方反问的机会，少年哒哒哒的就往厕所跑去。男生看着少年离去的背影，眼底暗了暗，闪过一抹幽光。林英跑到厕所后，在厕所待了好久，撅着嘴巴，委屈的朝系统问道：“可以了吧？”系统满意了：“你一会儿去找宋寻，安慰他。”林英听见系统居然给他分配这个破任务，立刻反驳道：“什么？我不要！”系统阴恻恻的说道：“这是主线任务，你不做的话是要有惩罚的。”少年听完，耳朵尖颤了颤，小声追问道：“什么惩罚？”系统笑了笑，恐吓道：“电流惩罚你要吗？你要电我？”林英赶紧拒绝道：“不要，我不要。”系统催促道：“不要还不赶紧去！”少年瘪着嘴巴，气鼓鼓的跟着系统的指引来到了2楼。系统说宋寻就在2楼。敲门，只见那位少年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那白皙娇嫩的小手，轻轻地抬起手指，然后又缓缓落下，发出咚咚咚几声清脆而细微的敲门声。不多时，只听嘎吱一声响，面前的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隙。紧接着，一个身材高大健硕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宋寻竟然就这样光着上半身，仅在下半身随意围了一圈浴巾，便大大咧咧的前来给少年开门了。林英的目光瞬间就被吸引住了，直直的落在了宋寻那线条分明、坚硬如铁的腹肌上。这完美的肌肉线条仿佛散发着一种无形的魔力，使得他整个人都呆立当场，无法移开视线。渐渐的，他那张原本白皙粉嫩的小脸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通红起来，就像熟透的苹果一般诱人可爱。林英下意识的抬手捂住双眼，嘴里还气鼓鼓的嗔怪道：“哎呀，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说完，他做事就要转过身去逃离这个尴尬的场景。然而，宋寻又怎会轻易放过他呢？只见宋寻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少年纤细的手腕，稍稍用力一拽，便轻轻松松地将其拉入屋内。啊！伴随着少年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响起，那扇门也随之砰的一声紧紧关闭。此刻，少年满脸惊恐之色，瞪大眼睛望着眼前近在咫尺的男生，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宋寻却丝毫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反而直接将眼前小人儿狠狠地抵在了冰冷的门板之上。他张开双臂，稳稳地撑在少年身体两侧，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近距离凝视着少年因害羞而愈发娇俏动人的面容，宋寻嘴角扬起一抹坏笑，似笑非笑地调侃道：“你脸红什么？”林英本来就被吓到了，突然间一股强烈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将他紧紧地笼罩其中。他惊恐万分，本能地伸出双手，想要推开眼前这个高大的身影。然而，当他的小手触碰到那坚硬的胸膛时，仿佛瞬间被电流击中一般，猛地缩了回来。你放开我！林英结结巴巴地喊道，声音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啊！宋寻挑起一侧眉毛，嘴角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眼中满是戏谑之意。我可还什么都没做呢。林英这才意识到，对方只是用身体笼罩住了自己。他红着小脸凶巴巴地说道：“你起开！”男生嗤笑一声，似笑非笑地说道：“起开？我就不起开你怎么样？”你……林英水汪汪的大眼睛瞪着男人，气呼呼地说道：“你要干嘛？”宋寻突然笑了笑，故作无辜地问道：“这句话不应该我来说吗？不是你主动来找我的吗？你想干嘛呀？”少年被噎住了，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小声说道：“你和玉丝比赛输了。”看到少年说起这句话，男生微微蹙着眉，满脸不悦地开口说道：“你不会是来嘲讽我的吧？”“我才没有。”林英看了一眼他，恶声恶气地说道：“我是来安慰你的，输了不重要。”男生听闻，扯了扯嘴角，反问道：“你这个语气像是安慰人的。”系统跳出来提示道：“好好说。”林英深呼吸一口，软乎乎地说道：“我真的是来安慰你的，输了没关系，玉丝只是运气好而已。”林英一边说着违心的话，一边抬头，用那双漂亮的眸子看向男生。男生听见少年软软糯糯的声音，下意识地滚了滚喉咙，他狼眸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小人儿，声音低沉地开口说道：“你来安慰我？为什么？”系统提醒道：“给他当小弟，看中他有钱了。”少年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小声小气地说道：“你知道的，我家里穷，我想给你当小弟。”说完，少年小嘴紧抿，做出一副乖巧的模样，眼巴巴地瞅着宋寻。第17章，你身上的味道很香。宋寻听闻，眉头上挑，疑惑地问道：“给我当小弟？”说着，男人上下打量着少年的小身板，最后扯了扯嘴角，戏谑地说道：“你这小身板，我一个打10个，你说说你能干什么？”林音！少年气的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可恶的男人，居然敢嘲讽他！我能？林音说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突然脑子一抽，软乎乎的说道：“我能安慰你啊，以后你要是又被玉丝打败了，我还可以安慰你。”宋寻，我谢谢你啊。林英说完，并没有受到反驳，于是接着说道：“你要不要我做你小弟啊？”宋寻没有说话，就那么定定的看着他。少年顿了顿，继续问道：“怎么不说话？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先走了。”宋寻突然笑了起来，反问道：“谁说我不愿意？”只见那个男生缓缓地扯动了一下自己的嘴角，露出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来。紧接着，他毫无征兆地俯下身去，将自己的头颅凑近至少年的耳畔旁。伴随着这个动作，一股炽热的气息瞬间喷涌而出，直直地洒落在少年那敏感而娇嫩的耳垂之上。随后，只听见男生刻意压低嗓音，轻声说道：“从今往后，你可就是我的小跟班喽，记住一定要乖乖听话哦。”男生火热的气息喷洒在少年耳朵上，不断灼烧着少年的耳部肌肤，惹得林英浑身都觉得极不自在，于是软软的说道：“知道了，你先起来啊。”一边说着，
少年还一边小心翼翼地侧过头颅，想要尽量避开男人那过于亲昵且炙热的气息。哪曾想，少年的这番举动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令男生变得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只见男生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而略带嘶哑的闷哼声，接着用一种充满磁性但同时又带着几分暧昧不明意味的语气说道：“别动了。”这简简单单的3个字，此刻听起来却是那般黏糊与沙哑，仿佛其中正蕴含着某种极力被压抑着的情绪一般，听得少年面红耳赤的不敢继续动了。宋寻见面前的小人儿如此听话，心情大好，愉悦的说道：“你还没回答我呢。”少年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茫然的反问道：“什么呀？你刚刚脸红什么？”男人边说着，一边缓缓抬起头来，一边伸出自己那双修长有力的大手，轻轻捏住少年的下巴，让其不得不面对自己。“L。”宋寻的嗓音低沉沙哑，仿佛带着某种魔力一般。“你刚刚脸红什么？”被这样近距离注视着，林英只觉得心跳加速，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起来。他努力想要挣脱开对方的钳制，但无奈力量悬殊太大，根本无法动弹分毫，于是只好不停眨巴着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结结巴巴的小声辩驳道：“我没有，没有。”听到这话，宋寻挑了挑眉，显然并不相信少年的说辞。紧接着，他毫无征兆的突然将脸凑得更近了一些，近到2人之间几乎可以感受到彼此温热的呼吸。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林英吓了一大跳，他本能的想要往后退去躲避，可身后早已无路可退，最终只能无助的站在原地，任由这个强势的男人肆意打量着自己。此时的宋寻犹如一头正在审视猎物的野狼，那双深邃锐利的狼眸微微眯起，目光如同2道冷电般在林英身上来回扫动，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少年，白白的，软软的，像个漂亮的小姑娘，幼弱还爱哭。就在这时，宋寻不知为何突然低下头，在少年纤细优美的脖颈处轻轻嗅了嗅，动作优雅而又霸道，就像是一头狼王在巡视属于自己的领地一样。这一举动顿时让林英浑身一颤，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瞬间涌上心头，使得他再也顾不得其他，开始拼命地扭动身体挣扎起来。察觉到少年的反抗，宋寻眉头微皱，脸色一沉，口中冷冷地吐出2个字：“别动。”语气虽然不重，但其中所蕴含的威严却让人不敢违抗。林英气鼓鼓地瞪着他，瘪着小嘴说道：“凭什么？”男人反问道：“不想给我做小弟了？”少年一听，犹豫片刻后乖乖的不动了，任由男人在自己颈间闻来闻去。良久，似乎是狼巡视完了领地，宋寻滚了一下喉结，低声说道：“柑橘味儿。”听到这话，某个小人儿红着眼睛看向男人。男人抬起头，看着少年懵懵懂懂的小脸，突然觉得身体燥热的不行。他压抑着身体的燥热，哑着声音说道：“你身上的味道很香。”少年听完，身子瞬间僵硬住了，他抿了抿嘴巴，小声说道：“是沐浴露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林英觉得屋子里的氛围好奇怪，感觉好热啊。突然，他觉得腰间传来异样的感觉，少年猛了一下，下意识地往下看去。下一秒，啪的一声，林英给了宋寻一个嘴巴，狠狠地推开了男人，随即开门离开了。宋寻一时不察，被推开了不说，还被打了一个嘴巴子。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少年已经离开了。男人懊恼地摸了摸被少年打过的地方，站起身走进了浴室。少年气鼓鼓地从男人的房间里出来了，他红着眼睛愤愤地朝系统抱怨：“这是什么破任务呀？”林英委屈死了，宋寻不是主角公吗？怎么还对他？少年气呼呼地说道：“宋寻脑子有问题，我才不要给他当小弟呢。”系统此刻也是很无语，这句情崩的他妈都认不出来了，这怎么都不按剧情走呢？系统只能努力地稳住少年，这可能只是个意外。林英才不信呢，他气鼓鼓地说道：“你就说怎么办吧。”系统沉默了，他能说他不知道吗？系统沉默片刻，提议道：“算了，你先别走宋寻这条线了，去找许淑妍吧。”第18章食堂风波。少年抿了抿嘴巴，只能这样了。就在这时，玉丝突然叫住了他。
林英。少年回过头，见到玉丝的一刹那，莫名有些心虚。他缓缓地走过去，小声说道：“玉丝哥哥。”玉丝现在林英面前，看着少年有些潮红的脸颊，男人眼底暗了暗，低声问道：“你干嘛去了？”“啊，我去厕所了呀。”少年有些心虚地回答着，还时不时地偷瞄男人，生怕对方不知道自己在撒谎。玉丝听闻，神色未变，他抿了抿薄唇，看着眼前因为撒谎脸颊更红的少年，低声说道：“回去吧。”见对方没有追问，少年微微松了一口气，慢吞吞地跟在男人身后，一同下了2楼，换完衣服准备离开。就在这时，许淑妍注意到了二人，眯着眼睛微笑着打招呼：“玉丝同学，林英同学。”林英点了点头，是做回应。玉丝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并不打算理会。林英见状，小声朝系统说道：“我感觉玉丝不是很喜欢许淑妍啊。”系统淡淡的回答：“正常，主角受这时候谁也不喜欢。”某个小鬼听到后，撅着嘴巴傲娇的说道：“是吗？我觉得他很喜欢我啊。”系统，呵呵。许淑妍缓缓的走了过来，朝林英说道：“林英同学脸颊有些红，是不是生病了？”少年听闻，磕磕绊绊的说道：“没有呀，我就是太热了。”许淑妍突然问道：“有兴趣加入学生会吗？”“进。”答应他。系统赶紧说道。林英漂亮的眸子看了看身边的玉丝，见男生没有什么表情，于是小声说道：“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啊。”许淑妍笑了笑，温柔的说道：“林英同学长得这么好看，当个门面也很好呀。”少年听闻，雪白的小脸微微泛红，他小声说道：“哪有？”某个小鬼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和系统说道：“许淑妍好会说话啊。”许淑妍笑着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此时，一旁的玉丝看着某个小鬼和别人谈笑风生的模样，顿时脸色有些微微沉了下来。他低声说道：“去吃饭吧。”说完便直接抬脚离去。林英见状，赶紧便许淑妍说再见，然后紧紧地跟了上去。许淑妍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嘴边泛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少年小跑着追上了玉丝，见男人刚想有些不高兴的模样，小心翼翼地问道：“玉丝哥哥，你怎么了？”玉丝听闻，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收回视线继续走。少年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对方是主角兽，性格就是这样。于是林英调整好状态，又黏黏糊糊地凑上去，小嘴巴巴道：“玉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丝最后突然停下了脚步，林英一时不察撞到了男生的后背上，还不等他说什么，玉丝就转身直勾勾地看着他。玉丝有些冰冷地问道：“喜欢许淑妍？”“啊？”林英被问懵了，眼睛瞪得圆圆的，呆呆地看着对方。见少年一副懵懂的模样，男生耐着性子又问了一遍：“喜欢他？”少年这才反应过来对方说的是什么，于是摇着脑袋，都要摇成拨浪鼓了。他赶紧反驳道：“我不喜欢他。”玉丝听见少年这么说，表情缓和了很多，但依旧还是有些冷。“以后离他远点。”男生淡淡的说道。林英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他歪着脑袋疑惑的问道：“为什么？玉丝哥哥不喜欢他吗？”听到少年的询问，玉丝毫不遮掩的说道：“对，我不喜欢他。”林英听闻，疑惑的问到系统：“怎么回事呀？”许淑妍，这也不行啊。系统此刻也是一脸懵逼。按理来说，许淑妍应该是最好攻略的，因为她是原书里少有的对主角兽没什么伤害的主角攻。系统想了想，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主角兽嘴硬上，于是朝林英说道：“没事，他嘴巴硬，没准心里可喜欢了呢。”听到系统这么说，少年勉强接受了。就在这时候，他们不紧不慢地来到了宽敞而明亮的食堂。两人刚刚走到排队打饭的窗口前，正准备伸手接过餐盘时，突然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犹如一道惊雷在耳边炸响，瞬间打破了原本嘈杂但有序的场面。一时间，整个食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的目光都如同被磁石吸引一般，齐刷刷地落向同一个地方。众人定睛一看，只见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男生正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这个男生身材瘦瘦小小，看上去十分单薄，此刻正满脸惊恐地
对着面前另一个高大许多的男生不停地弯腰鞠躬，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原来他不小心将手中端着的饭菜泼洒在了对方身上，不仅弄脏了衣服，就连鞋子也未能幸免。那位被饭浇到的男生，他一脸冷漠，面沉似水，那冰冷的神情让人不寒而栗。他胸前别着一枚银色的胸针，虽然上面并没有镶嵌宝石，但是林英偷偷观察过，有银色胸针的学生也是很少的，这说明这个人地位不凡。我靠，你是不是眼瞎啊？这么宽的路不走，偏要往我赵哥身上撞。旁边一个染着黄发的男生率先跳出来指责道，他一边帮着被泼饭的男生擦拭身上的污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那个瘦小的肇事者。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给您洗干净行吗？瘦小的男生声音颤抖着说道，他的头几乎快要低到地面上去了，身体也因为害怕而微微发抖。黄毛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语气充满了不屑与愤怒，真服了你了，你知道这双鞋有多贵吗？就凭你能洗得干净，你拿什么来赔？真是晦气，也不知道学校怎么想的，招这么多穷鬼学生进来干嘛？平白无故影响我们的心情。赵哥身边的男生们还在说着那个小男生都要碎掉了，也没有人能帮他，他只能无助地站在原地，泪水不停地从眼眶滑落，一边哽咽着向男生道歉。第19章举报。一旁的林英紧紧抿住自己粉嫩的小嘴，心中充满了矛盾与纠结。虽然他很想帮忙，但是他和玉思也都是穷学生。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赵哥终于缓缓地开了口：哼，小子，今天算你运气好，小爷我大人大量，可以暂且饶过你这一回，不过吗？说到这儿，赵哥故意顿了顿，脸上浮现出一抹阴险的笑容，接着说道：你把地上的饭菜都舔干净，我就放过你，怎么样？是不是很合理？赵哥此言一出，原本嘈杂喧闹的食堂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绝大多数同学都像看戏一般兴奋地望向这边，眼中闪烁着好奇、嘲讽甚至幸灾乐祸的光芒。只有少数心地善良的平民学生望着那可怜巴巴的小男生，眼底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同情之色。男生艰难地说道：我可以帮你洗衣服。哦？赵哥挑了挑眉，冷笑一声道：不好意思啊，这套衣服我早就不想要了，难不成你还想赔偿我的损失不成？说罢，赵哥双手抱胸，一脸得意洋洋地盯着小男生，显然是打定主意要好好羞辱他一番。林英此刻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他拿出手机，偷偷给许淑妍发了一条消息：林英，许会长，作为一名即将成为学生会成员的预备成员，我举报食堂这里有人霸凌同学。发完，林英勾了勾小嘴，狗狗碎碎地收起手机，软软地缩在玉思身边。这还是他第一次打小报告呢，有点激动。玉思自然也看见了少年的举动，他微微攥紧了拳头，是他现在太弱了。让林英没想到的是，他消息刚发出去，就听见了许淑妍的声音：赵光同学，无故霸凌同学是要记大过处分一次的。许淑妍宛如一颗耀眼的明星，突然从拥挤的人群中缓缓走了出来。只见他身着那套象征着学生会身份的洁白制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男生步伐从容不迫，每一步都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威严。此时，被欺负的小男生抬起头，看向许淑妍的目光就像是在看救世主。啊！我说许会长，你说我在欺负人？赵光此刻也气得不行，他冷声说道：你没看见是他把饭撒我身上了吗？我没看见，我只看见你在欺负他。如果他弄脏了你的衣服，你可以让他洗，何必这么为难人家呢？许淑妍狭长的狐狸眼微微眯起，嘴边挂着一抹笑容：你的行为会给圣斯顿学院抹黑。赵光看着对方的模样，气得牙痒痒，装什么臭清高，明明和我们一样看不起这群穷学生，今天抽风了出来管他。男生深吸口气，冷笑一声，看了看许淑妍，又看了看那个小男生，低声说道：好，很好。男人朝着身后的几个跟班说道：我们走。说完，几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食堂。许淑妍余光看了一眼男生，随即转身和被欺负的小男生微笑着说道：没事了，
以后遇见这种事就找学生会。谢谢许会长。小男生激动的不停的鞠躬。许淑妍注意到少年还在看这边，于是伸出手扶住对方。你走吧。许淑妍脸上挂着笑容，不紧不慢的说道。小男生听闻，转身离开了。许淑妍这才迈着步子往林英这边走来，看了少年一脸崇拜的看着自己，男生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容。解决了。许会长，你好厉害啊。林英嘴角上扬着，笑眯眯的看着对方。反倒是一旁的玉思静静的看着对方，没有人比他更知道对方的伪善。许淑妍听闻，微笑着说道：哪有，是我的小会员及时告诉我，我才能这么及时的处理这件事。此时一直没说过话的玉思突然说道：许会长是挺及时的，英英发完消息您就到了。此话一出，气氛顿时僵硬了起来。许淑妍柔和的目光落在了玉思身上，就连林英也察觉到哪里不对了。许淑妍动作这么快，除去她会瞬间移动，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她当时就在食堂。林英眨了眨眼睛，猛猛地看着许淑妍。既然一开始就在，为什么不直接出来，反而等到他来找他呢？如果他不找他，那么许淑妍是不是就不会管这件事情了 ？XL。林英止不住的胡思乱想，对许淑妍的态度也有些冷淡了些。许淑妍见状，直接大方的承认道：是的，因为我当时就在食堂，只不过我当时在听音乐，看见手机的消息才知道食堂发生了什么。此话一出，某个单纯的小鬼就相信了，他抿了抿小嘴，小声说道：原来是这样呀。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许淑妍朝少年说道：抱歉，临时想起来我有点事情要去处理，我先失陪了。说完，许淑妍直接转身离开了。林英一脸疑惑的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小声嘟囔道：许会长他好像很着急的模样，果然是憋坏了吗？玉思听闻，忍不住还笑一声。见玉思笑话他，少年撅着嘴巴，别别扭扭的说道：怎么了吗？本来就是许会长是去的洗手间呀。玉思笑了笑，看了一眼洗手间的方向，他眯了眯眼睛，别人不知道，他可知道许淑妍是去洗手了。许淑妍站在洗手池面前，蹙着眉头，狠狠地搓着自己的手，刚刚摸了那个小男生的衣服，真是脏死了。卑贱的劣等人！他有非常严重的洁癖，觉得身边所有人都很脏，尤其是那些穷学生。男生一遍遍地清洗着，直到最后拿出兜里的手帕，轻轻地擦拭以后，随手扔掉了。男人想着，如果不是少年给他发了消息，他才不会管那个穷学生平白无故惹上一股穷酸味儿。只是他没想到，那个玉思真是让人厌恶的很。许淑妍缓缓地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间笑了起来。第20章，想换个同桌试试。林英和玉思吃完饭，回宿舍休息了一会儿后，准备去上课。到了班级，少年落座后，系统朝林英说道：我跟你说，你是个恶毒男配，很快就要到你使坏的时候了，不要和主角兽走的那么近。林英听闻，板着小脸，气鼓鼓的，不想和系统说话。玉思坐在少年身边，见少年似乎是不开心的模样，低声问道：怎么了？听见玉思问自己，少年抿了抿嘴巴，闷声说道：没什么。玉思点了点头，随后站起身走了出去。一旁的宋寻见玉思终于走了，立刻眼巴巴的凑过来，朝林英说道：你上午为什么走？林英见这个讨人厌的家伙又过来了，本来心情不好的少年紧紧的抿着嘴巴，并不想搭理他。我同意你做我的小弟了。宋寻见少年迟迟不说话，于是主动说道：但是我有个条件，你给我离玉思远一点。林英听见对方这么说，立刻气鼓鼓的说道：你答应他？系统突然打断少年。林英抿了抿嘴巴，小声问道：为什么？宋寻看着少年精致的小脸，犹豫片刻，语气硬邦邦的说道：我不喜欢他。少年气急了：你不喜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让我离他远一点干嘛？少年顿了顿，找借口应付道：可我们是室友，而且还是同桌。宋寻听闻，挑了挑桀骜的眉毛，低声说道：这些座位都是随便坐的。男人边说着，边拉起少年的手，扯到了自己座位身边。现在你是我的同桌了。林英就那么呆呆的任由男人扯了过来，
想要反驳又不知道怎么说。系统猜测道：“肯定是嫉妒你跟主角兽走得太近了，所以特意把你支开，是这样吗？”林英呆呆地看了一眼宋寻，此时男人正咧着嘴朝他笑，就像一只将兔子叼回窝的狼。系统激动地说道：“太好了，我觉得剧情已经挽回了那么一点，你现在就对主角兽冷淡一些，让他知道你就是一个贪财的小人。”林英听到系统这么说，心里有些闷闷的不开心。就在这时，玉丝从外面走了回来，一眼就看见了宋寻身边的林英，顿了一下，缓缓地走到少年身边，低声说道：“怎么换地方了？”林英见到玉丝的一刹那，微微垂下眸子，根本就不敢看对方。听见对方这么问，少年顿了顿，小声说道：“想换个同桌试试。”玉丝听闻，眼底的阴郁之色愈发的浓烈，他缓缓地转过身，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男生的背影落寞又可怜，少年余光瞥到一幕，顿时困得有些难受。他紧紧地捏着小手，努力不去想这件事。宋寻见状，心里开心极了，他大手直接揽过少年的肩膀，低声说道：“做得好，以后离他远一点。”L 少年听闻，看了一眼男生揽着自己的手，有些难受地垂着头，没有说话。此时，玉丝坐在座位上，沈岩走了过来，语气嘲讽地说道：“呵呵，真以为自己魅力这么大？林英自然喜欢和有权有势的人在一起，至于你，不过就是个不起眼的邻居而已。”男生嘲讽完之后就离开了。玉丝放在桌前的手紧紧地攥着，他的眸子愈发的冰冷。他真是疯了，明知道林英是个什么样的人，居然还对对方放不下。在原书里，他可是没少欺负他。玉丝此刻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他看了一眼少年娇小的背影，双眸渐渐的暗淡了下去。留不住就算了，反正也不差他一个，不过就是个长得有点好看的小东西而已。此刻，林英正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目光随意地投向窗外。而另一边，宋寻因为有事临时离开了教室。就在这时，宋寻的那帮跟班们如同嗅到腥味的猫一般，簇拥着朝林英走了过来。“林英，听说你现在可是跟定宋哥了？”其中一人率先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和好奇。另一个人紧接着附和道：“嘿，你还挺有眼光的嘛，以后可得离那个玉丝远远的，整天就知道沉着一张脸，好像谁都欠他钱似的。”又有人插话进来：“就是，今天上午那事儿可把宋哥气得够呛，要我说啊，咱们得想个法子好好教训教训他才行。”林英默默地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玉丝的坏话，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无名之火。这些人居然当着他的面如此肆无忌惮地诋毁玉丝，甚至还要想方设法去给他使绊子，实在是太过分了。终于，忍无可忍的林英猛地站起身来，怒目圆睁，大声喊道：“你们！”然而，当他与众人的目光对视的那一刹那，原本积攒起来的气势瞬间泄了大半。面对那一道道的视线，林英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声音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你们带我一个呗。”听到这话，那群人的脸上先是露出一丝诧异，随后便哄堂大笑起来。“哈哈，行啊，既然你现在已经决定跟着宋哥混了，那自然没问题。”为首的那人拍了拍林英的肩膀，笑着说道。林英笑了笑，心里朝系统说道：“系统，他们是坏人。”没想到系统说道：“你这次真不错，我刚想让你加入他们，你就加入了。”林英，系统继续说道：“原书里，你这次跟着他们捉弄玉丝，把玉丝关进厕所隔间里，从上面倒水。”系统顿了顿，其实这是原书里入学1个星期以后的剧情，可是因为上午的赛马的蝴蝶效应，居然提前了。林英听闻，觉得这系统也是坏人，他才不要玉丝被欺负呢。于是，某个小鬼心里盘算着一个计划，阻止这群人捉弄玉丝。而远处的玉丝看着林英和那群人聊天后，脸色顿时阴了下来。林英果然要和他们一起给他使坏，原书里这幅场景真是让他历历在目。第21章，你是不是特别失望？玉丝坐在那里，视线直勾勾地落在少年那处，像是压抑不住心中的怒气一般。男生最终站起身，准备离开。看到玉丝起身走出门外，原本围坐在一起的几个人心领神会的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不约而同的也站起身子，迈着匆忙的步伐紧跟着向外走去。林英稍稍迟疑了一下，但很快便回过神来，急忙加快脚步追了上去。这时玉丝当然察觉到了身后紧紧跟随的几个人影，他微微扯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紧接着毫不犹豫的大步流星走进了旁边的卫生间。那几个人见状，心中暗自窃喜，男厕所里可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他们就算在这里狠狠揍他一顿，也不会有人发现。想到这里，他们愈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一个个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朝着男厕所走去。林英眼看着他们气势汹汹地冲进男厕所，心急如焚。等会儿他们真的动手打玉丝该怎么办呀？少年稍稍停顿了一下，随后咬咬牙，鼓起勇气，快步跟上前面的人，一同迈入了男厕所。然而当他刚刚踏进厕所门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惊呆了。只见之前还耀武扬威的那几个同学，此时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而玉丝则面无表情地站立在一旁，冷冷地凝视着门口的林英。少年整个人都怔住了，自从他认识玉丝以来，除了最初相识的那段时间，玉丝从未曾用如此冰冷且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过他。你……林英似乎要说什么，可玉丝压根就没有想搭理他的意思，径直走了出去。少年在原地愣了半天，突然间啪嗒一声，泪珠从少年的下巴上掉在了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林英觉得委屈死了，他现在还没干什么呢，玉丝就讨厌他了。林英越想越委屈，小脸变得皱皱巴巴的，紧紧地抿着小嘴，忍着不哭出声来。厕所里的几个人正蜷缩在地，嘴里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显然被玉丝打得不轻。正在此时，一阵轻微的响动从隔间传来，少年出于本能的循声望去，紧接着只见一个身着黑色制服的男人慢悠悠地从里面走了出来。男人身材高挑，气质出众，尤其是那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制服更衬得他身姿挺拔。引人注目的是，他胸前别着一枚璀璨夺目的红色宝石胸针，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神秘的光芒。男人生得极为俊美，面容白皙如玉，五官犹如雕刻般精致，但眉宇间却流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妖异之气，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些流连花丛的风流公子哥。此刻他的衣服略显凌乱，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小片结实的胸膛，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激烈的运动。他步履从容地走出隔间，先是低头扫了一眼倒在地上的众人，然后将目光转向一旁的林英。当他看到林英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珠时，眼底深处的神色骤然一暗。接着他竟然若无其事地吹起了一声口哨，嘴角扬起一抹戏谑的笑容，对着林英吊笑道：“小弟弟，你可真是够辣的啊！”少年听到这话，眨巴着清澈的大眼睛，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男人胸口那颗耀眼的胸针上，而那个男人则眯起他那双狭长的狐狸眼，紧紧盯着林英那如蝴蝶翅膀般轻轻颤动的睫毛和上面的泪珠，薄唇微起，似笑非笑地继续说道：“不过嘛，就是有点太爱哭鼻子了。”说完，他便不再理会一脸茫然的少年，转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厕所。林英吸了吸鼻子，觉得对方多少有点大病，他揉了揉泛红的眼睛，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隔间里传来一道呻吟声。少年猛地顿住了，因为声音是从男人刚刚待过的隔间里传出来的。林英眨了眨眼睛，顿了顿，小心翼翼地走到那个隔间。里面的场景让他直接呆立当场，一个衣衫不整的男生穿着和他一样的制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穿裤子。男生似乎是察觉到了少年的目光，他微微抬起头，与少年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林英愣住了，他总感觉对方的气质特别像一个人。就在林英思考的时候，男生默默地把衣服整理好，紧接着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隔间，像个大受气包一样。饶是少年再傻，也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了，于是红着小脸赶紧离开了卫生间。系统此时提醒道：“刚才那个市公3沈修燕。”少年点了点头，疑惑地问道：“你刚刚怎么不介绍了？”系统顿了顿，低声说道：“你刚才在那里哭，我怕你骂我。”林英，呵呵。林英突然想到了什么，红着小脸朝系统问道：“刚才沈修燕是在？”
系统顿了顿，看着眼前那个单纯的小鬼，说道：“他的人设就是个风流公子哥，原书里也是，主角兽可不是他第一个男人。”林英听闻，突然替玉丝感到不值，于是气呼呼地说道：“哼，烂黄瓜。”系统继续补充道：“他就喜欢玉丝那一挂的清冷款的。”听完系统这么说，林英突然想起来，那个男生像谁来着？有点像玉丝。意识到这个之后，林英感觉老不好了，这烂黄瓜要是看见玉丝，不得纠缠他。某个小鬼此刻已经忘了沈修燕是主角公了，一心不想玉丝和沈修燕扯上关系。于是当天晚上回宿舍之后，在客厅没见到玉丝，某个小鬼哒哒哒的跑到玉丝门口敲门。玉丝听见声音后打开了门，看见是林英后，玉丝淡淡的问道：“有事？”林英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动了动嘴唇，到底没说出口，只能小声问道：“你今天在厕所有没有遇见谁？”玉丝听闻，定定的看了林英半天，最后突然笑了一声，冷声说道：“怎么，觉得是有人帮我打的人？我没挨揍，你是不是特别失望？”第22章冰袋。听见对方这么说，林英强忍着委屈，干巴巴问道：“有没有遇见谁？”“有。”玉丝冷冷的回答完，冷着声音问道：“还有别的事情吗？”少年听完男生说完有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小声说道：“那你离他远一点。”玉丝听完，就那么静静的看着少年，眼里几乎没有什么情绪。就在少年被对方看得有些毛愣的时候，男生突然淡淡的说道：“凭什么？”紧接着，玉丝在少年呆愣愣的表情之下，语气冷漠的说道：“你是我什么人？你凭什么管我？”说完，对方直接把门关上，将少年拒之门外。林英被对方对得哑口无言，呆呆的站在那里，想伸出小手拍一拍门，还是放下来了。他紧紧的抿着嘴巴，突然觉得眼睛酸酸的。玉丝说的对，他连对方的朋友都不算，凭什么管他？少年在男人门口站了好半天，最后迈着有些僵硬的步伐走回了房间。而少年不知道的是，他刚进房间后，玉丝的门就打开了一条缝隙。男人见少年走了回去，更生气了。林英回到房间后，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扑到床上就开始哭。系统见状，头疼的问道：“你哭啥？”少年才不打算搭理他呢，都怪他，得让他去讨好宋寻，现在玉丝都不理他了，呜呜呜。少年抱着枕头哭了好半天，最后还是在系统的安慰之下才好了许多。哎呀，你早点完成任务，你没准就可以回去了呢。听见系统这么说，少年将埋着的小脑袋挖了出来，小脸湿哒哒的朝系统问道：“真的吗？”少年本来就又白又嫩，哭了好半天，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还红红的，鼻子也哭得通红，睫毛湿哒哒的紧紧的粘在一起，看起来可怜死了。系统看着少年这副样子，心疼的不得了。虽然他这个宿主笨笨的，但是也是他的宿主呀。系统肯定的回答道：“真的，我不骗你。”少年听闻，吸了吸鼻子，缓缓的坐起身来，思考半天，于是决定好好做任务。玉丝不理他就不理他，他还不稀罕呢。哼，他从现在开始要做个冷漠无情的人。少年想开之后，觉得心情好多了，于是擦了擦眼泪，准备去洗把脸。谁成想刚出门就遇见玉丝了，少年这次理都不理，直直的走向了卫生间。玉丝看见林英的那一刻愣住了，少年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的样子。林英跟个小霸王似的，看也不看玉丝，洗完脸就走了出来。刚要回屋的时候，玉丝突然冷冰冰的问道：“你哭了？”林英仿佛被踩到尾巴的小奶猫，当即反驳道：“我才没有，你才哭了呢。”说完，少年抿了抿粉嫩的小嘴，气鼓鼓的冲回了屋子里。玉丝在原地站了半天，缓缓的走到冰箱处，拿了几个冰袋，来到少年门前。此时的林英还因为对方的一句问候差点破防，正在那里努力的憋着眼泪。突然听见一阵敲门声，直觉告诉他门外的人是玉丝，于是他撅着嘴巴不打算开门。于是等了半天，以为对方还会再次敲门的某个小鬼迟迟等不到对方敲门，顿时不开心了。他悄咪咪的站起来，走到门口，小心翼翼的把门打开，发现外面空无一人，
少年刚要生气，就听见系统说道：“地上。”林英愣了一下，缓缓地低下脑袋，看见了几个冰袋。少年顿了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哼，几个破冰袋而已，他才不稀罕。此时站在暗处的玉丝叹了一口气，刚准备把冰袋拿回去，就看见少年的门突然打开了一条缝隙，紧接着从里面探出一条纤细的胳膊，就像个偷零食罐子的小猫，掏了半天，摸到之后嗖的一下就把地上的冰袋拿了回去，紧接着关紧了房门。玉丝见状，缓缓地勾了勾嘴角，步伐轻快地回到了屋子里。此时林英看着手上的几个冰袋，吸了吸鼻子，缓缓地将冰袋放到了眼睛上，冰了一会，确实舒服了好多。系统看着眼前这个嘴巴硬的小鬼，忍不住说道：“不是不稀罕吗？”少年听闻，抿了抿粉嫩的小嘴，不说话装小哑巴，只是上扬的嘴角体现出少年此刻心情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几天，玉丝和他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缓和，而是陷入到了一种奇怪的氛围当中。比如说，每次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坐在一起，但是也离得很近。比如说，每次下课了之后，总是林英走在前面，玉丝就跟着他走在后面。比如说，每次玉丝在寝室做饭，都会留一部分，某个小鬼也脸皮厚的吃掉了。面对系统的质问，林英才不管呢，那就是玉丝给他留的，他不吃白不吃。而这几天，宋寻也一直没有出现。自从那天他离开教室之后，林英很久都没有遇见他了，倒是那个李允有事没事就来烦他。这种现状一直维持到今天。林英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就发现原本属于他的座位上坐了一个人，就是那天他在卫生间遇见的宫三沈修燕。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竟然坐在了他以前的位置上，就在玉丝的身边。林英都要气炸了，这个烂黄瓜居然和他抢座位。与少年完全相反的是，系统都要开心死了，终于有一个攻走上正常的道路上了，他真的很欣慰。此时沈修燕还在笑着和玉丝说些什么，玉丝居然还点头回应他。 PS 某个小鬼的幻想罢了，玉丝在那里一直做题。此时林英再也忍不住了，他抿了抿嘴巴，挺着小胸脯，气鼓鼓的走到沈修燕面前。沈修燕还在那里笑着和玉丝聊天，结果感觉到旁边站了一个人，于是转过头，结果发现一个漂亮的小家伙站在他面前，雪白的小脸鼓的跟个小包子一样。男人笑了笑，充满磁性的声音响起：“这要巧，今天不哭了。”第23章座位争夺战。听到对方说了什么，林英顿时觉得丢人死了，他红着小脸，气鼓鼓的说道：“我没哭。”听到沈修燕的话，玉丝原本正在奋笔疾书的右手骤然停在了半空中，手中紧握着的那支笔仿佛也感受到了主人情绪的波动，静静的悬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玉丝才极其缓慢的抬起了自己的眼皮，看向林英。林英什么时候和沈修燕认识的？男生眼底闪过一抹暗光。听到对方的否认，沈修燕嘴角轻轻上扬，勾勒出一个若有似无的笑容。他不再继续纠缠于刚才那个话题，而是稍稍压低了声音问道：“请问同学，你有什么事情吗？”系统看林英的架势准没好事，于是赶紧问道：“喂，你要干嘛？”林英顿了顿，自然没有回复系统。他注意到玉丝在看自己，于是抿了抿小嘴，小声说道：“你坐的位置是我的。”玉丝听闻，那双狭长的眼眸里飞快地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丝笑意稍纵即逝，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根本无法捕捉到他的踪迹。你的？沈修燕挑了挑眉，脸上露出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他先是环顾了一下四周那些空荡荡的座位，然后又将视线重新落回到林英身上，微笑着反问道：“据我所知，这里似乎并没有固定的座位安排吧？”面对沈修燕的质疑，林英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小手，捏住了自己衣服的衣角，用力地揉搓着，同时两条细细的眉毛也微微皱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川字。只见他略微提高了一点音量，但依旧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姿态，小声辩驳道：“可是我之前一直都是坐在这儿的啊！”看着对方小脸都气红了，
沈修燕来了一点兴趣，打算逗弄一下这个小家伙。可是我已经坐在这里了，而且这貌似没有写你的名字吧？沈修燕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的调侃道。接着他故意挑了挑眉，一脸戏谑的继续说，而且我喜欢和玉丝在一起坐着，同学，你还是换个地方吧。听到对方那句我很喜欢和玉丝在一起坐着，他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般呆住了，随后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猛地涌上心头，气得连眼眶都变得红彤彤的，仿佛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少年紧紧抿住自己的小嘴，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但声音里却还是带上了一丝丝难以掩饰的哭腔。他用微不可闻的音量小声嘟囔着，我的。少年的声音太小，男人没有听清，于是沈修燕稍稍凑近了一些，再次开口问道，什么？位置是我的，你走开。这次少年声音加大了好多，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沈修燕，这个烂黄瓜。少年此时眼睛红红的，还泛着点点水光，像是要哭了一般。这动静一时间所有学生的目光都聚集在少年身上，林英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他好像有点太显眼了。你在干什么？系统此刻都要癫狂了，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鬼阻挠主角谈恋爱。沈修燕见状，知道这小东西这是又要哭了，于是也不逗他了，缓缓地站起身子，调侃道，贝丫丫，一个座位而已，可不要哭鼻子哦。男人说道，径直走到了另一个座位坐下，似笑非笑地看着林英。反倒是林英突然被沈修燕搞得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是他把他赶走的，虽然本来就是，但是沈修燕走了，他突然又不太想坐到那个位置上了，毕竟他和玉丝的关系现在还怪怪的。于是林英犹犹豫豫的在那里站着，想坐又拉不下脸坐。玉丝见某个小鬼还在那里呆呆的站着，冷冷的提醒道，一会儿老师来了。林英这才像是给自己找好了借口一样，一屁股坐在了那个熟悉的位置上。少年坐到这里之后，怎么坐都觉得不舒服，他觉得玉丝一定在偷偷的笑话自己，于是他偷偷摸摸的看向玉丝，只见玉丝正在跟着老师一起记笔记。阳光打在玉丝的脸颊上，让男生的容貌柔和了许多。玉丝本来就生得清冷秀气，不说话的时候还怪吓人的。少年一时看呆了，玉丝好好看呀。系统看着某个小鬼露出花痴一样的表情，急忙提醒道，不许对主角受有非分之想。少年瞬间反应了过来，急忙擦了擦嘴边的不存在的口水。玉丝勾了勾嘴角，装作没看见。你个小色鬼，我说你怎么不好好做任务呢？你在这对主角受犯花痴，你知不知道你们两个撞号了？系统气得疯狂教训眼前的这个小鬼。林英听闻，立刻否认道，我没有。系统轻哼一声，不置可否。少年抿了抿嘴巴，漂亮的眸子眨了眨，他才没有对玉丝有非分之想呢，他就是觉得玉丝很好看而已。对，就是这样。某个小鬼这么想完，觉得放心多了。终于下课铃打响了，沈修燕走了过来，朝玉丝说道，玉丝，一会儿一起吃饭吗？玉丝本来想拒绝的，但是看见某个小鬼正仰着小脸，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于是顿了顿，点了点头，低声说道，好。嘎巴一声，林英觉得自己的心碎掉了，玉丝居然答应和沈修燕约会。是吃饭，系统纠正道。少年想阻止，可是想了想，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于是只能抿了抿小嘴，委屈巴巴坐在原地。玉丝本来以为少年会阻止或者加入进来，结果对方居然一句话都不说。男生顿时脸色一沉，坐在原地就开始看书，身边围绕着一圈冷气。坐在男生身边的林英似乎被冷气给影响了，他怯怯地看了一眼玉丝，疑惑地朝系统问道，我怎么感觉玉丝又生气了呀？我没惹她哦。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少年勾了勾嘴角，对了，肯定是沈修燕惹到他了。嘻嘻，太好了。第24章历史重演。某个小鬼还在那里沾沾自喜，丝毫没反应过来玉丝究竟是因为什么生气。而玉丝本就怒火中烧，心情糟糕透顶，偏巧这个小鬼竟然还不知死活的在一旁傻笑个不停。看到这种情形，玉丝心中的火气愈发旺盛起来。难道说看到自己和沈修燕一同外出用餐，
这小呆子就这么开心吗？只见玉丝紧紧抿住那薄薄的嘴唇，一言不发地坐在原地，独自生着闷气。然而此时此刻，少年却满心欢喜地盘算着，既然玉丝已经这么生气了，等会儿肯定不会再与沈修燕一起去吃饭了怕。谁曾想下课铃声一响，沈修燕便径直走向玉丝，并邀请他前去用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玉丝居然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水灵灵地跟着对方离开了。少年瞪大了那双原本圆润可爱的眼睛，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情，眼睁睁地望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瞬间，他的小嘴一撇，眼眶里渐渐泛起泪花，仿佛随时都会哭出来似的。与此同时，玉丝正缓缓地走在沈修燕身旁，看似在专心聆听对方说话，但实际上却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当他们走到一个拐角处时，玉丝不经意间用眼角余光瞥见了身后那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是刚才那个令他气恼不已的小呆子。发现对方正小心翼翼地跟踪着他俩之后，玉丝心头的怒意竟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大半，脸上紧绷的线条也逐渐变得柔和起来。一旁的沈修燕还以为是因为自己，玉丝的脸色才缓和了不少，于是笑着说道：“玉丝和那个小同学关系看起来不错。”玉丝点了点头，冷声说道：“还行。”见对方回自己了，男人充满磁性的声音响起：“其实那个小同学也挺可爱的，虽然脾气有点暴躁。”岂料玉丝听闻，表情微微泛着一丝寒意，他抬起冰冷的眸子，直勾勾地看着对方，冷声说道：“离他远点。”说完，玉丝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沈修燕愣了一下，自己刚才居然被自己的猎物给吓到了。男人玩味地笑了笑，他还没把对方拿下呢，对方就开始吃醋了，于是扯了扯嘴角，跟了上去。而跟在二人身后鬼鬼祟祟的少年，看见玉丝抛下沈修燕独自往前走，嘴角忍不住上扬。他就知道玉丝绝对不会喜欢那个烂黄瓜的，于是少年赶紧又跟了上去。到了食堂之后，少年依旧是鬼鬼祟祟的打饭，眼看着玉丝和沈修燕坐在了一起，少年着急忙慌的想挑一个离得近的位置。哪曾想，砰的一声，他手里的饭不知道被谁撞了一下，直接飞了出去，拍到了一个男人的身上。此时整个食堂变得鸦雀无声了起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在前几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唯一不同的是，他从旁观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少年愣了一下，抬起头看向对方，只听见一道机械的声音响起：“将将！”天空一声巨响，公义闪亮登场。公义江毅，家里世代从商，年纪轻轻就接手了家族企业。原书里，他是最早和主角受确定关系的男人。听完系统的介绍，林英心里只剩下3个字：完蛋了。这次找许淑妍都没用了。看着对方胸前的黑色宝石胸针，少年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他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怯怯地看向对方。江毅面容棱角分明，线条冷硬，看起来是一个很稳重的人。而此时，他冷冷地看着面前这个泼了自己一身饭菜的娇小少年，沉默不语。对不起。林英水汪汪的大眼睛此刻弥漫着雾气，卷卷的睫毛不停地跟着抖动。少年小声地朝男人道歉。见男人一直不吭声，少年委屈地瘪着嘴巴，紧接着豆大的泪珠就掉了下来。江毅紧紧地拧着眉头，脸色阴沉的不行，他都没说话呢，眼前这个小东西倒是哭上了。此时，就在少年手足无措的时候，玉丝走了上来，紧紧地拥住少年，看向江毅。此时江毅脸色阴沉至极，见小家伙的同伴来了，对方甚至面带不善地看着他。很抱歉，他不是故意的，我可以帮您洗，或者打个欠条赔给你。玉丝冷冷地说道。江毅冷嗤一声，看着眼前这个替小家伙出头的男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欺负的少年，于是冷声说道：“为什么要你洗？为什么要你赔？不是他干的吗？”听见男人的话，缩在玉丝怀里的少年忍不住颤了一下身子，抿了抿粉嫩的小嘴，缓缓地走了出来。我可以给你洗，我也可以赔给你，但是我现在没钱。能打个欠条吗？少年声音小小的，根本不敢看对方。就在这时，一旁的沈修燕走了过来打圆场：“哎呀呀，阿姨你怎么回来的？怎么都不说一声呀？”
小同学估计不是有意的，你别和他计较了。你瞅瞅你，给人家吓的，本来就喜欢哭鼻子，你这一吓唬他，一会儿又要哭了。见沈修燕走了过来，男人顿了顿，到底给了对方一个面子，低声说道：“我先走了，有时间再聚。”沈修燕笑眯眯地和对方告别，然后走到林英面前，突然伸出去捏住少年的下巴，用力向上一抬，少年那张湿哒哒的小脸完全暴露在男人视线之下，啧，哭得真可怜。沈修燕刚想捏捏对方的小脸，直接被玉丝打开了。玉丝将少年拉到自己身后，冷冷地看着对方。沈修燕见状，无辜地耸了耸肩，低声说道：“好，我不碰他。”从刚才玉丝冲出去护着那个小家伙的时候，他才看出来对方是喜欢那个小家伙，怪不得让他离林英远点呢。玉丝听闻，脸色这才缓和了许多。他看了看林英，发现对方哭得稀里哗啦的，于是伸出手给他擦了擦眼泪。第25章，你离他远一点。玉丝见怀里的小人儿还在抽抽噎噎，于是带他来到一旁的座位上坐下，低头说道：“你在这里等会儿。”说完，在林英不解的目光当中离开了。就在少年以为对方彻底走了的时候，只见身体修长的男生戴着橡胶手套，拿着工具就去清理少年刚刚打翻在地的饭菜。少年愣了一下，睫毛上挂着泪珠，眼巴巴地看着玉丝。系统见状，止不住地夸赞道：“主角受真是勤奋又道德。”这句话落到少年耳朵里，就好像系统正揪着他的耳朵大声呵斥道：“瞧瞧人家多勤快，再看看你这个只知道好吃懒做的家伙。”想到这里，少年的小脸顿时涨得通红，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子，用力吸了吸鼻子，试图止住那不听话的泪水，然后毫不犹豫地迈步朝着玉丝所在的方向快步走去。玉丝见少年突然间过来了，皱着眉说道：“不用你回去坐着。”少年抿下嘴唇，语气硬邦邦地说道：“不要，这是我弄的，我要收拾。”玉丝见状也不再阻拦，于是两人一起开始清理地面。沈修燕动作缓慢地向后挪动脚步，最终静静地站定在了一旁。她微微抱起双臂，将宽阔的肩膀耸起，眼神冷漠而略带戏谑地凝视着那正一同忙碌着的两人。只见他不由自主地扯动了一下嘴角，流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轻蔑笑容。就这么个小不点儿，居然还敢跟自己抢人，毛都没齐吧？这般想着，沈修燕的目光愈发肆意起来，开始仔细地端详起那个少年来。不得不承认，这小东西长得还挺好看的，眼睛又圆又大，皮肤又白又嫩，看着软乎乎的，跟个棉花糖一样。只是可惜啊，这孩子太过爱哭了些。沈修燕向来对那些动不动就哭得稀里哗啦、抽抽搭搭的男生深感厌烦。然而，面对眼前这个同样爱哭鼻子的少年，他却莫名的并未产生丝毫的反感之情。一时间，沈修燕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一直喜欢的是玉丝这一挂的男生，那种看似难以接近，实则充满挑战性的类型，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激发他内心强烈的征服欲望。反观这个小不点儿，实在是过于天真单纯，恐怕只需稍稍勾勾手指头，对方可能就会主动凑上前来了。如此轻易便可得到手的猎物，反倒让沈修燕觉得有些索然无味。此时，被人觉得索然无味的林英，正在那里辛勤地收拾眼前的残局，突然感觉一道炽热的目光正在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少年小动物的敏锐感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他动作一顿，缓缓地看向沈修燕。男人正看着少年出神，突然间，他与少年投来的目光交汇在了一起，这让他不禁微微一愣，似乎没有想到少年会如此直接地望向自己。但仅仅只是片刻之后，他的嘴角便扬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那笑容中带着几分不羁，又透着些许让人难以捉摸的深意。林英见状，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要不是因为他怎么可能会把饭打在江毅身上，而且还敢跟自己抢和玉丝的吃饭权？然而林英不知道的是，此时他因为哭泣的原因，眼尾微红，眼睛里还泛着点点水光。当他瞪向沈修燕的时候，那本应充满愤怒的表情却莫名地带上了一丝娇嗔之意，让人忍不住想要多看几眼。沈修燕被少年这样毫不留情的一瞪，只觉得心头猛地一颤，
仿佛有一股电流瞬间传遍全身。紧接着，他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起来，犹如春日里盛开的繁花，耀眼夺目。林英见此情形，气得干脆不再理会沈修燕，转过身去继续与玉丝一起收拾起一片狼藉的现场。玉丝自然也留意到了少年刚才瞪视沈修燕的举动，他轻轻地抿了抿薄薄的嘴唇，锋利的眉骨下，那双狭长的眼睛里闪过一道淡淡的幽光，深邃而神秘，让人无法窥视其中真正的情绪。不一会儿，二人就把地面打扫干净了。玉丝看了看一旁的林英，带着他去洗手。少年跟个呆呆的小绵羊一样，跟在对方后面走着。少年脚步略显迟疑地走到了卫生间里，站定后缓缓伸出双手，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水流哗哗作响，他一边洗着手，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身旁那个高大的男生。只见少年轻轻地抿了抿嘴唇，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欲言又止。一直留意着少年一举一动的玉丝自然没有错过这一幕，他那清冷的声音响起：“有话就直说吧。”得到许可后的少年，原本就微红的脸颊瞬间变得更红了。他扭捏不安地扭动着身体，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朝着面前的男人开口道：“你离沈修燕远一点。”说话间，少年还带着一丝紧张与羞涩。“他不是好人。”少年紧接着补充道。然而，玉丝在听到这句话时，明显愣了一下。他那双狭长而深邃的眼眸直直地盯着少年，冷冷地反问道：“为什么这么说？”面对玉丝突如其来的质问，少年那张精致的小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茫然之色。他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对方，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见此情形，玉丝不禁微微皱起眉头，他轻抿了一下自己薄薄的嘴唇，再次出声追问道：“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此时的少年显然有些慌乱无措，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结结巴巴地解释道：“不为什么呀。”说完，便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般低下了头。只听玉丝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冷哼，硬邦邦地回了句：“哦。”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准备离开。就在他即将踏出卫生间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低声抛下一句话：“那我也不会听你的。”说完，男生作势要离开这里。林英一听，像个小蝴蝶一样扑到男人身上，并死死地抱住了他。“不行，你离他远一点。”第26章不舒服。少年瘪着嘴巴，气呼呼地说道：“他不是好人。那天我在厕所看见他和一个男生在厕所，他肯定就是和你玩玩的。”少年仰着一张雪白精致的小脸，软乎乎地看着男生，紧紧蹙着的眉毛都在跟着少年用力说服男生。玉丝听闻，看了一眼搂着自己胳膊的少年，像个树袋熊挂在他的胳膊上。于是男生转过身来看着少年：“为什么？”男生又问了一遍。玉丝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他的身上，让林英避无可避。他抿了抿粉嫩的唇瓣，小声说道：“因为很闲。”少年似乎是找到了借口，抬起眸子紧紧地盯着男生，理直气壮地说道：“好歹我们也认识这么久了，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给你的忠告。”玉丝听闻，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林英被看得不自觉垂下了脑袋，恨不得缩成一团。终于，玉丝动了起来，他淡淡地看了一眼林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见玉丝走了，少年缓缓地抬起了脑袋，看着男生的背影，也不知道玉丝有没有听进去他的话。玉丝听没听进去他不知道，系统绝对听进去了。“林英，你想干嘛？你的任务是让主角公和主角兽在一起，不是拆散他们。”系统都快要疯了，这小鬼总能做出一些让他震惊的事情，他真是服了。听见系统的责怪，某个小鬼自知理亏，所以就那么任凭对方教训。最后，系统气得闭麦了。林英在厕所又待了一会儿，随后迈着小步子离开了。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天，这几天他和玉丝的关系依旧是不咸不淡的。虽然他每天和玉丝一起上课，但是玉丝下课也不等他了，吃饭也不等他了，就连晚上回到宿舍，他都看不见对方。终于，某个迟钝的小鬼终于明白了，玉丝这是在和他冷战呢。破兔子！就在少年坐在座位上发呆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少年下意识地抬起头，
看见宋寻顶着那头熟悉的红毛走了过来。喂，破兔子，我消失这些天，你一个消息都不给我发就算了，我给你发你也不理我。男生气的捏住了少年雪白的小脸，软乎乎的，手感真好。气得林英一把打开对方，少年瞪着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气鼓鼓的说道：“别捏我的脸，都给我捏大了。”宋寻本来被打开后还觉得有些不悦，听见少年这么说，立刻笑得贱兮兮的说道：“本来就大。”少年冷哼一声，别过小脸不去看男生。林英本来就烦得很，宋寻一回来，他就更烦了，于是一点好脸色都不给对方。宋寻见状也有些不高兴了，于是捏住少年尖尖的下巴，语气恐吓道：“破兔子，是不是我给你的笑脸太多了？”少年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对方的脾性，于是软糯糯的说道：“你别碰我，我不舒服。”宋寻一听，赶紧伸出手去摸少年的额头，疑惑道：“不舒服？发烧了？”林英撇开头，让男人的手落空了，他是心里不舒服，又不是身体不舒服。就在这时，玉丝从外面走了进来，看见宋寻的时候微微一顿，随即走回了自己的座位。少年见玉丝还是那副模样，依旧不理自已，心口愈发的笃挺。宋寻看见少年和玉丝一直保持着距离，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看这情况，估计他走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于是低头朝少年说道：“你是个合格的小弟。”林英听文嫣嫣的瞥了他一眼，瘪着嘴巴趴在桌子上睡觉。宋寻以为少年累了，于是不再说话了。怎么办？玉丝不理我。少年突然哽咽的朝系统说道。系统顿了顿，安慰道：“别伤心，这是个好兆头，说明你任务做得不错。”林英听闻，嘴巴瘪得更扁了。系统的话让他更难受了。呀，许会长，许会长，你来上课吗？一堆人在那里嗡嗡嗡的吵得少年脑袋疼，他恹恹的抬头看向门口，只见门口的许淑妍被好几个女生围住了，男生温和的微笑着，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又温柔又优雅。突然，少年耳边传来一道不屑的声音：“切，装模作样。”少年闻声望去，只见宋寻挑着眉看着他，语气霸道的说道：“破兔子，你给我离他远一点。”少年听闻，虚虚的瞥了一眼男生，并不打算理会。可宋寻哪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捏住了少年的耳朵，少年吃痛，狠狠地打开了对方。宋寻见状，咧嘴一笑，笑嘻嘻地说道：“听见没有？他就是个死狐狸，心机最深。你要是被他盯上，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男生还在恐吓着少年。少年嗯了一声，继续趴桌子休息。宋寻突然说道：“他倒是挺会找坐的地方。”林英听闻，缓缓地抬起脑袋，顺着宋寻的视线看去，只见许淑妍居然坐在了玉丝的旁边。林英见状，抿了抿嘴巴，转过头趴在桌子上，脑袋深深地埋了进去。少年悲伤地想着，许淑妍那么温柔，那么好看，玉丝要是喜欢她也正常。这么想着，少年的眼睛鼻子都酸酸的，紧紧地把自己埋起来不说话。下课的时候，宋寻见这小兔子还在趴桌子，于是伸出手戳了戳对方的胳膊。“喂，下课了，别睡了。”感到对方在戳自己，林英一动不动，任凭对方对他。宋寻见状，微微拧着眉头，他突然伸出手把小兔子从洞里薅了出来。“喂，你……”男生刚要说些什么，就看见兔子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的样子。宋寻愣了一下，磕磕巴巴的说道：“你怎么了？哭什么？”林英被男生弄起来后，气鼓鼓的瞪了一眼对方，小手揉了揉眼睛，闷闷的说道：“不舒服。”那我……就在宋寻说要送他去医务室的时候，玉丝突然走了过来。“哪里不舒服？”男生清冷的声音传到少年耳朵里。第27章生病了。少年愣了一下，呆呆的回头看向玉丝，眼尾处还泛着淡淡的红晕。此时，玉丝静静地站在少年身后，浑身透露着清冷疏离，薄唇轻启，低声问道：“哪里不舒服？”他刚才就看见这小呆子一直趴桌子，肩膀还轻微的松动，果然哭了。林英意识到对方在问自己，忍不住瘪嘴。虽然玉丝语气冷漠，
可他能感觉到对方是在关心自己，哪里都不舒服。林英声音闷闷的，还带着一丝哭腔。玉丝听闻此言，好看的眉头瞬间紧紧皱起，深邃的眼眸开始仔细的上下打量起面前的少年。少年的脸颊和双眼都透露出不正常的红色，像是发烧。于是他刚要伸手去拉对方去医务室，就见宋寻直接揽住少年的肩膀。走吧。宋寻挑了挑眉，一副挑衅的姿态看着玉丝。玉丝见状，脸色微微冷了下来，狭长的眼睛不善地看着对方。少年此时不知道是因为哭的还是热的，他只觉得自己的脑袋一阵阵地发晕，思维也变得略微迟钝起来。只见少年轻轻地眨巴了几下眼睛，眼神迷茫而懵懂，先是转头望向宋寻，随后又将目光投向玉丝，最后用极小的声音怯生生地问道：去哪呀？宋寻看这破兔子一副傻不拉几的模样，耐着性子说道：医务室啊，你都要烧傻了吧？少年一听见医务室，还以为要打针，于是立刻炸毛。什么？医务室？我才不去呢，我根本就没有生病。他大声叫嚷着，一边说着，一边转身便想要逃回寝室。可谁曾想，他刚刚迈出脚步，尚未走出多远，一只强有力的手便如铁钳一般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玉丝面沉似水，淡淡的开口说道：去医务室。尽管他说话时的语调轻缓平和，但其中蕴含着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气势和强烈的压迫感，却是让人难以抗拒。某个小鬼当即就愣住了，他抬起那双漂亮的眸子看向男人，小声小气地说道：我没事。少年脸长得白皙漂亮，气质又很纯，看起来就软乎乎的，如今跟个小兔子似的，怯怯地看着他，愈发衬得少年乖得不行。男人自然不会听少年的挣扎，重复说道：去医务室。无奈之下，林英只能跟着二人一同前往医务室。教室内的许淑妍见状，缓缓地笑了起来，随即也走出了教室。到了医务室，怎么都烧成这样了才来啊？女医生一脸怜爱地看着面前这个软软糯糯的小少年。39.4，一会儿人都烧傻了。女医生看了一眼宋寻和玉丝，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俩小伙子都对这小孩有兴趣。就这样还追人呢？玉丝听闻有些愧疚，可能是昨天晚上停电了没热水，这小鬼上完体育课非要洗澡。他当时路过，说了一嘴让他别洗了，只可惜他们冷战呢，少年根本就不听。他当时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宋寻倒是一脸懵，他今天刚回来，这小兔子就生病了，难不成自己克他？此时少年自然不知道二人心里在想什么，正躺在床上挂着吊瓶，小脸此刻还是有些红。玉丝见状，立刻走上前，用手摸了摸少年的脸颊，还是有些烫。男生刚准备抽回手给少年弄个湿毛巾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对方抓住了手。此时某个小鬼已经烧得迷迷糊糊的了，只觉得有个冰冰凉凉的东西放到他脸颊上了。少年下意识地抓住不让他走，少年的举动吓了男人一跳，立刻按住了少年扎针的那只手。紧接着少年伸出另一只手拉住男人，不要，好凉快啊，成 L。 少年咂巴咂巴小嘴，脸颊上的婴儿肥让少年看起来愈发的软乎乎。玉丝愣了一下，随后叹了一口气，就坐在床边看着少年。一旁的宋寻见状，当即就不乐意了，他亦学着玉丝的模样，把手放在林英的脸颊上。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破兔子居然嫌弃地撇开了小脸。宋寻脸色立刻沉了下去。这也不怪林英，毕竟宋寻体热，玉丝体寒，少年正发烧呢，自然喜欢更凉快的。于是宋寻自己在那里生闷气玩手机，玉丝就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的小呆子，片刻后似乎是把他的手捂热了，少年嫌嫌弃气的又把他的手推得远远的。玉丝不由得哑然一笑，暗骂一声，这个小没良心的。倒是系统看着公四和主角受围在一个恶毒男配身边嘘寒问暖，他感觉天都塌了。1个小时后，少年终于悠悠转醒。林英动了动睫毛，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看着面前的玉丝，少年目光陷入了呆滞。愣了片刻后，少年抿了抿嘴巴，小声问道：这是哪里啊？
少年无力地说着，刚想坐起身来，发现浑身上下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一般，怎么都起不来。玉丝见状，按住了这个不安分的小呆子，声音低沉地说道：“你发烧了，挂吊瓶呢，不要乱动。”林英这才发现手上的感觉，当即吓得小脸一白，他最怕打针了。就在这时，系统突然说道：“你可算醒了。”少年愣了一下，有些疑惑：“我怎么发烧了呀？”听到少年这么说，系统突然阴阳怪气地说道：“跟你说了，昨天不要洗澡，你非不听。”系统说完，他这才想起来，他昨天是好像洗冷水澡了，但是他只是擦一擦，没洗啊，这都能生病，他真是服了。系统说着说着，看了看宋寻和玉丝，突然恍然大悟道：“好你个黑心男配 XL， 你故意的吧？故意发烧让玉丝接近你。我说呢，这2天冷战一直不理你，你没啥动静呢，原来在这等着呢。”林英一头雾水地听着系统说着他的黑心计划，他抿了抿有些苍白的小嘴，有些无奈地说道：“系统，你别犯病了。”第28章顶楼。系统知道少年现在不舒服，于是乖乖地闭上了嘴巴。宋寻见这小兔子醒了，于是捏了捏他的脸，调侃着说道：“哎，别太想我呀，怎么都把自己弄成这样了？”林英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对方是在说什么，立刻气得别过小脸，气鼓鼓地说道：“谁想你啊？”宋寻见这破兔子躲开了，也不恼，这惨白的小脸总算有些血色了。玉丝冷冷地看了一眼宋寻，没说什么，而是低声和少年问道：“渴不渴？想吃什么？一会儿去吃。”林英听见玉丝这么问，顿时心头暖暖的。他们一直冷战，玉丝都好久不理他了。系统这时候出来拆台，他昨天还让你不要洗澡。林英听闻，撇了撇嘴巴：“那能叫理他吗？”那么冷的语气：“我有点渴了。”少年软软的和男生说道。玉丝听闻，起身接了一杯水，缓缓地喂给了少年。宋寻在一旁看着，瞬间觉得自己有点多余，于是不开心地问道：“破兔子，有没有想吃的？我现在给你订。”林英听闻，眨了眨眼睛，小声说道：“我要吃炸鸡。”不行。还没等宋寻说什么，玉丝直接给否决了。宋寻也觉得少年现在的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吃炸鸡，于是说道：“换一个。”少年听闻，撇了撇小嘴：“好吧，那我要吃西瓜。”于是宋寻直接拿出手机，不知道给谁打电话，让对方买点水果，主要有西瓜。玉丝看着宋寻的样子，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突然有些出神。见玉丝在发呆，少年小声问道：“玉丝哥哥，你怎么了？”听到少年的声音，玉丝看了一眼林英，而后愣了一下。自从他们冷战开始，少年就没叫过他玉丝哥哥，这么突然一叫，男生还有些不习惯。没什么。就在这时，一道温柔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林英同学有没有好一些啊？”紧接着，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男人拿着一个果篮走了进来。许淑妍看着躺在床上的娇娇少年，此刻小脸有些苍白地看着他，于是脸上的笑容瞬间转变为担忧，缓缓地走了过去。“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好一些？”面对许淑妍的热情关心，林英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少年红着小脸，磕磕绊绊地说道：“我好很多了，谢谢你哦。”男生听见少年这么说，微微放下心来，看着少年有些苍白的脸颊，许淑妍说道：“我买了水果，有没有想吃的？”林英见状，眼睛冒光了都，他扯着脖子往男生的果篮里面瞅。一旁的宋寻不乐意了，恶声恶气地说道：“不许吃！”少年被吓了一跳，软乎乎地看向宋寻。宋寻被少年这副软软的模样给萌死了，跟个白色的小团子似的，于是缓和着说道：“你得吃我的。”林英。少年看了看有些臭脸的宋寻，抿下嘴巴小声解释道：“都吃，你们的水果我都吃的。”一旁边许淑妍此时那双狭长的狐狸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他微微眯起眼睛，嘴角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调侃道：“宋同学也未免太小气了，几个水果而已。”宋寻闻言，扭头冷冷地瞥了许淑妍一眼，丝毫不在意对方的看法，反而十分坦然地承认道：“没错，我就是小气，怎样？
他可是我的小弟。许淑妍脸上原本挂着的淡淡笑意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严肃的神情。他皱了皱眉，语气变得有些生硬地说：“就算是亲弟弟，宋同学这样管都宽了，何况不是？”然而，面对许淑妍的指责，宋寻却丝毫不以为意。他依旧一脸桀骜不驯的样子，昂着头，满不在乎地回答道：“这和你没关系。”说完便不再理会许淑妍，自顾自地摆弄起手机。许淑妍见状，嘴角浮现出一抹笑意，但她眼底的寒意却始终无法消散。和他熟络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生气的讯号。他一直以来都对宋寻这种毫无规矩、肆意妄为的学生没什么好感，如今对方如此顶撞他，许淑妍在心里暗暗地记下了这笔账。他装作无事的发生的模样，朝少年问道：“林英同学怎么生病了呢？”少年抿了抿嘴巴，小声说道：“不小心受风了，没有大碍的。”许淑妍担忧地说道：“还是要小心一点的，感觉林英同学不太会照顾自己呢。林英同学要不要加入学生会？”少年听到许淑妍又问了这个问题，就听见系统说道：“答应他。”于是少年点了点头，小声说道：“可以的，就是我现在生病呢，可能没办法帮忙。”许淑妍笑着说道：“没关系，等林英同学病好了再来帮忙也可以。那我就帮你写申请信了。”林英点了点头，全然忽视了旁边两个黑脸的男生。林英的病很快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这段时间玉思对自己格外的好，但是他似乎很忙的样子，每天像是有很多事情一样，总见不到人影。而林英因为加入学生会的原因，也莫名其妙的忙起来了，不是统计这个就是统计那个，一会儿给老师送资料，一会儿通知谁谁谁开会，日子也一天天的过去了。就在今天，许淑妍说她不在学院，让他把关于奖学金统计表的档案袋送到他的寝室，他晚上再看。于是林英拿着档案袋走向了顶楼，这里面可是有他和玉思的名字，可都是钱呀，他可得送上去。某个小鬼从来没有去过顶楼，也不知道上面居然和下面差别居然这么大。走廊的水晶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旁边的墙壁上镶嵌的不知名石头，看起来就很贵，就连那个门都华丽的不行。某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呆子缓缓地走到一个门前，输入许淑妍告诉他的密码，居然显示错误。少年以为自己输入错了，又输了好几遍。就在他打算再输入一遍的时候，报警铃突然响了起来。第29章，挨熊了。林英瞬间慌张了起来，吓死他了。少年左看右看，慌慌张张地往后退。就在此时，那扇原本紧闭的房门却毫无征兆地突然敞开了。一个身着洁白衬衫的男子迈步而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宫一江毅。只见他剑眉紧蹙，满脸不悦地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看起来不知死活的小东西，居然敢来捅破他的门。少年被男人吓住了，呆呆地抱着手里的档案袋看着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男人骂了他。江毅冷着脸朝少年说道：“又是你。”林英顿了顿，这才对反应自己应该是按错门了，于是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来找许会长的，我认。”还不等那少年把话说完，男人便直接毫不留情地冷冷打断他。只见男人面沉似水，眼神冷漠如冰，让人不寒而栗。“认错房间了是吧？”男人一边冷冰冰地开口说道，一边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朝着少年缓缓走去。随着男人每一步的靠近，强大的威压感迫使少年往后退去，直到贴到墙壁，少年这才缓缓被迫停止了脚步。此时男人已经走到少年面前，居高临下地俯瞰着眼前这个身材略显单薄的少年。突然间，男人毫无征兆地伸出一只修长有力的大手，犹如铁钳一般死死地钳住少年精致的下巴，并用力一抬，将少年的脸狠狠地朝向自己。少年满脸惊恐与怯懦之色，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此刻正怯生生地望着眼前这个气势逼人的男人。由于过度紧张和害怕，他只能用细弱蚊蝇般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着诸如对不起之类道歉求饶的话语。听到少年的道歉，男人不仅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反而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充满讥讽意味的嗤笑。紧接着他以一种极其轻蔑的口吻嘲讽道：“
之前在食堂，我给了沈修燕的面子，没有戳穿你。怎么，今天居然还敢来勾引我？”林英听完男人这番话后，只觉得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嗡嗡作响，完全无法理解男人所说的意思，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好一会儿都没能回过神来。男人见状，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冷笑着说道：“像你这种小男生，我见得多了，以为自己有一张还算漂亮的小脸，就以为能勾引所有的男人了。”说到这里，男人像是想到了什么，嘲讽着说道：“不过你确实挺有手段的，一个平民生，有个狗护着你，又勾搭上了宋寻和许淑妍，就连沈修燕都对你高看一眼，不得不说你的本事了得。”男人语气刻薄又难听，高高在上的模样让少年哑口无言。林英只是眨了眨眼睛，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嘴巴微微瘪了起来，鼻子和眼睛都酸酸的。江毅见状，看着对方那副要哭不哭的小模样，嘲讽道：“不会要哭了吧？我记得你那天在食堂哭的还挺可怜的，不过可惜啊，这里没有别人，你哭也没用。”林英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抿着嘴巴，吸了吸鼻子，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他只是想上楼送个东西而已，他又不是故意找错门的。对方说话又难听又刻薄，不过对方说的对，这里没有别人，万一自己要是骂了对方，被打了怎么办？于是某个又怂又可怜的小鬼只能忍气吞声，一言不发地走向了电梯。江毅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对方居然一言不发地走掉了。刚要上去追，没想到对方还挺快的，直接坐着电梯就下去了。男人紧紧地蹙着眉头，对方居然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搞得好像是他欺负他了一样。男人冷嗤一声，转身回到了屋子里。林英抿着嘴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全是雾气，他强忍着不让泪珠掉下来。系统见某个小鬼挨熊了，忍不住问道：“你没事吧？”林英没说话，显然情绪很低落，而且肉眼可见的眼睛红了。系统顿了顿，安慰道：“你别理他，他就这样，自大狂。”少年依旧没说话，他快忍不住了，特别想哭。终于，伴随着轻微的叮声响起，电梯缓缓地停在了他所在的楼层。他拖着略显沉重的小步伐走出电梯，刚要迈进寝室的大门时，一道熟悉的身影蓦然闯入了他的眼帘。那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刚刚从外面归来的玉丝。今日的玉丝身着一袭剪裁得体、质地精良的黑色西装，整个人显得格外精致利落。不仅如此，就连她的发型似乎也精心打理过，额前几缕碎发恰到好处的垂落下来，更增添了几分成熟与帅气。林英完全忽视了玉丝怎么有钱买这身衣服，只是呆呆地看着他。见到少年从电梯里走出来，而且脸上还挂着一副明显受尽了委屈的可怜模样，玉丝不由得微微一顿。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迈步朝着少年走去。“怎么了？”男生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传来，虽然语气依旧冷冰冰的，但其中却难以掩饰的流露出一丝关切之意。然而林英听到男人的问话后，只是紧紧咬着嘴唇，强忍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一言不发的转身就要往屋子里走去。可是就在他刚迈出一步的时候，只觉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拉住了自己。下一秒，他便被玉丝一把拉入了怀中。玉丝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拥抱着眼前这个小小的身躯。而林英则像是找到了避风港一般，突然间觉得心中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他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索性将那张挂满泪痕的小脸深深地埋进了男生宽厚温暖的胸膛里，开始低声抽泣起来，嘴里还不时发出呜呜呜的哭声。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玉丝默默地抱着怀中哭得像个孩子似的林英，耐心等待着他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第30章聚会。不知过了多久，或许是感觉到怀里的小家伙已经哭得差不多了，男生这才再次轻声开口问道：“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受委屈了？”少年不说话，小小一只缩在男人怀里，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奶猫，狠狠地在男人怀里蹭来蹭去。突然林英闷闷地说道：“玉丝哥哥，你觉得我坏吗？”少年一边说着，一边缓缓抬起那张哭得通红、满是泪痕的小脸，
清澈却又充满哀伤的大眼睛，直直地望向眼前的男人，那小模样真是可怜死了。男人见到此情此景，原本清冷如霜的脸颊上瞬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戾气，但他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尽可能温柔且耐心地朝着怀中的少年轻声问道：“不坏，谁欺负你了？”听到男人关切的询问，少年的小嘴微微一撇，眼眶中的泪水像是决堤的洪水一般，止不住地奔涌而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珠，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重重地砸在了男人的衣服上，瞬间浸湿了一片。少年一边抽泣着，一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哭诉道：“江毅，他说他说我勾引他，我没有，我还不敢跟他吵架，我怕他打我。”少年边说着，哭得更凶了。男生听闻，眼里闪过一丝戾气，他伸出手轻轻地擦了擦少年脸上的泪痕，低声说道：“我知道，你没有。”少年听闻，吸了吸鼻子，想起来江毅是公医，还是最早和玉丝确定关系的，于是小嘴一瘪，又不高兴了。他抬起哭得湿漉漉的眼睛，看了一眼玉丝，小声说道：“玉丝哥哥，江毅是坏人，你以后不要理他好不好？”系统听见这话，当即就炸了：“你在说什么？”林英才不管他呢，湿哒哒的小脸可怜巴巴地看着玉丝。玉丝听见少年的询问，微微一愣，自己这辈子还没有和江毅产生交集，这小呆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但是看着少年哭得可怜兮兮的模样，男人还是点头了。林英顿时觉得心情大好，也不想哭了。玉丝见状，将林英带回了屋子里。系统看着主角兽和恶毒男配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免觉得有些心塞。他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等食的小鬼，又看了看在厨房忙碌奔波的主角兽，他感觉天塌了。于是他顿了顿，朝少年说道：“林英，你是不是想在书里面待一辈子？”少年听到系统这么说道，赶紧否定道：“怎么可能？”系统气得喊了出来：“那你不听话，还不按剧本走，还给主角攻受增加困难。”少年听闻，小嘴一瘪，哭唧唧地说道：“你知道的，我突然就进书里了，只有玉丝对我好，你还让我欺负她。”少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小脸皱巴巴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虚空，仿佛在透过空气看系统。系统停顿片刻，似乎是认命了一般，低声说道：“好吧，我可以让你不针对他，但是……”林英听到系统说了前半句，本来很开心，但是听见系统还有转折，于是抿着嘴巴小声问道：“但是什么呀？”系统继续说道：“但是你要给主角攻受制造偶遇，让他们在一起。”L。林英听闻，小嘴一瘪，一副不情愿的模样，低声说道：“好吧。”系统满意了，毕竟只要主角攻受在一起了，那么故事应该就可以结尾了。林英只是恹恹地靠在沙发上，很没骨头似的，软趴趴的。就在这时，玉丝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将饭菜放到桌子上，招呼少年吃饭。林英走到饭桌旁坐下，定定地看着玉丝，小声问道：“玉丝哥哥，你去哪里了呀？”现在他可不需要和玉丝做敌对关系了，可以大大方方地和玉丝聊天。玉丝听闻，顿了顿，声音低沉地说道：“出去有点事情处理。”哦。少年问完不再说话了。就在这时，玉丝突然问道：“你怎么会遇见江毅？”少年听到这话，突然拍了一下脑袋：“哎呀，我给忘了。”然后急忙拿出手机给许淑妍发了一条消息，朝玉丝说道：“我现在不是在学生会吗？我去给许淑妍送档案袋了，结果敲错门了，遇见了江毅。”说到这里，林英又生气了，那个死江毅居然那么说他。玉丝听闻，眼底暗了暗，紧接着说道：“一会儿我陪你去送。”林英听闻，眯了眯眼睛，笑着说道：“好呀。”二人吃完饭后，坐着电梯来到了顶楼。此时许淑妍已经回来了，看见玉丝和林英一起上来的时候，男人的表情微微僵住，随即恢复了正常。许淑妍面带微笑的走了过来，接过少年手里的档案袋，低声说道：“谢谢小英了，也谢谢玉丝同学。”“不用谢。”还不等林英说什么，玉丝先开口回复了。许淑妍笑着问道：“进来坐坐吧。”林英听闻，小声拒绝道：“不用了，我们先回去了。”“哎，等等，小英，
明天学生会要举办一次聚会，免费的，你要来参加吗？所有成员都会来。本来林英下意识的想要拒绝这个邀请，但一想到大家都会到场，自己若是不去，似乎显得有些不合群。于是他犹豫再三后，最终还是轻声应道：“好吧。”正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玉思忽然插话道：“我能参加吗？”许淑妍扯了扯嘴角，挂着一抹虚伪的笑容，低声说道：“当然可以。”于是第二天，林英和玉思一同前往许淑妍给自己的地点去参加聚会。没过多久，一座宏伟壮丽、美轮美奂的豪华别墅便出现在他们眼前。这座别墅犹如一座梦幻城堡，矗立在一片绿草如茵的花园之中。少年瞪大眼睛，先膜拜一下，然后就跟着玉思一同走了进去。刚一踏入别墅大厅，一股热闹喧嚣的气息扑面而来。只见大厅中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每个人都精心打扮过，男土们个个西装革履，女土们则身穿华美的礼服，佩戴着璀璨夺目的珠宝首饰，举手投足间尽显高贵气质。大厅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精致美味的吃食和香气扑鼻的酒水，有造型精美的蛋糕甜点，色彩鲜艳的水果拼盘，还有晶莹剔透的酒杯，中盛着的红酒、香槟等各种美酒佳酿。这些美食和饮品琳琅满目，令人垂涎欲滴。林英感觉自己被伤害了，许淑妍明明告诉他随便穿穿就可以的，他就穿了学生会的制服。这么想着，林英顺带回头看了看玉思，就连玉思也穿了黑西装。少年小嘴一瘪，瞬间低落了下来，早知道不来了。第31章下药上。似乎是察觉到少年的不开心，玉思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少年抿了抿嘴巴，没有说话，直直地走进了大厅中。他从现在开始要做个小透明，只会吃东西的那种。玉思眸子暗了暗，到底没说什么，而是直接跟上了少年。刚一踏入大厅，林英的视线瞬间就被摆放在桌上琳琅满目的小蛋糕所吸引住了。少年眼睛都直了，跟个小螃蟹似的，直直地挪了过去。少年满心欢喜地拿起一块小蛋糕放入口中，左边咬一口，右边再咬一口，吃得津津有味。只见他那原本略显消瘦的双颊，随着不断咀嚼的动作渐渐鼓起，宛如一只正在储存食物的可爱小仓鼠，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嘴里还不忘与脑海中的系统夸赞着这些美味的小蛋糕。好好吃呀，系统！系统看着这个不上进小鬼，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气呼呼地说道：“吃，你就知道吃！”林英无端端就被骂了，原本上扬的嘴角也慢慢耷拉下来，一脸委屈的嘟囔道：“干嘛骂我呀？”系统见这小鬼还敢反驳他，语气硬邦邦的说道：“你是不是忘了我让你干什么了？”林英抿了抿嘴巴，小声回复道：“知道呀，不就是把玉思的衣服弄脏，然后让他去房间换衣服，再把许淑妍引过去吗？”系统抓狂，知道还不去做？急！就你最急！少年愤愤的吐槽完，往玉思那边走去。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玉思旁边站了一个不速之客，沈修燕。贼心不死！少年抿着嘴巴，气势汹汹的走了过去，本来想着搞破坏的，可没想到沈修燕旁边居然站了一个他的克星江毅。林英一下子怂了下来，犹豫着要不要过去。可就在这时，沈修燕看见了他，男人挑了挑眉，远远的叫他过去。男人笑眯眯的说道：“呀，小同学，过来啊，正聊到你呢，叫唤小狗呢。”少年听闻，不情不愿的走了过去。走近后，玉思目光暗了暗，特意将少年挡在了身后，一副宣示主权的模样。沈修燕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倒是江毅看见了这个爱哭的小东西，嗤笑一声，嘲讽地瞥了一眼林英。少年见江毅这么看自己，恨不得给对方一个大嘴巴，可是他不敢。于是林英只能暗自生闷气。就在这时，服务员递过来一杯果酒，少年吃了好多蛋糕，此刻也口渴了，于是接了过来。少年轻轻地抿了抿，觉得好好喝。本着分享美食的心态，少年将酒杯递到玉思嘴边，软乎乎地说道：“玉思哥哥喝一口，好好喝呀。”玉思本来是不想喝的，但是鉴于酒是少年递过来的，于是沿着少年喝过的地方轻轻地抿了一口。
少年见状，小脸嗖的红了起来。玉丝干嘛要和他喝过的地方呀？一旁的江毅见状，看着少年那张屹立的小脸，薄唇吐出3个字：土包子。少年一听，气鼓鼓的冲到男人面前，恶声恶气的质问道：你说什么？江毅没想到对方的胆子突然这么大，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玉丝皱了皱眉，想着把少年拉过来，就连系统都忍不住问少年：你发什么疯？沈修燕却是嘴角含笑，一脸戏谑的看着江毅和林英。耳朵不好使。江毅皱着眉，居高临下的看着比自己矮了1个头的少年，嘴欠的又说了一句：小矮子。少年不知道是酒劲上来了还是怎么，伸出白皙的小手拽住男人胸前的衣服，气鼓鼓的说道：道歉，给我道歉。少年脆生生的声音传到江毅耳朵里，男人只觉得好笑，这小东西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居然让他道歉。江毅嘲讽的扯了扯嘴角，冷声说道：我拒绝。话音刚落，少年直接把手上这杯果酒直接泼在了江毅的脸上。与此同时，整个大厅安静了下来。江毅愣了一下，俊美脸颊瞬间冷了下来，双眼泛着寒意的看着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东西。玉丝见状，赶紧把林英扯了回来，护在身后，一副你能怎样的看着江毅。江毅要被气疯了。沈修燕一看场面要失控了，赶紧拦住江毅，调侃道：哎呀，阿姨别和这小东西一般计较，不然可太小气了。江毅听闻，看了一眼沈修燕，却依旧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而此时林英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躲在玉丝身后，怯怯地看着对面怒火冲天的男人，咽了咽口水。对方那刀子一般的眼神吓得少年根本不敢看对方。就在这时，一道如沐春风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是怎么了？只见许淑妍从楼上缓缓地走了下来，见到眼前的场景，立刻吩咐佣人：还不快带江少爷去换衣服。岂料江毅冷哼一声，冷冰冰地说道：谁给我弄脏的，谁陪我去换。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林英身上，有同情，有看热闹，还有一点点暧昧的目光。少年傻了，他没想到的对方居然这么说，不会是要揍他吧？想到这里，林英赶紧往玉丝身后缩了缩。玉丝见状，冷声说道：我陪你去。不行，不行。2道声音同时响起，林英和江毅对视上，少年怯怯地看了一眼对方，没敢说话。江毅扯了扯嘴角，承诺道：我不欺负他，不过他给我弄成这样，不陪我去换衣服，我会很不爽。林英听闻，小脸紧绷着，小声说道：可以。于是少年仰着小脸，小声小气地朝玉丝说道：玉丝哥哥在这里等我哦，我去陪他换完衣服就回来。他可不想让玉丝和江毅独处，谁知道那个冰块脸会对他的玉丝哥哥做什么。玉丝还想说什么，江毅冷声说道：快点。林英听闻，气气地看了一眼对方，不情不愿地跟了上去。玉丝面无表情地看着2人离去背影，许淑妍也有些不悦，沈修燕倒是一副看完好戏的模样。但是此刻大厅中，一个男生看着林英和江毅一起走了，惊掉了下巴，那杯酒被他加料了呀，他草了呀。第32章下药下。男生真是服了，他是学生会的，自从林英进入到学生会以后，许会长一直对少年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他们又不眼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许淑妍对林英有意思。只可惜这林英就跟个呆瓜一样，对许淑妍一直淡淡的。于是他们几个就商量着这次聚会给林英下点药，好成全许会长。谁成想半路杀出来一个江毅。现在人走了，他们还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许淑妍。与此同时，林英像个小蜗牛一样慢吞吞地跟在高大的男人身后，盯着对方的背影。少年止不住地和系统骂他。就在这时，男人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毫无征兆地猛地回过头来，目光直直地射向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瞬间将少年惊得浑身一颤，他迅速换上一副乖巧无比的模样，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望着男人。男人剑眉紧蹙，冰冷的声音从他紧闭的双唇间挤出：走快点。腿短吗？少年听闻，敢怒不敢言，缓缓地垂下了小脑袋，圆溜溜的大眼睛恶狠狠的地板，
恨不得把地板当成江毅。江毅见状，于是又转过身子，继续往客房走。终于，他们走进了一个客房，林英就站在门口，一副怕怕的模样，小声说道：“你到了，那我先走了。”然而，江毅岂会轻易放过他？他那双锐利的眼眸紧紧锁住林英，透露出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紧接着，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霸道的命令道：“进来！”少年在门口磨磨蹭蹭半天，还是慢吞吞的走了进去。一进门，少年便没好气的嘟囔道：“干嘛呀？”与此同时，林英抿着嘴唇，一双漂亮的眸子怯生生的望向对面的江毅，那模样简直惹人怜爱至极。不知为何，江毅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发热，一股莫名的燥热感自体内升腾而起。他不由得皱起眉头，低声吩咐道：“去衣柜里给我拿件衣服过来。”林英听闻之后，心中老大不情愿，但还是慢吞吞的迈着小步子朝着衣柜缓缓走去。不知为何，此刻的他也觉得一股燥热从身体内部涌起，脸颊也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抹红晕。当他好不容易走到衣柜前，翻找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套看起来还算合适的衣服。正当他准备将其递给江毅的时候，突然间，毫无防备的少年竟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猛地按在了柜子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林英惊恐万分，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拼命想要转过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而紧接着便感觉到有一个沉重的身躯压在了自己的后背上。你干什么？林英瞪大了双眼，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同时双手不停地挥舞着，试图挣脱对方的束缚。与此同时，江毅却丝毫不理会林英的反抗，反而将头轻轻靠在了少年那白皙柔嫩的后脖领处。他呼出的热气如同一股股热浪，不断冲击着林英敏感的肌肤，使得少年浑身一阵战栗。混蛋，赶紧放开我！林英又羞又怒，一边奋力挣扎着，一边破口大骂起来。此时的他已经急得快要哭出来了，心里满是委屈和害怕。他感觉自己被欺负了，而自己却似乎越来越没有力气反抗了。眼看着江毅的行为越发过分，林英小嘴一瘪，几乎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这时，外面的房门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少年眼泪汪汪地看向门口，一道黑色的身影如同闪电般迅速冲了进来，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将江毅狠狠地摔倒在了地上。我操！饶是江毅家教再好，突然被人扯着后脖领给摔倒了地上，也难免不爆粗口。就在刚刚，那几个男生几个慢吞吞地走到许淑妍面前，刚要说什么，就在这时，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玉丝手中的酒杯毫无征兆地掉落在地，摔得粉碎。众人皆是一惊，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玉丝。只见此刻的玉丝双眼布满血丝，猩红一片，额头上更是渗出了些许细密的汗珠，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站在一旁的沈修燕见状，心中暗叫不好，连忙快步向前迈出一步，压低声音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玉丝没有回答，他的大脑飞速运转着，突然间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自己并没有吃任何东西，怎么会这样呢？想到这里，一个念头涌上心头，难道是刚才那杯果酒有问题？糟了，那个小呆子也喝了。一想到这里，玉丝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二话不说便转身朝着楼上狂奔而去。玉丝心急如焚，一扇又一扇门被他粗暴地推开。终于在经过一番寻找之后，他找到了那个房间。当房门被猛地撞开时，映入眼帘的一幕让他的双眼瞬间变得赤红，仿佛能喷出火来。只见江毅竟然将少年死死地压在柜子上，而那少年则满脸惊恐与无助。玉丝怒不可遏，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伸出一只手，像铁钳一样牢牢地捏住江毅的后脖领，然后毫不留情地用力一甩。江毅整个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重重地摔倒在地。随后，玉丝赶紧将少年抱在怀里，冷冷地看了一眼江毅，紧接着走了出去。许淑妍刚刚已经听了那几个男生说了是怎么一回事，他看了一眼倒在地上面色潮红的江毅，
自然也知道对方也是中药了，于是低声吩咐道：“把人一起送到医院去。”紧接着，男人直接走了出去，跟上玉丝的脚步。此时，玉丝也难受的不行，他自己也中了药，这小呆子也中了药，偏偏少年一直嚷嚷着热，还在他身上蹭来蹭去的。玉丝的目光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他喉结微滚，声音沙哑的说道：“别动了。”第33章，年轻人火太旺，被凶了。林英那粉嫩的小嘴微微一瘪，原本就水汪汪的大眼睛，此刻更是蒙上了一层水雾，显得格外委屈可怜。他小声的嗫嚅道：“热。”声音轻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但却清晰的传入了玉丝的耳中。玉丝听到这声低吟，喉咙不自觉的滚动了一下，那双深邃的黑眸此时变得越发暗沉，犹如深不见底的幽潭一般。他低头看了一眼怀中这个软绵绵、热乎乎的少年，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由于中药的作用，林英那张白皙娇嫩的小脸蛋热得直冒粉，额头上也附着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那对漂亮的鹿眸氤氲着浓浓的雾气，看起来湿漉漉的，诱人的很。玉丝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点燃了一把火，熊熊燃烧起来，内心深处的欲望愈发压抑不住了。然而他还是强忍着这种冲动，咬了咬牙，加快脚步朝楼下走去。林英见对方没有回应自己，嘴巴瘪得更厉害了，活像一只可爱的小鸭子。他那纤细柔软的小手开始不安分地在玉丝宽厚结实的胸膛上摸索着，似乎想要寻找一些安慰和温暖。终于，他们来到了门外。这时，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司机迎了上来，态度恭敬地低声说道：“玉丝同学，我们家少爷吩咐过，让我送您和这位小朋友去医院。”玉丝闻言稍稍停顿了一下，目光快速扫了一圈周围，发现此处确实不太好打车。犹豫片刻之后，他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林英上了停在一旁的汽车后座。这一段路程可谓是磨人的很，林英彻底神志不清了。他瘪着嘴巴，一个劲儿地往玉丝身上蹭。玉丝脸颊微红，苍白的额头上附着一层细汗，努力压抑着下腹传来的阵阵欲望，按住这个不听话的小人儿。少年努力地蹭来蹭去，试图缓解身体里那股汹涌澎湃的燥热感，但无论他怎么折腾，热度依旧不减，难受的厉害，而且自己还被牢牢地控制住，完全无法挣脱束缚。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索性小嘴巴巴地凑上去，想要亲吻眼前之人，似乎这样就能获得些许慰藉。玉丝看到少年如此举动，顿时慌了神，手忙脚乱地伸出来挡在了少年的面前，成功阻止了那个小色鬼的进一步行动。林英没亲到，心里觉得十分委屈，小嘴撅起，嘟囔着抱怨起来：“难受，真的好热啊！”此时，男生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压抑着某种情绪一般，说道：“再忍耐一下吧，英英。”可是，怀中的小呆子早已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根本就听不进任何话语，只是一味的哭哭啼啼，不停的埋怨道：“你为什么不肯亲我呢？”像是想到了什么，少年扬起那张湿漉漉的小脸，眼神迷茫且无助，带着一丝软糯的语气问道：“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是不是因为我就是个恶毒男配，所以你才不愿意亲近我吗？”说到最后，少年的声音越来越小，显得无比失落和沮丧。“也是，我是恶毒男配，你不喜欢也正常。”玉丝听到少年这番话后，心中不禁暗暗叫苦，只当这小鬼此时此刻已经神志不清，开始胡说八道了。系统听见这小鬼说的什么，都要裂开了。“林英，把嘴闭上！”但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林英听到他的呵斥声，居然当着玉丝的面迷迷茫茫地问道：“干嘛让我闭嘴啊？”“系统，我闭麦。”玉丝那根骨分明手指轻轻地擦拭掉少年脸颊上残留的泪痕，动作轻柔的，仿佛生怕弄疼了眼前这个惹人怜爱的小家伙。他微微俯下身，凑近少年的耳畔，用低沉而又温柔的嗓音轻声说道：“没有人让你闭嘴，我也很喜欢你。”某个小鬼一听见玉丝说喜欢他，嘴角都要飞走了，哪里还顾得上系统，软乎乎的说道：“我也喜欢你，玉丝哥哥。”少年满脸笑意，白皙的小脸泛着红晕，煞是好看，还仰着脑袋说喜欢他。玉丝目光暗了暗，毫无预兆的直接咬上了少年的小嘴，按着林英的脑袋
肆意的亲吻着。林英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对方炽热的唇紧紧贴着他的双唇，还不时的轻轻啃咬，这种陌生而又刺激的感觉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林英试图发出抗议的声音，但由于嘴巴被堵得严严实实，只能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呜咽声。突然被堵住了嘴巴，对方还在他嘴巴上咬来咬去，少年突然觉得委屈极了，于是他开始奋力挣扎起来，小手不停地推搡着玉丝的胸膛。然而玉丝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他沉重的喘息声在安静的空气中回荡着，显得格外清晰。少年柔软的嘴唇和细微的呻吟声对于玉丝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使得他越发疯狂地加深这个吻。他那双修长有力的大手更是毫不客气地在少年纤细的身躯上游走抚摸着，所到之处带起一阵战栗。车里一时响起了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司机坐在前面，从镜子里看见后座的两个人，心里五味杂陈。年轻人，火太旺。当林英再次悠悠转醒时，窗外的阳光已然斜照进屋内，时间竟已悄然来到了次日的午后时分。这位少年的眼睫微微颤动着，仿佛蝴蝶轻舞般缓缓睁开了那迷蒙的双眼。他望着头顶上方那片陌生的洁白天花板，一时间大脑陷入了混沌之中，完全不知所措。林英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努力地回忆着之前发生的事情。突然间，他像想起了什么，猛地一下子就坐直了身子，并迅速低头查看起自己身上所穿的衣物来。还好，没什么异常情况。林英一边轻轻拍打着胸口，一边喃喃自语道，心里暗自庆幸着，看来江毅那个死变态应该没有对自己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就在这时，原本安静的房间里突兀地响起了一道声音：醒了。第34章，嘴巴破了。这突如其来的声响让林英不由得浑身一震，听见是系统的声音，少年才松了一口气。林英眨了眨眼，不知为何，他觉得系统的语气有点不对，于是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轻声回应道：然而还未等林英反应过来，系统便毫不客气地丢出一句：你真行。这一句突如其来的话瞬间将林英弄得晕头转向，他那张精致的小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茫然之色，粉嫩的嘴唇也不自觉地抿紧了几分，随后用比刚才更小的声音疑惑地问道：我怎么了？正当林英等系统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时候，紧闭着的房门却毫无征兆地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伴随着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一个身影逐渐映入了林英的眼帘。定睛一看，来人正是玉丝。只见男生的走进房间后，一眼便瞧见了已经清醒过来的少年，随即毫不犹豫地快步朝着林英所在的方向走去。感觉怎么样？还难不难受？玉丝那清冷而又悦耳的嗓音响起，仿佛一阵清风拂过耳畔。只见少年微微眯起双眸，轻声回应道：不难受。少年此刻刚刚醒过来，还迷迷糊糊的，小小一只就坐在床上，白嫩嫩的小脸就那么懵懵的看着他，看起来乖极了。X。 玉丝走近后，他下意识的缩了缩身子，而后用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怯生生的问道：我怎么了呀？少年努力回忆着之前发生的事，但脑海里却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他隐约记得当时自己觉得脑袋晕乎乎的，眼前的景象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就在那时，那个江毅突然对自己动手动脚，想要欺负自己。再后来，好像是玉丝及时赶到救了自己，可之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玉丝看着一脸迷茫的少年，那双原本漆黑深邃的眼眸在此刻显得愈发幽暗。沉默良久之后，才终于压低声音缓缓说道：你喝的那杯果酒里面被人下了药。听闻此言，林英先是一愣，随即小脸瞬间变得煞白如纸。他惊恐万分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双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紧接着他猛地抬起头，满脸惊慌失措地望着玉丝，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可怜兮兮地哽咽道：什么药？我是不是要死了啊？看着少年惊慌失措的模样，玉丝立刻安慰道：不是毒药，只是一种催情的药。少年听闻，眨了眨泪汪汪的眼睛，小嘴一瘪，软乎乎地问道：给我下药干嘛？
玉思顿了顿，最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少年说了一下。玉思说完后，看了一眼听得呆呆的小鬼，解释道：“江毅也中了药，应该是你泼他的时候，他不小心喝到了。”林英这才明白为什么江毅当时那么奇怪，原来是中药了呀。突然，林英也想起来，玉思也喝了。于是少年赶紧追问道：“玉思哥哥，你呢？你没事吧？我记得你也喝了。”玉思轻声嗨了一声，低声说道：“没事，我们最后进了医院。”少年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眨了眨眼睛，恹恹地说道：“那就好。”嘶！林英突然倒吸一口凉气，他下意识地抬起手，伸出那如葱般纤细修长的手指，轻轻地触碰向嘴角。指尖传来的触感让他心里一惊，天哪，嘴巴竟然肿起来了，而且似乎还有破裂的痕迹。少年那双原本就湿漉漉的眸子，此刻瞬间被一层薄薄的雾气所笼罩。他微微颤抖着手指，小心翼翼地再次抚摸着受伤的嘴唇，抽抽搭搭的朝着站在不远处的玉思呼喊起来：“玉思哥哥，你快过来看看呀！我的嘴巴是不是破掉了？”少年一边说着，一边仰起头，泪眼朦胧地望向那个清冷帅气的男生。晶莹剔透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令人心生怜惜。听到林英带着哭腔的呼唤声，玉思心头一紧，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尴尬地轻咳了一声，试图掩饰内心的不安，然后快步走到少年身边，俯下身去仔细查看对方的嘴巴。只见玉思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故作镇定地安慰道：“还好，英英别担心，应该是你昨天打针的时候太害怕了，不小心自己咬到了嘴唇。”说完这番话，玉思努力保持着平静的表情，但若是有人细心观察，便会发现他的耳朵尖已经微微泛红，显然是因为心中有鬼而感到有些害羞了。然而单纯天真的林英却丝毫没有察觉到玉思的异样。听了玉思的解释后，他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认真思考了片刻，觉得玉思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便不再纠结于嘴巴受伤这件事情了。又过了一小会儿，玉思陪着林英一同办理好了出院手续，两人并肩走出医院大门，随后赶回了学校。江毅悠悠转醒，缓缓睁开双眼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陌生的天花板。他微微皱眉，有些茫然地坐起身来，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这时，坐在一旁正专注于玩手机的沈修燕察觉到江毅醒来的动静，立马放下手机，迅速凑近到床边。男人脸上挂着一丝戏谑的笑容，开口调侃道：“哟呵，终于醒了。”江毅闻言，转头看向身旁的沈修燕，只见对方一脸坏笑的继续追问：“怎么样啊？感觉还好吗？这脑袋还疼吗？”说罢，还似笑非笑的盯着江毅瞧个不停。江毅那张冰冷而俊美的面庞瞬间绷紧，如雕刻般精致的五官此刻显得愈发冷峻。他冷冷地瞥了一眼沈修燕，脑海中逐渐回忆起自己晕倒之前发生的事情，那双浓密的剑眉不禁皱得更紧了些。我说你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欺负人家小男生？这下可好，脑子被人给打坏了。沈修燕轻笑着摇了摇头，略带责备地说道：“第35章，我自己咬的。”然而沈修燕话音刚落，却突然发出一声轻笑，接着打趣道：“啧，不过话说回来，那玉思下手可真是够狠的啊。”说着，他还装模作样的咂了咂嘴。江毅下意识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只觉得头上似乎缠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竟然围着一卷厚厚的纱布。刹那间，他原本就阴沉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仿佛能滴出水来一般。紧接着，从他口中传出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到底是谁下的药？”面对江毅的质问，沈修燕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道：“学生会的几个人本来是打算成全许舒言的，结果差点便宜了你小子。”江毅沉默不语，眸子暗了下来，仿佛被一层乌云所笼罩。他紧抿双唇，脸色阴沉的吓人，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冷冰冰的话语：“把那几个人给我弄走。”声音不大，但其中蕴含的含义却让人不寒而栗。坐在一旁的沈修燕听到这话，先是微微一愣，随后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只见她挑起眉毛，
似笑非笑的问道：“这么大火气？我看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啊。”说着，还故意上下打量了一番江毅，似乎想要找出些端倪来。然而，江毅根本懒得理会沈修燕的调侃，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他。只见他二话不说，直接掀开被子起身下床，动作干脆利落，显然是要离开医院。沈修燕连忙出声提醒道：“哎，我说你这家伙急什么呀？医生可说了，你这脑袋还没完全康复呢。”可江毅却像没听见一样，头也不回的径直朝着房门走去。此时，林英和玉思已经回到了学生宿舍。进屋以后，林英慢吞吞的走回了卧室，哪成想一进门就对上了一张怨妇脸，吓了林英一跳。还没等林英反应过来，宋寻便一把将她扯进屋里，并用力将她按在了门上，双手支在她两侧。林英只觉得自己的后背紧紧贴住冰凉的门板，面前则是男生炽热的胸膛。少年眼睛瞪得圆圆的，有些惊慌失措的抬起头，望着近在咫尺的那张帅气却又充满怒气的脸庞，结结巴巴的开口问道：“你怎么会在我的屋子里？”话还没说完，就被对方粗暴的打断了。“你去干嘛了？”宋寻居高临下的逼视着林英，那双深邃的眼眸里闪烁着怒火，桀骜帅气的面庞因为愤怒而显得有些扭曲。我能去干嘛啊？你放开我！林英推了推对方没推动，白皙的小脸气鼓鼓的看着他。你干嘛？此时此刻，狭小的卧室里，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将身形娇小的少年牢牢地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之下。只见他语气霸道地质问着眼前的小男生究竟去了哪里。宋寻扯了扯嘴角，酸里酸气地说道：“学校网站上都有了，你当我看不见吗？”林英满头问号，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满脸疑惑地反问道：“什么呀？”此时的男生早已气得七窍生烟，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满心的醋意让他整个人都快要爆炸了。他用酸溜溜的口吻继续质问道：“你一个人勾搭4个人，你吃得下吗？”面对如此莫名其妙的指责，林英只觉得脑袋晕晕的，漂亮的陆眸不开心地瞪着对方，气鼓鼓地质问道：“什么呀？你在说什么？什么4个？”这个宋寻大白天发什么疯，跑到他房间里来捣乱。然而就在这时，宋寻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一般，双眼猛地一眯，紧接着一只大手迅速伸出，如同铁钳一般紧紧捏住了少年的血腮，并厉声质问道：“谁亲的？嘴巴肿这么高，玩得挺激烈啊！”说到这个地步了，林英怎么可能没听出来宋寻说的什么？小脸一红，使劲推开了对方，气呼呼地说道：“什么呀？那是我自己咬的。”宋寻听到这话后，不禁撇了撇嘴，酸溜溜地反驳道：“自己咬的？你以为我会信啊？你自己能咬成那个样子？”林英被对方的无耻给噎住了，只见漂漂亮亮的小男生，小脸粉扑扑的，拽着宋寻的衣服就要把他推出去。然而，宋寻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发走的人。只见他灵活的一个转身，然后大摇大摆，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床上，还翘起了二郎腿，一脸得意洋洋的挑眉看向林英，挑衅似的说道：“你不说实话，我就不走了。”少年气的胸前一起一伏，眼睛瞪得圆圆的，压抑着怒气问道：“你到底要干嘛？”面对少年愤怒的质问，宋寻却丝毫不为所动，依旧淡定自若的追问：“快告诉我，你刚才去哪儿了？”少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不情愿的嘟囔道：“医院。”话音刚落，宋寻立刻像触电般从床上弹了起来，3步并作2步，快速走到少年面前，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的打量起他来，满脸关切的询问：“你怎么了？”看到男生如此紧张自已，少年反而觉得有些不太习惯了。他下意识的侧过身子，躲开了男生的审视目光，然后低着头，语气闷闷的说道：“中药了。”于是林英把玉思给他讲的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宋寻。宋寻的表情从一开始的震怒到不解，最后到一言难尽。他听完后不可置信的问道：“也就是说，1杯酒，3个人中招了？”少年愣了一下，好像是这个样子，于是乖巧的点了点头。宋寻憋了半天，说了一句：“牛逼。”林英此时可不想
和他讨论这些事了，于是语气硬邦邦的说道：“好了，我说完了，你出去。”宋寻闻言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嘴角轻轻上扬，露出一抹笑容，然后不紧不慢的反问道：“我去哪？你还没说完呢，你嘴巴怎么回事？”宋寻怎么这么粘牙啊？少年皱着精致的眉毛，漂亮的眸子瞪着宋寻，一字一句的说道：“我自己要的。”第36章劲爆的标题。宋寻看到眼前这只小兔子那副模样，不禁眉头微皱起来，心中暗自思忖道：难道真的是我想太多了吗？他的目光再次落在少年的身上，尤其是那微微红肿的嘴唇，男生又一次仔细地端详起少年的嘴唇来，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疑惑和探究。他稍稍停顿了片刻，然后开口问道：真的不是别人咬的吗？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确定。林英简直快要被宋寻给气炸了，他紧紧地抿住自己那粉嫩如花瓣般的小嘴，怒目圆睁地瞪着对方，胸膛因为气愤而剧烈起伏着。只见他气鼓鼓地大声喊道：是谁咬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宋寻被少年如此不客气的回怼，一时间竟然有些语塞，脸上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心虚之色。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我可是你大哥啊，你是我的小弟，作为大哥关心一下小弟的私人生活也是很正常的嘛。说完这番话，他还特意挺了挺胸脯，试图表现出一种理直气壮的样子。然而少年对于宋寻的说辞显然并不买账，他不屑地撇了撇嘴，依旧气鼓鼓地回应道：哼，就属你管得最宽，我都已经说了是我自己不小心咬到的，你爱信不信。你出去。说完，少年突然伸手用力地推搡着宋寻，想要将他赶出房间。宋寻见状也知道此刻不宜再继续纠缠下去，于是只得无奈地转身离去。随着房门缓缓关上，屋子里终于恢复了平静。林英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宋寻真烦人。林英慢悠悠地坐到柔软的床铺上，眼神空洞，似乎思绪已经飘到了九霄云外。不知过了多久，像是想到了什么，走到了屋子的镜子面前，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嘴巴。他倒要看了看嘴巴破成什么样子了，怎么不相信他？正当林英对着镜子左瞧右瞧，苦思冥想之际，镜子里那个如同瓷娃娃般精致的小人儿忽然顿住了动作。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雪白精致的小脸上，粉嫩的小嘴又肿又高，还破了一个小口子，看起来娇艳欲滴的，有种破碎的美。他眨了眨眼，再次认真端详起嘴角的伤口，心里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这伤口好像真有点像是被人狠狠咬了一口留下的痕迹。可是玉思明明说是我自己弄的啊！一时间各种念头在少年脑海中交织缠绕，让他愈发感到迷茫和困惑。某个小鬼有些迷茫，他在又仔细看了半天。就在这时，一声突兀的电子音在耳边响起：你看什么呢？林英被吓了一跳，他瞪大眼睛埋怨地问道：吓我一跳。就在这时，林英突然想起来在医院的时候系统阴阳他的事情，于是撅着嘴巴不开心地问道：你在医院干嘛说我？呵，系统冷笑一声，并不打算回答。林英精致的眉毛紧紧地蹙着，他拧下嘴巴，语气不满地质问道：说话呀！系统依旧没有回答，反而质问道：你是不是不想回家了？少年一听，漂亮的眸子瞪得圆圆的，立刻反驳道：我当然想回去啊！系统反问道：想回去，你一点任务不做？少年听闻，尴尬地红着小脸，低垂着头，小手不安地摆弄着衣角，嗫嚅着解释道：我这不是遇见意外了吗？怎么能都怪在我身上呀？然而系统显然对这个解释并不买账，他冷哼一声，毫不留情地嘲讽道：意外？意外就是你朝主角受索吻的借口。林英听到系统这番话后，只觉得脑袋里像是有无数颗炸弹同时爆炸开来，嗡嗡作响。一时间他整个人都呆住了，脑海中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眼睛瞪得比刚才还要大，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索吻。系统见某个小鬼一副啥也不知道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说呢？你那嘴巴就是他咬的！林英脑子彻底炸了，精致雪白的小脸此刻呆住了，
粉嫩的唇瓣半张着，根本没就合不上。哼！系统见状，重重的哼了一声。良久，林英一副刚反应过来的模样，小声的解释道：“那是因为我们被下药了，玉丝哥哥送我去的医院，所以……”说到这里，某个小鬼理直气壮的说道：“这是个意外啊！”系统没说话，这确实是个意外，可是他看得真真的，那个玉丝当时可是有神智的。系统又看了一眼坐在床上羞答答的小鬼，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嘱咐道：“你以后和主角兽保持一点距离，毕竟你是个恶毒男配。”林英听闻，撇了撇小嘴，不情不愿地回答道：“知道了。”系统顿了顿，最后叹了一口气，不再纠结于这个事情。反倒是林英躺在床上，精致雪白的小脸此刻热得直冒粉。自从知道自己嘴巴上的伤口是玉丝咬的，某个小鬼都快害羞死了。林英直勾勾的天花板，有些疑惑的想着，为什么玉丝不和他说实话？是不喜欢他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少年躺在床上，像个毛毛虫一样，左翻翻右翻翻，就是睡不着。系统瞥了他一眼，没放在心上。就在这时，林英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他伸出白皙的小手，把手机从床头柜上拿了过来。许淑妍，好些了吗？怎么突然出院了？林英见状，知道对方这是去过医院找他了，于是回复道：“我好很多了，谢谢担心。”回复完，少年闲着无聊，点进了学校的论坛网站，结果就看见了几个劲爆的标题。惊！这个林英什么来头？居然和4个男人纠缠不清，拿酒泼江毅，这小男生可真辣，都进医院了，好激烈啊！林英第37章春心萌动。胡说八道！林英当即被气得坐了起来，愤愤地看着手机里的内容，气得小脸都红了。少年皱着眉，漂亮的眸子瞪得大大的，气呼呼地说道：“他们造谣，我才没有呢！”系统已经不想说话了，这剧情已经崩的他妈都不认识了。就在这时，卧室门突然被敲响了。林英愣了一下，听着敲门频率不像是宋寻，那就只能是……一想到系统和他说的，某个小鬼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漂亮的眸子眼巴巴地看着门口，犹豫着要不要开门。最终，少年还是从床上走了下去，来到了门口，打开门。林英开门后，见玉丝端着白粥站在门口，抿了抿嘴唇，乖巧地说道：“玉丝哥哥。”清冷俊秀的男生见少年来开门，漆黑的眸子暗了暗，轻声说道：“给你煮了粥。”少年见状，眨了眨眼睛，白皙的小手接过男生手里的白粥，小声说道：“谢谢玉丝哥哥。”玉丝没有说话，就那么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林英。少年被对方漆黑的眸子看得有些头皮发麻，尤其知道对方亲了自己，他更是不好意思了。于是他顿了顿，小声问道：“玉丝哥哥，还有什么事情吗？”那小模样活脱脱一只软乎乎的小团子。玉丝听闻，神色微微暗了下来，低声说道：“没有，你好好休息。”玉丝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少年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最终转身回到了屋子里。林英坐在床上，用勺子扒拉手里的这碗粥，边搅拌边朝系统问道：“系统，你说玉丝哥哥为什么亲我呀？”少年想着想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小脸一红，小声说道：“不会是喜欢我？”还不等林英说完，系统直接打断：“你少瞎想了，当初你和玉丝都中药了，你还一个劲儿的巴巴凑上去，人家玉丝是被你强制的。”临了，系统还骂了一句：“你个小色鬼！”少年听闻，小脸都红透了，他紧紧地抿着嘴巴，闷声哼了一声，随即趴在床上不想理系统。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玉丝像往常一样来叫林英，可今天不知道宋勋抽什么风，非要和他们一起走，于是2人行变成了3人行。等到了教室的时候，林英犹豫片刻，颠颠的跑到玉丝旁边坐着，没听见系统呵斥自己。某个小鬼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状，红润的小嘴也不由自主地上扬着。宋勋见状，眉头不禁微微皱起，脸上流露出些许不悦之色。接着他略带怒气地质问道：“干嘛坐这里？”林英闻声转过头来，漂亮的眸子瞥了宋勋一眼后，又迅速地收回视线，
紧紧地抿住嘴唇，一言不发，那副模样分明就是懒得搭理宋寻。一旁的玉丝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他的眼底悄然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而宋寻眼见这小鬼竟敢如此无视自己，心中的火气不由得更旺了几分。只见他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二话不说就直接在林英的另一侧座位上坐了下来，并且摆出一副赖着不走的架势。林英见宋寻坐到了自己旁边，还有一种不走了的意思，当即不乐意了。他嘴角微微垂了下去，血腮略微气的鼓起，语气不满的质问道：“你坐在这里干嘛？”由于此时教室内人头攒动，喧闹声此起彼伏，林英怕别人听不见似的，刻意提高了音量。但即便如此，少年嗓音细细软软的，听起来软乎得很。于是宋寻微微抬起右手，用手肘支撑着下巴，饶有兴致地望向身旁那个正一脸愤怒地质问他的小家伙。只见他嘴角微扬，压低声音缓缓开口道：“别撒娇。”听到这话，林英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小嘴一瘪，满脸不高兴地转过头去，再也不愿多看宋寻一眼。很快就上课了，林英坐在玉丝旁边，目光时不时地落在对方的身上。只见玉丝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课，并认真地做着笔记。林英见状，犹豫片刻后，也有模有样地掏出一支笔，然后翻开笔记本，准备跟着一起记录。然而没过多久，这个调皮捣蛋的小鬼心思就开始跑偏了。起初他只是偶尔偷偷瞄一眼玉丝的笔记，想要看看对方都写了些什么。可渐渐的，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玉丝这个人身上，手中的笔不知不觉间竟开始在纸上写下了玉丝的名字。就这样，一节课过去了大半，等到快要下课时，林英才突然回过神来。当他低头看到自己面前那张写满了玉丝名字的纸张时，瞬间羞得面红耳赤。他手忙脚乱的赶紧将本子合上，同时还心虚无比的朝着玉丝的方向偷瞄了几眼，生怕被对方发现自己刚刚的小动作。玉丝见少年老盯着自己看，疑惑的侧过头，轻声问道：“怎么了？”林英小脸红红，声音软软的说道：“没什么。”他以为玉丝没看见，实则男生在少年偷看他的时候就注意到了。玉丝看了看今天这个格外粘人的小呆子，嘴角微微上扬，心情略微大好。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走了过来了。少年突然发现自己身旁不知何时竟然多了一道身影，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玉丝的身边多出了一个人来。少年先是稍稍停顿了片刻，然后才慢悠悠地抬起头来。然而当他看清眼前之人时，不禁愣住了。只见江毅正一脸冰霜般的站立在桌子旁，那冷峻的神情仿佛能把周围的空气都冻结。少年被江毅那如刀片般锋利的目光一瞪，不由得浑身一颤，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更别提开口说话了。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玉丝淡淡地瞥了江毅一眼，用冷漠的声音开口问道：“有什么事吗？”江毅听到这话，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根本就不想理会玉丝。第38章，做我床伴。江毅面无表情地看向少年，用冷冰冰的语气说道：“跟我出来。”他的目光犹如两道寒芒，直直地射向林英。少年听到对方居然是在和自己说话，心中不由一紧，连忙抿了抿嘴唇，小心翼翼、细声细气地问道：“干嘛呀？”出来。见少年磨磨蹭蹭的，江毅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他微微皱起眉头，原本就已经十分冰冷的脸色，此刻更是阴沉的吓人。看到这一幕，一旁的宋寻忍不住皱起眉头，满脸不悦地盯着江毅，毫不客气地质问道：“我说江毅，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这破兔子是我的人。”林英听闻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毕竟宋寻是在护着他，就是不骂他破兔子就好了。江毅目光落在了宋寻身上，又看了一眼玉丝和林英，随即冷哼一声，坐在了一旁。这下好了，林英没跟着他走，却时不时的能感受到对方刀子般的目光。少年觉得有些委屈，这个江毅真小气，他又不是故意泼他酒的，谁让他先骂他了？而且他还欺负他了呢。林英小嘴一瘪，气呼呼的朝系统吐槽道：“系统，我觉得这个江毅在针对我。”系统听闻，严严的回复道：“哦。”听见系统这有气无力的声音，
某个小鬼疑惑地问道：“你怎么了呀？”系统顿了顿，有气无力地说道：“心累。”林英抿了抿嘴巴，小声嘟囔道：“系统也有心吗？”系统。课间，林英突然有点想去厕所，玉思见少年要出去，于是问道：“去哪？”少年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小声说道：“去厕所。”玉思听闻，轻声说道：“我陪你。”林英赶紧摇了摇头，他又不是小孩子，上厕所才不要人陪。于是林英自己走进了男厕所。就在少年出来洗手的时候，突然间一阵清脆的上锁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少年唰的一下转过头看向门口，眼睛瞬间瞪得浑圆。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正静静地伫立在门口，江毅正在锁门。看到这一幕，林英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一股寒意从脊梁骨上涌起。他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双腿开始颤抖起来，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往后退去，一步两步，直到后背抵到了冰冷的墙壁，再也无路可退为止。此刻林英那双漂亮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江毅，里面充满了警惕和恐惧。他的嘴唇微微颤动着，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你要干嘛？”然而由于过度紧张，这句话说得磕磕绊绊，甚至还带着一丝哭腔。完蛋了，他落单了，江毅不会揍他吧？江毅听到林英的问话后，并没有立刻回答，相反，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一种近乎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面前这个瑟瑟发抖的少年。只见少年身形纤细，那件略显宽大的制服套在他身上，不仅没有显得臃肿，反而更衬托出他的娇小与柔弱。他那白皙如雪的肌肤在黑色制服的映衬下，越发显得晶莹剔透，娇嫩欲滴。小脸精致又漂亮，眼睛又大又圆，唇红齿白，美得雌雄莫辨，怪不得能勾搭上那么多人。男人这么想着，目光都变幽深了几分。面对江毅毫无顾忌且冷冰冰的注视，林英只觉得浑身不自在，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而眼前的江毅则是一头凶猛无比的恶狼。于是他下意识地再次缩了缩身子，恨不得能够立刻把自己蜷缩成小小的一团，消失在江毅的视线之中。江毅冷冷地看了他一会儿，随即抬脚往少年的方向走了过去。少年见状，愈发的害怕了，软着声音抽噎道：“别打我！”江毅走到少年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面前的小团子，冷声说道：“不打你。”少年听闻，缓缓地将脑袋抬了起来，精致雪白的小脸看向对方。由于害怕，少年漂亮的眸子里面已经弥漫着一层雾气，看起来可怜巴巴的。只见林英贝齿紧咬着下唇，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他，嗓音细细软软的问道：“那你要干嘛呀？”就在这时，男人突然毫无征兆的伸出修长的大手钳，住了少年的下巴，仔细的打量了起来。少年被对方捏得生疼，可又不敢说什么，只能任由对方捏着。江毅细细的打量了半天，随即松开了捏着少年的大手。再看见少年那白嫩的脸颊上留下了2道深深的红痕，男人眉头紧紧的蹙着。这么弱，他又没使多大力气。少年见对方把手松开了，于是赶紧揉了揉被捏疼的小脸，怯怯地看向江毅，不敢说话。江毅见这小鬼娇气的模样，眉头皱得更紧了。男人突然说道：“你很穷吧？”男人用的是肯定句，显然是已经调查过林英的身份。少年正揉着小脸，突然听到男人这么问他，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后，愤愤地看了一眼对方。他穷怎么了？吃他家大米了？虽然林英很不满意，但也只敢在心里骂骂对方，明面上一点都不敢表露出来，只能用湿哒哒的眸子看着对方。江毅见这小鬼不说话，紧接着皱着眉冷声说道：“做我床伴，每个月给你20万。”林英愣住了，小脸僵硬地看着对方，似乎在思考对方说的什么。江毅等了一会儿，发现这小鬼仍然毫无反应，不禁有些不耐烦起来。他心想，莫不是嫌钱少？想到这里，他再次开口，声音愈发寒冷：“50万。”听到这个数字，林英眨巴了几下眼睛，脸上依旧是一副茫然懵懂的神情，宛如一只受到惊吓而不知所措的小绵羊。见此情形，江毅的眉头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脸色阴沉的吓人。他满心不悦地瞪着眼前这个沉默不语的小人儿，冷冰冰的又说了一句：“100万，别太贪心了。”没错，自始至终，他都认为对方之所以迟迟不肯答应，肯定是觉得给出的价钱不够诱人。可他又不敢一下子开出太高的价码，生怕这个小鬼因此而是宠生骄，不知天高地厚。第39章第二次。某个小鬼听完对方说的什么，人都傻了，江毅脑子是有问题吗？林英愣了一会，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声小气地问道：“为什么找我？”男人听闻，目光悠悠地看了少年好一会儿，冷声说道：“这个不用你管。”林英想了想，突然灵光一闪，这个江毅不会是想着自己答应他以后去玉丝那里告他一状吧？想到这里，林英不禁撇了撇嘴，看向江毅的眼神里充满了鄙夷之色，心里暗暗骂道：“真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江毅见眼前的小人儿迟迟不说话，脸色愈发的阴沉，冷声说道：“答应还是被迫答应？”林英听完，精致的小脸萌萌的，他呆呆的看着对方，软软的问道：“什么叫被迫答应啊？”男人面沉似水，冷哼一声后，微微俯下身来，一步步的向少年逼近。他压低嗓音，语气森冷的说道：“你要是敢不答应我的要求，我立刻让你从圣斯顿学院里滚出去。”伴随着男人不断的靠近，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也随之袭来。少年下意识的往后退缩了一下，身体微微颤抖着，一双眼睛怯生生的望着眼前这个冷酷的男人，嘴里小声嘟囔着：“我不要。”然而男人对少年的哀求视若无睹，依旧冷冷的盯着他，继续逼迫道：“那你就答应我。”林英听到对方的威胁，漂亮的眸子瞬间弥漫着一层雾气。他紧紧抿住自己粉嫩的小嘴，用带着哭腔且微弱到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再次反驳道：“我不要。”江毅气死了，这小土包子是听不懂人话吗？男人刚要去捏对方的小脸，谁料林英竟误以为对方是要动手打他，吓得小嘴一撇，眼眶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就好似断了线的珍珠，噼里啪啦的砸落在地上。我不要！少年一边放声大哭，一边哽咽着喊道。他哭得撕心裂肺，那哭声越来越大，响彻整个房间。一时间，江毅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有些手足无措起来。眼看着少年哭得这般伤心欲绝，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江毅只觉得自己的心乱成了一团麻，烦躁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喂，你哭什么？不许哭了！但少年似乎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依然自顾自地哭泣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看着眼前哭成泪人的小哭包，男人皱着眉，刚要伸出去擦一擦对方泪水，然而就在他的手指即将触碰到那张满是泪水的小脸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厕所的门巷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然踹开，紧接着一道黑影迅速地冲了进来。还没等男人回过神来，一只坚硬有力的拳头便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江毅猝不及防之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向后踉跄了好几步。待他稳住身形之后，才终于看清了来人的模样。只见刚才还在他面前觉得稀里哗啦的小人儿，一转眼直接扑进别人的怀里了。呜，玉丝哥哥！林英将自己整张小脸都深深地埋进了男生宽阔温暖的胸膛里，一边轻声抽泣着，一边用小手紧紧揪住对方的衣服，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感到些许安心和依靠，看起来可怜死了。看着躲在他怀里直掉眼泪的小人儿，玉丝那张向来清冷俊秀的脸庞之上顿时闪过一抹难以掩饰的戾气。随后他缓缓抬起头，用一双冰冷刺骨的眼眸毫不留情地直视着眼前的罪魁祸首。江毅毫不心虚地和对方对视着，他有什么心虚的？别人都是上赶着给他做床伴，轮到这小土包子好像要吃了他似的。江毅那双狭长的眼睛里闪烁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玉丝，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嘴里缓缓吐出几个字：“第二次，玉丝，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很好？”玉丝面无表情地迎上江毅充满敌意的目光，声音冰冷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寒风，
离他远点。那个男人先是一愣，随后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一样，忍不住冷笑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不屑地扯了扯嘴角：“凭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他的一个邻居而已，真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儿了。”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一直像只小猫般安静地依偎在玉丝怀中的林英猛地抬起头来，只见他那双原本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此刻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小嘴一张一合，毫不客气地回怼道：“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和玉丝哥哥最好了。”听到林英这番话，江毅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云密布。林英见状，知道对方这是动怒了，怯怯地看了他一眼，怂唧唧的又把头埋回了玉丝的胸膛。玉丝则依旧一脸淡漠，只是微微扯动了一下嘴角，用比之前更冷的声调对江毅说道：“阁下现在应该听清楚了吧？”江毅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间发出一阵刺耳的冷笑：“那又怎样？我江毅看上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得不到手的。”说完，他冷睨了一眼玉丝和林英，丢下一句：“小土包子，咱们走着瞧，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然后便转身扬长而去，留下林英和玉丝。林英听到对方说的话，心头颤颤，小嘴一瘪，又有点想哭。玉丝眼底闪过一丝寒意，她看了一眼对方离去的背影，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突然听见怀里小人儿抽抽噎噎的声音，玉丝低下头看向少年，紧接着男人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擦拭着少年脸颊上的泪痕，轻声说道：“别哭了，没事了，是我不好，应该陪你来的。”男人清冷声中带着几分温柔，传进了少年的耳朵里。少年听闻，抬起精致的小脸，可怜巴巴地看着玉丝，吸了吸红红的鼻子，软乎乎地说道：“不关玉丝哥哥的事。”第40章，不信我不许捏我脸。自从发生了厕所那件事，玉丝把林英看得更紧了，林英去哪他都跟着去哪，弄得少年都有些不习惯。就在这天，当他们一同坐在学校食堂用餐时，少年一边埋头吃着碗中的饭菜，一边时不时的用眼角余光悄悄地瞥向坐在对面的玉丝。玉丝很快便察觉到了少年那鬼鬼祟祟的偷瞄动作，只见他缓缓地放下手中的筷子，将目光投向少年，轻声问道：“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偷看我呢？”哎呀，竟然被当场抓包了！少年不由得小脸一红，他抿了抿小嘴，小声问道：“玉丝哥哥，那个马上就要到国庆了耶，你打算回家吗？”林妈妈给他打电话了，说很想他，想让他回家，还在电话那头哭哭啼啼的。林英本来心就软，一想到林妈妈一个人抚养原主长大，吃了那么多苦，就心疼了起来，所以他打算国庆节要回家去看看。玉丝没有回答，反而朝少年问道：“你要回去吗？”林英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小声说道：“我想回去，我问过许淑妍了，她说咱们放15天假呢。”说完，少年圆溜溜的眼睛看向玉丝，玉丝最近可忙了，有的时候他半夜去找他，还能看见他在捅咕电脑，而且有的时候还见不到人影，也不知道在忙什么。突然想起刚和玉丝认识的时候，他们刚到学校，对方也是这么帮他拿行李箱的。不过那时候的玉丝对他更多的是不耐烦，这时候的玉丝对他温柔的不行。林英不由自主地眨动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眼眸之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紧接着，他像是心中藏有万千愁绪一般，轻轻地叹了口气。正在这时，走在前方的玉丝毫无征兆地停下了脚步。由于少年没有及时察觉，猝不及防之下径直撞了上去。他吃痛的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额头，嘴里小声嘟囔着：“干嘛突然停下来啊？”少年的声音虽小，但在这寂静的氛围中却显得格外清晰。听到身后传来的动静，玉丝缓缓地转过身子，目光直直地落在眼前这个正揉着脑袋的可爱小人身上。只见男人的双眸微微一暗，低沉的嗓音随之响起：“感觉英英这2天一直都在故意躲着我，为什么？就因为我说了喜欢你，所以你就躲着我吗？”林英愣住了，他没想到玉丝居然会直接问他，一时噎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我没有呀，我就是我。少年显得有些慌乱，话语断断续续，小脸涨得通红，双手不停地搓动着衣角，眼神更是闪烁不定，
不敢与面前之人对视。然而，还未等少年把话说完，玉丝便直接打断了他。只见玉丝那原本俊朗的面容，此刻却充满了无尽的落寞之色。他缓缓地开口说道：“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一点都不讨人喜欢。”接着，他又喃喃自语道：“我本来就没什么亲人，性子又如此冷淡，除了茵茵你之外，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搭理我。可是如今，就连你也开始渐渐地疏远我了。”话音刚落，玉丝那锋利的眉骨之间，竟隐隐约约地弥漫起了一层浓浓的失落和悲伤，而他那双狭长的眼眸，则如同失去了光彩一般，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林英，仿佛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丝安慰或者回应。林英听完，漂亮的眸子里满是心疼，她紧紧地抿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心里闷闷的不舒服。就在这时，玉丝那无比失落的声音再次传入了林英的耳中：“对不起，是我的错，一定是因为我哪里做的不好，才会让茵茵你讨厌我了。”听到这句话，林英再也忍不住了，她猛地抬起头来，红着小脸朝着玉丝大声喊道：“我没有讨厌你。”玉丝抬起了眸子，带着光芒看向林英，仿佛在说：“真的吗？”林英小脸羞得要滴出血来，她轻轻地抿了抿小嘴，闷声说道：“我也没有疏远你的，我也很喜欢你的。”听见少年说了什么，玉丝瞬间瞪大了眼睛，一把抱住少年：“真的吗？”茵茵。林英红着小脸，小小一只缩在男人怀里，轻轻地点了点头，小声说道：“真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玉丝缓缓地松开了双手，但依然保持着与少年极近的距离。她慢慢地抬起头，额头轻轻地贴上少年的额头，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甚至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彼此温热的呼吸交织在一起。此时的氛围变得格外暧昧和温馨。玉丝放低了声音，如同情人间的呢喃细语一般，轻声问道：“那茵茵做我的男朋友好不好？”某个小鬼听闻，红着小脸，有些犹豫了起来。他抿了抿小嘴，小声问道：“做你男朋友有什么好处吗？”第46章确定关系。玉丝听闻林英的话之后，微微眯起她那双狭长而深邃的眼睛，嘴角轻轻上扬，压低声音温柔地说道：“那茵茵想要什么呀？”林英听到这话，眨巴着灵动的大眼睛，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之中。思考片刻后，小声问道：“我们要是在一起了，你会听我的吗？”话音刚落，突然感觉到眼尾被指尖轻柔的擦过，玉丝突然俯身亲了一下少年的额头：“什么都听茵茵的。”林英被这突如其来的亲吻弄得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来之后，立刻撅起粉嘟嘟的小嘴，软乎乎的说道：“不许随便亲我。”玉丝闻言，原本明亮的眼眸瞬间暗淡了下去，流露出一丝失落和委屈，低垂着眼帘喃喃自语道：“难道成为了情侣之后，连亲亲茵茵都不行了吗？”看到眼前这个高大的男生此刻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巴巴的模样，林英不禁感到心头一软，红着脸低下头，用比刚才稍微大一点但依旧羞涩的声音闷声闷气的解释道：“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了，但是你不能这样突然就亲上来啊。”听到林英这么说，玉丝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眼中再次闪烁出欣喜的光芒，连忙应声道：“好，我知道了，一切都听茵茵的。”然而嘴上虽然答应的好好的，可实际上他紧紧抱住林英的双手不仅没有松开，反而又收紧了几分。林英突然想起了什么，继续说道：“还有，你以后离沈修燕远一点。”玉丝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想到林英居然这么在意这个，薄唇微微勾起，轻声说道：“好，那我也有一个要求。”少年立刻瞪圆了眼睛看着他，他居然还敢提要求。玉丝连忙解释道：“茵茵既然让我离沈修燕远一点，那茵茵是否应该以身作则，也离沈修燕远一点？”林英抿了抿嘴巴，气鼓鼓的说道：“我本来就离他很远了好吗？明明是你们非要去谈生意。”玉丝故作担忧的说道：“我知道，但是茵茵，沈修燕这个人心机颇深，手段很辣，有传闻他为了甩掉一个追求者，居然对那人下死手。”说到此处，玉丝刻意停顿下来，满脸严肃的凝视着林英，语重心长的叮嘱道：“所以茵茵，他若是同你说话，你不要搭理他，知道吗？”果然，林英听完后咽了咽口水，沈修燕居然是这种人吗？
那他之前可是骂过他烂黄瓜的。糟了，他有没有当面骂过他？没有吧？他不记得了。想到这里，少年精致的小脸瞬间变得煞白。沈修燕不会报复他吧？玉思见状，赶紧安慰道：“茵茵别怕，我会保护你的。”林茵听闻，赶紧点了点头。毕竟玉思可是主角。少年握紧拳头，大声说道：“我一定离他远远的。”玉思露出满意的笑容，捏了捏少年白嫩的小脸，柔声说道：“那茵茵可以答应做我的男朋友了吧？”林茵听了这话，先是微微一愣，随即脸上迅速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小声说道：“好吧。”临近正午时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给大地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玉思牵着林茵手牵着手，走到了林茵家门口。一开门，林茵便看到了那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她的母亲正站在门口，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激动。“茵茵，玉思，你们可算回来了。”林妈妈快步迎上前，目光紧紧地锁定在自已久未谋面的儿子身上，声音略微颤抖地说道：“哎呀，快让妈妈好好看看。”说着，她伸出双手轻轻抚摸着林茵的脸庞，眼中不禁泛起泪光。林茵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思念而略显憔悴的母亲，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但同时也感到些许不自在。两人在门口稍作停留后，便一起走进屋内。此时厨房里传来阵阵香味，原来林妈妈早已提前买好了饭菜，并正在忙碌地准备午餐。林妈妈微笑着转过身来，温柔地对他们说道：“你们两个先在茵茵的屋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做好了，我再叫你们出来吃饭。”玉思见此情形，连忙走上前轻声说道：“林阿姨，还是我来帮您吧，您去休息一下。”一旁的林茵也赶忙附和道：“对啊，妈妈，就让我们俩来做这些事吧。”然而林妈妈却坚定地摇了摇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她一边熟练地翻炒着锅里的菜肴，一边说道：“不行不行，你们刚刚才回来，一路奔波肯定累坏了，快去歇着吧。这顿饭啊，就由妈妈来做给你们吃。”话音未落，只见他手脚麻利地将炒好的菜盛出锅，然后又迅速开始准备下一道菜。尽管玉思和林茵再三请求想要帮忙，但林妈妈始终不为所动，硬是将他们推搡着送回了林茵的房间。无奈之下，两人只好乖乖听话，回到房间里等待开饭。刚进到自己的屋子，林茵就愣住了。屋子像是被重新装修过了，干净了好多，就连那张床都大了许多。林茵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有点想哭。玉思见状，立刻上前抱住林茵，将下巴轻轻抵在林茵的头顶，用温柔至极的声音缓缓说道：“林阿姨很爱你。”稍作停顿后，他似乎想要强调些什么，微微加重了手上的力度，轻轻捏了捏林茵略显稚嫩的脸颊：“我会更爱你。”少年听闻，吸了吸鼻子，泛红的眼眶看了一眼玉思，抿了抿粉嫩的小嘴，没有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林妈妈过来敲门，说饭好了。来到饭桌旁坐下，林妈妈关切的目光始终在玉思和林茵身上来回游走，嘴里不停地询问着他俩在学校里的情况。她一脸慈爱地问道：“你们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人欺负呀？”紧接着，她又转头看向玉思，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小思啊，茵茵年纪还小，以后在学校里可要多多照顾她哦。”面对林妈妈殷切的关怀，玉思微笑着点了点头，语气平和地回答道：“阿姨您放心吧，茵茵她特别乖巧懂事，在学校里不仅表现得很好，而且还很受大家欢迎呢。”话毕，他有意无意地朝林茵投去一抹饱含深意的眼神。感受到这束目光的注视，林茵顿时心如鹿撞，脸上的红晕愈发加深，连忙低下头来，只顾埋头吃饭，不敢再多言语半句。没想到林妈妈听见玉思这么说，双眼放光，连忙问道：“受欢迎？那有没有小姑娘喜欢咱们茵茵啊？”第47章，男人的心机。此话一出，林茵瞬间瞪大了眼睛，那圆溜溜的大眼睛里满是惊讶和羞涩，就像是一只被踩到尾巴的小猫一样。他手忙脚乱地挥舞着双手，试图阻止母亲继续说下去，嘴里还慌慌张张地喊道：“妈，你在说什么呢？”只见少年那张白皙的小脸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这副害羞的小模样可把林妈妈给逗得哈哈大笑，笑声爽朗而亲切。“哎呀，小思你快瞧瞧，
我家茵茵真是长大了，都知道害羞了。林妈妈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轻轻点了点林茵粉扑扑的脸蛋儿。听到母亲的话，林茵的脸更红了，她低着头，小声的嘟囔着：“才不是。”虽然嘴上在反驳，但心里却如同小鹿乱撞般忐忑不安。就在这时，一旁默不作声的玉丝忽然开口了，她那清冷俊秀的脸颊上缓缓浮现出一抹温柔的微笑，微微俯身凑近林茵，轻声说道：“茵茵她。”林茵一听这话，心中猛地一紧，那双原本就大大的漂亮眸子更是瞬间紧紧地盯住了眼前的男人。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脑海中不停地闪过一个念头：玉丝该不会是要把他们俩在一起的事情告诉林妈妈吧？想到这里，林茵紧张的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起来。玉丝似乎看穿了林茵的心思，故意拖长了声调，慢悠悠的接着说道：“他暂时还没有女朋友呢，林阿姨，您怕是想太多了。”说完，他还故意戏谑的看了林茵一眼。林妈妈听了玉丝的话，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便反应过来，忍不住调侃的笑了笑，说道：“哎呀，原来是我误会了，我还以为我们家茵茵已经谈恋爱了呢。”哈哈哈。林茵听闻，圆溜溜的眼睛气鼓鼓的瞪了一眼玉丝，这男人几时变得这么坏了？吃完饭，玉丝主动把收拾碗筷的事情揽了下来，林妈妈没办法，于是让林茵一起去帮忙。本来少年就因为对方刚才在饭桌上逗他的事情生气呢，现在还和他近距离接触，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玉丝见到少年板着个小脸，气呼呼的用力刷洗着手中的杯子，小嘴撅得老高，仿佛谁欠了他几百万似的，完全就是一副生人勿近，不想搭理人的小模样。看到这一幕，玉丝不由得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浅浅的弧度。紧接着，她悄无声息地走到少年身后，张开双臂，轻轻地环抱住了少年纤细柔软的腰肢。正在专心刷杯子的林茵，冷不丁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吓得浑身一颤，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般，瞬间开始拼命挣扎起来，并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呵斥道：“你干嘛呀？我妈还在呢，快放手！”然而玉丝却丝毫没有要放开的意思，反而顺势将身体紧紧地贴了上去，下巴亲昵地搁在了少年瘦弱的肩膀上。他凑近少年的耳畔，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轻声呢喃道：“茵茵怕什么呀？林阿姨在屋子里，看不见的。”说着，男人轻轻地咬了一口少年的耳垂。话音未落，只见玉丝突然张嘴，轻轻咬住了少年圆润粉嫩的耳垂，那温热湿润的气息如一阵清风般拂过少年敏感的耳后根，惹得少年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心中一阵酥麻。感受到对方如此亲密的举动，林茵顿时面红耳赤，连忙摘下手上戴着的胶皮手套，伸手想要掰开玉丝紧扣在自己腰间的双手。“不行，你走开啊！万一我妈出来看见了怎么办？”面对少年的抗拒，玉丝不仅没有松开怀抱，反而将手臂收得更紧了些，整个人如同铁钳一般牢牢地锁住了怀中的小人儿。他把脸身埋进少年的脖颈间，闷闷地说道：“就算被林阿姨发现又怎样？难道说茵茵你这么害怕，是因为根本就不想对我负责任吗？”林茵一听，漂亮的眸子瞪得老大，慌慌张张地解释道：“没有呀，我就是觉得现在让我妈妈知道太早了嘛。”玉丝听闻，眼底闪过一抹情绪，嘴角微微往上勾了勾，但还是故作失落地说：“不早了，刚才阿姨还催你找个对象呢。”林茵听闻，忍不住撇了撇小嘴，她妈妈要的是女儿媳，可不是男儿媳，这要是突然告诉林妈妈她和玉丝在一块儿了，出事了怎么办？于是少年板着一张小脸，语气硬邦邦地朝玉丝说：“不行，现在咱们刚在一起，感情不稳定，不可以告诉我妈妈。”本来还觉得没什么的玉丝，听见少年这么说，清冷的脸颊骤然沉了下去，漆黑的眸子暗了暗，低声道：“是茵茵想的周全，这小呆子居然还想着和他分开，感情不稳定。”哼！林茵听见玉丝这么说，松了一口气，突然觉得玉丝还蛮善解人意的，于是嘴边扬起一抹笑意。男人的情绪本来就有些低落，又突然看见少年笑得这么开心，眼底闪过一抹暗光，紧接着嗷呜一口咬在了少年的侧脖颈。啊！一声凄厉的尖叫骤然响起，划破了原本宁静的空气。厨房里顿时乱作一团，
各种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正在卧室里忙碌的林妈妈听到了这阵不寻常的响动，心中一紧，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匆匆忙忙地朝着厨房跑去，一边跑还一边焦急地呼喊着：“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林英用手紧紧捂着被咬伤的侧脖梗，小脸憋得通红，努力克制住自己想要伸手去揉伤口的冲动。她的心跳急速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看着一脸关切跑来的林妈妈，林英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没事儿，妈，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大虫子，吓了一跳。”说这话时，她的眼神不由自主地飘向了一旁正若无其事站着的男人，心里暗暗咒骂这个可恶的家伙。林妈妈听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一丝轻松的笑容，她忍不住调侃起儿子来：“哎呀呀，英英啊，你这胆子可真是一点都没变呢，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胆小怕虫。”林妈妈调侃着说道：“好了好了，既然没事，我去给你们切点新鲜水果吃，你们就先回屋休息去吧。”林英听完妈妈的话，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始作俑者。只见男人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好像刚刚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似的。林英气得鼓起腮帮子，转身快步走回了卧室。玉丝自始至终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当林妈妈出现时，她依然保持着那份彬彬有礼的模样，微笑着对林妈妈说道：“那我先回房间去了，林阿姨。”林妈妈则微笑着点了点头，目送着两人离去，随后转身回到厨房继续忙碌起来。但是玉丝走到门口，发现卧室门进不去了，自然知道小呆子生气了。于是他低声说道：“英英，开下门，林阿姨让我进去的。”屋子里面的林英听见玉丝这么说，更生气了，拿他妈妈来压他，哼，没用。于是少年紧绷着一张小脸，瘪着嘴巴，精致的小脸满是不开心地坐在床边。他居然刚才觉得玉丝善解人意，可笑。门外的玉丝见状，知道对方这是不会让自己进去了，于是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故意的大声说道：“英英，我知道错了，你让我进去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英英，让我进去吧。”男人的语气听起来无辜又有些绿茶。门内的林英听闻，抿下嘴唇，依旧没有理他，也没有察觉到某个人的心机。果然，在玉丝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厨房的林妈妈一脸疑惑地走了过来。第48章被教育了。怎么了，小丝？林妈妈拧着眉，看了看紧闭的房门，又看了看可怜的玉丝。玉丝见林妈妈过来了，微微低下头，故作一副可怜的模样，低声说道：“没事的，林阿姨。”林妈妈见状，看了看玉丝的模样，大概猜到了七七八八，轻声问道：“没事，小丝你直说就行，我给你做主。”他的那个儿子，他最是知道，上大学之前就有些骄纵，近来好了不少，但难免有不听话的时候。不像玉丝，从小就品学兼优，为人又沉稳。这时，玉丝那双犹如黑曜石般深邃漆黑的眼眸抬起，飞快地瞥了林妈妈一眼后，便又迅速垂下，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无精打采的。只听他带着些许失落的语气缓缓说道：“我惹英英生气了，刚刚有只虫子被压在了一个瓶子底下，我不小心动了一下瓶子，结果那虫子就跑出来把她给吓到了。”听完玉丝这番话，林妈妈忍不住轻笑出声，原本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呢，没想到竟是这么一回事儿。紧接着她迈步走向卧室门口，抬手轻轻敲响了房门：“英英呀，玉丝又不是故意的，快开门让她进去，不要耍脾气了。”屋子里的林英听了外面的声音，越听越不对味，这狗男人在造谣他。好久不说话的系统突然抽风道：“哼哼，完蛋了，你要被你妈妈骂了。”L 林英一听，气鼓鼓地说道：“我妈妈才不会。”她正和系统交流着呢，突然听见门外又传来某个人无辜的声音：“是我不好，那个虫子太大了，吓到英英了。阿姨你别说她。”林妈妈敲了半天，也不见少年来开门。玉丝又这样说，于是语气略微严肃地说道：“英英，不要闹了，快让小丝进去。你要是再这么不听话，妈妈要生气了。”话音刚落，卧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又白又软的精致少年站在门口。少年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旁边正努力装出一副乖巧模样的玉丝后，便将目光转向了林妈妈。
随后，他轻轻抿了抿自己红润的小嘴，用一种软软糯糯的声音委屈巴巴地说道：“妈妈，她骗人，我根本就没有生气吗？”听到自家儿子这般解释，林妈妈的脸色瞬间缓和了许多。她走上前去，伸出手温柔地揉了揉少年那毛茸茸的小脑袋，嘴里则轻声数落着：“就算不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们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别人关在门外头啊，对不对？”顿了一顿之后，林妈妈又继续叮嘱道：“下一次可绝对不许再这样子做了，记住了没？”林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见林英默不作声，林妈妈又捏了捏少年白嫩的小脸蛋子，再一次的说道：“知道了吗？”林英不情不愿的回复道：“知道了。”林妈妈见状，柔声说道：“好了，既然和好了，你们就进去吧。”于是，玉丝成功的进入到了林英的卧室。门关上后，玉丝就黏黏糊糊的要凑上去。林英气鼓鼓的一把将他推开，重重的哼了一声，抱着肩膀就坐在床边不搭理他。玉丝知道他这是惹小呆子生气了，于是走到林英面前，缓缓的蹲了下去，低声说道：“英英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那张平日里总是清冷俊秀、不苟言笑的面庞，此刻却流露出一丝难得的歉意。他压低声音，柔声说道：“英英，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好不好？”男人微微仰头，清澈如水的眼眸中满含愧疚之色，仿佛一只做错事的小狗般小心翼翼地看着林英。接着他又继续轻声细语道：“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刚才是不是咬疼你了呀？快让我看看嘛！”说着，玉丝便伸出手，作势要去查看林英脖子上的草莓印。可谁曾想，林英根本不吃他这套。只见他迅速扬起小手，啪的一声，干净利落的将玉丝伸过来的手给打开了。玉丝的手就这样悬在空中，被拒绝后的他，原本明亮的眼神瞬间暗淡下来，默默的垂下头，不再吭声。林英漂亮的眸子偷偷瞥了一眼身旁情绪明显低落的玉丝，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但很快他就强行压下这种异样的情绪，气鼓鼓的收回了目光。哼，他惯会装可怜。不过虽然嘴上这么说，可少年的目光还是时不时的往玉丝那边瞟上几眼。玉丝见装可怜对少年没用了，决定改变策略，继续放低姿态，柔声哄劝道：“英英别生气了好不好？英英若是还生气，便打我出出气吧。”说着便去拿少年的雪白纤细小手往自己脸上贴。林英嗖的一下收回了手，板着小脸恶声恶气的说道：“你少来这套，就会装可怜。”玉丝抿了抿薄唇，轻声哄道：“我真的知道错了，英英，你别生气了。”“哼，你刚才在我妈妈面前装可怜的时候，怎么不想我会生气？”林英撂下完这句话，别过小脸不搭理他。玉丝见状，那双深邃迷人的黑眸微微一暗，流露出些许落寞与伤感。沉默片刻后，他缓缓开口解释道：“因为英英当时已经生气了，还不让我进去，我进不去便哄不了英英，自然要林阿姨帮忙，让我进去哄英英呀。”林英小脑瓜转得慢，一来二去就被他绕了进去。听他这么说，竟然觉得有些道理。不过少年才不管这些，气鼓鼓的哼了一声：“我不和你说了，我说不过你。”玉丝见状，忍不住轻笑一声，顺势坐在少年床边，一把抱住了少年，低声细语道：“英英。”玉丝又哄了好久，勉强把某个小人儿给哄好了。到了晚上，林妈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又看了看玉丝，轻声提议道：“小丝呀，你家里还没收拾吧？不如先住在我家吧，你和英英一张床。”“可以。”“不行。”第49章睡一张床。林英瞪着一双大眼睛，坚决反对：“不行。”玉丝听闻，缓缓地垂下头，长长的睫毛掩盖住眼底的失落情绪，用低沉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林阿姨，既然这样，那我还是先回去吧。”站在一旁的林妈妈看到这一幕，不微微皱眉：“不行，你们家好久没住人了，都没有打扫过。”说罢，林妈妈转过头，温柔地看着林英，轻声细语地哄道：“英英乖，就让小丝和你一起睡好不好？妈妈给你换了一张宽敞的大床，就算多一个人睡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然而林英却紧紧抿着那粉嫩的小嘴，倔强地摇着头，依旧小声嘟囔着表示反对：“我不要。”
让他回自己家睡去。玉丝见此情形，迅速站起身来，做出一副马上就要离开的样子。林妈妈眼疾手快，连忙伸手拦住玉丝，同时转头对着林英继续劝说起来：“英英，你真要你小四哥哥回去睡啊？他家里都没收拾呢，回去吸灰吗？”林英听到这话，忍不住偷偷瞥了一眼玉丝，心里虽然还是不太乐意，但终究还是拗不过妈妈的软磨硬泡。只见他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嘴里轻轻吐出2个字：“好吧。”这时，玉丝的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随后他立即恢复成彬彬有礼的模样，微笑着向林英道谢：“谢谢你，英英。”少年不开心地瞪了一眼对方，他现在还没完全消气呢，到时候就让他打地铺。谁知道玉丝像是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一样，轻声说道：“我到时候打地铺就好。”林妈妈笑着说：“打什么地铺？那床能住得下你俩？”说完，林妈妈像是不放心一样，叮嘱林英：“英英，可不许欺负人家，不许让人家小四打地铺。”林英说完，她立刻伸出双手，轻轻推着林英和玉丝朝着林英的卧室走去，并热情地说道：“你们俩先进房间，我去给你们热2杯牛奶。”话音未落，林妈妈便转身快步走向厨房。随着房门缓缓关闭，原本热闹的屋子此刻只剩下林英和玉丝2人，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微妙的氛围，让少年感到些许不自在。他微微侧过头，快速瞥了玉丝一眼后，便不再多言，而是自顾自地拿起自己的洗漱用品，急匆匆地奔向卫生间。玉丝静静地坐在少年那张整洁的书桌前，目光不由自主地被桌上摆放的一张相片所吸引。那是少年高中时期拍摄的照片，相片中的少年面庞精致如画，浑身散发着朝气蓬勃、青春洋溢的气息。然而，不知为何，玉丝却越看这张照片越觉得不顺眼。正当玉丝盯着照片入神之际，林英已经迅速完成刷牙洗漱，打开门走了进来。一抬眼，他便看到玉丝正端坐在凳子上，那双深邃的眼眸正定定地望着自己，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难以名状的情绪。只见林英眨巴着她那对漂亮的眸子，满脸狐疑地开口问道：“你坐在那儿干嘛呢？为什么不到床上去坐啊？”听到少年清脆悦耳的声音，玉丝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一般，连忙将手中拿着的相片轻轻地放回书桌上，然后用一种轻柔而略带委屈的语气回答道：“我怕英英你会不高兴，所以我还是打地铺睡比较好。”林英见状，忍不住撇了撇嘴，这男人惯会和他装可怜。要是打地铺被发现了，林妈妈还得说他，而且这地上这么凉，万一给他冻着了怎么办？某个小鬼还是有些不忍心，于是语气硬邦邦地说道：“不用了，你还是住床上吧，我可不想被我妈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男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只见对方淡淡的说道：“让英英这么勉强，是我不好，我还是打地铺吧。”林英立刻拧着眉头，气呼呼地质问对方：“玉丝，你是不是要和我作对？”玉丝见状，眼睫略微垂下，低声道：“我只是觉得英英很勉强。”林英气得深吸一口气，漂亮的眸子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对方，一点都不勉强。玉丝听闻，这才将目光落到林英身上，轻声道：“谢谢英英。”啧，突然觉得这主角受咋这么腹黑呢？系统见少年被气成这样，忍不住调侃了起来。林英一句话也没说，拿了睡衣，蹬了拖鞋，跑到了床上。少年边弄被子边问道：“你最近好活泼哦。”“嗯哼。”少年继续道：“都不催我做任务了。”听见某个小鬼还敢问这件事，系统阴阳怪气地说道：“你俩都确定关系了，我还催个毛线？”听到系统这么说，少年小脸红了红，等了好半天才憋出一个“哦”字。“那你心情还这么好？”系统毫不在意地说道：“没事儿啊，我和上级反映过了，上级说这个世界出了特殊情况，不予处罚了。”听到这话，林英突然好奇了起来：“什么特殊情况啊？”“具体没说，我到时候问问。”林英没太在意，他看了一眼玉丝，又看了看手上的睡衣，催促道：“去洗漱呀，那个抽屉里有新的牙具，赶紧去。”玉丝听闻，拿了牙具，起身去卫生间洗漱。林英见对方走了出去，立刻脱了衣服，换上了睡衣。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敲响了，吓了林英一跳，以为是玉丝回来了。
茵茵，妈妈进来了。听到是林妈妈，林茵喊道：“进来吧，妈妈。”林妈妈穿戴整齐的走了进来，一副要出门的模样。少年立刻坐直了身子，有些紧张的问道：“妈妈，你要出去吗？天都这么黑了。”林妈妈拧着眉头，叹了口气说道：“你杜阿姨的儿子出了车祸，我得去看看。哎，他那个儿子太不让人省心了，我这2天得去陪陪你杜阿姨，你们2个待家里就行了。”就在这时，玉思回来听见林妈妈的话，立刻说道：“太晚了，我送您吧。”林茵点了点头：“对呀，妈妈，我们和你一起去。”“不用，小思，麻烦你这2天照顾一下茵茵。”林妈妈嘱咐完就离开了。第50章，一人一间屋子。林妈妈前脚刚走，屋里便只剩下林茵和玉思2人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玉思心薄唇微微勾起，屋子里就剩下他和茵茵了，干什么都方便了不少。这么想着，男人内心还有一点小雀跃，不仅可以和茵茵睡一张床，还要开启了短暂的同居生活。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某个小呆子的脑回路居然这么正常。只见少年眨巴了几下灵动的大眼睛，然后扬起那张精致的小脸，一脸认真地对着玉思说道：“既然我妈妈这2天都不会回来了，那我去我妈妈的房间睡了。”说完，少年便摆出一副即将转身离去的架势。玉思眉心一紧，立刻拉住少年，低声道：“这张床2个人也能睡。”岂料林茵却是轻轻地皱起了那2道细长好看的眉毛，那张精致无比的小脸上满是疑惑之色，直直地望着玉思：“一个人一张床多舒服，我才不要和你挤一个呢。”说完，少年毫不留情地扒开了对方的手，迈着小步子哒哒哒的就跑到了林妈妈的房间。玉思目光幽怨地看着少年娇小的身影迅速地离开了房间，俊秀的脸颊上仿佛出现了一丝裂痕。“玉思，林妈妈，你快点回来吧。”看着少年在那里收拾床，系统忍不住问道：“你为啥来这屋睡啊？”林茵铺床的手一顿，疑惑地问道：“怎么了？”系统顿了顿，继续问道：“你们俩不是在一起了吗？谁说的在一起就要一起睡了？而且2个人睡一张床多挤啊，估计都会贴一起，我才不要。”林茵撇了撇小嘴，那床虽然换了一张大的，但是住2个人肯定挤。系统听闻，阴阳怪气地说道：“他巴不得呢。”林茵没听清，什么？系统回复道：“没什么，你睡觉吧。”少年听闻也没想那么多，钻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开始睡觉。第2天清晨，第一缕温暖的阳光透过轻薄的窗帘，轻柔地洒在了少年那张白皙而略显稚嫩的脸庞上。他长长的睫毛如同蝴蝶翅膀般轻轻地颤动了几下，随后缓缓地睁开了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林茵悠悠转醒之后，先是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才慢吞吞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小小一只坐在柔软的大床上，萌萌的小模样像只小奶猫。他揉了揉还有些惺忪的睡眼，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摇晃着身体朝着门外走去。没想到一开门，一股香气扑面而来，少年愣了一下，发现玉思在厨房做饭。玉思注意到了少年醒了，他转过头来，嘴角挂着一抹温柔的笑容，对着门口还在发愣的林茵说道：“茵茵，快洗漱，吃饭了。”听到这话，林茵清醒了许多，连忙乖巧地应道：“哦。”接着便像只小兔子似的，迅速转身跑进了洗手间。没过多久，收拾妥当的林茵来到了饭桌前。当他看到桌上的美食时，原本就饿得咕咕叫的小肚子更是发出一阵响亮的抗议声。正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深知这个道理的林茵立刻换上一副讨好的表情，小嘴像抹了蜜似的甜甜说道：“玉思哥哥好厉害哦。”玉思微微一笑，那线条分明的薄唇微微向上勾起，形成一道好看的弧度。正当他想要开口回应几句的时候，放在一旁的手机却突然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男人剑眉微蹙，略带歉意的对少年轻声说道：“不好意思啊，茵茵，我得去接个电话，你先趁热吃吧。”说罢，他便起身走到客厅去接听电话了。林茵小鸡啄米的点了点头，拿起筷子就开始往嘴巴里塞。少年吃了好一会儿，玉思这才打完了电话。只见玉思面色冰冷的走了回来，少年漂亮的眸子怯怯的看了一眼对方，轻声询问道：“
玉丝哥哥，你怎么了？”玉丝察觉到自己此刻的脸色过于冷峻，可能吓到了眼前的小家伙，于是努力让面部表情稍微柔和一些，放低声音对少年解释说：“等会儿我需要出门处理一点事情，估计回来的时候会比较晚了。”接着又补充道：“你就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等着我，别乱跑哦。”听到这话，原本正在吃东西的林英不由得愣住了，过了一小会儿才回过神来，小声问道：“你要去哪里啊？我不能跟着去吗？”听到少年这么说，玉丝的眉心不易察觉的微微一皱，瞬间闪过一丝暴戾之气，但很快就被他掩饰过去。这个沈修燕非要他现在去找他谈合作细节，还不许带闲杂人，这个闲杂人自然指的是这小鬼。玉丝想到这里，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今天水逆吧？好不容易英英昨天答应和他在一起了，结果在一起的第一天就要分开，最重要的是昨天他都没和英英睡一张床。玉丝看着面前扬着小脸看着他的少年，压着不悦的情绪，轻声细语地哄着：“英英乖，就在家里好好等我回来吧，咱们晚上再一起出去玩，就当是约会了。”林英听后，先是失落地垂下头，轻轻点了点，随后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白净的脸颊一下子涨得通红，声若蚊蝇般嗫嚅道：“什么约会啊？”看着少年这般娇羞可爱的模样，玉丝的心情顿时愉悦了许多，忍不住嘴角上扬，略带戏谑的调侃道：“英英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难道这样还不算约会吗？”林英抿了抿小嘴，喝着牛奶没有说话。吃完饭后，大概都快要9点了，玉丝黏黏糊糊的走的时候，非要林英亲她。无奈之下，林英亲了一口对方，催促着他赶紧离开，心里想着玉丝怎么变得这么粘人了，还他的小冰块。送走男人后，林英打了个哈欠，准备回去看电视，结果刚到床边，就见宋寻给他发信息：“我出车祸了，来看我。”林英愣了一下，最近交通这么不好吗？这么多出车祸的。结果还不等林英回信息，对面的人似乎等不及了，给他发了一串：“回我，来看我，地点发给你了，快来。”林英无语，这么有活力，铁定是骗人的，才不要去。少年这么想着，把手机往床上一扔，准备去看电视。结果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林妈妈的。第51章看望病人。林英赶紧接了起来，小声问道：“妈妈，怎么了？”电话那头，林妈妈看林英接电话了，于是说道：“英英呀，你杜阿姨的儿子醒了，他和你差不多大，你要不要来看看他？你和小司一起来，都认识一下。”林英顿了顿，反问道：“怎么突然让我去啊？”“哎，你杜阿姨和她儿子关系一直不是很好，一年都见不到几次，我们都和她说不上什么话。这不，你们都差不多大，来陪陪她吧。”林英听闻，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小声说道：“好的，妈妈，你把地址发给我吧，我现在就过去。”挂断电话没多久，林英便收到了妈妈发来的地址信息。她盯着屏幕上的文字仔细看了看，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嘀咕：“咦，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眼熟呢。”嘴里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快速起身走到衣柜前，挑出一件的外套穿上，然后随手抓起放在桌上的钥匙，急匆匆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来到楼下之后，少年想了想，给玉丝发了一条信息，告诉他一声他去看望病人了。此时玉丝正在去酒店的路上，接到了少年的信息，他也没多问，嘱咐少年小心一点，就继续看电脑里的文件。过了许久之后，玉丝终于抵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只见一名身材修长、气质冷峻的男子缓缓地从车上下来，他身着一袭剪裁精致的黑色西装，每一步都显得沉稳而有力，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一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朝着酒店大门走去。当玉丝刚刚踏入酒店大堂时，一位训练有素的服务员便迎了上来。他微微躬身，礼貌地询问道：“请问您是玉丝先生吗？”玉丝轻轻颔首，表示肯定。得到确认后，服务员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引领着玉丝朝酒店会议室的方向走去。玉丝推开门踏入房间后，视线瞬间被多出来的那个人所吸引，她微微一愣，但很快便回过神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那张清冷俊秀的脸颊上依旧面无表情，迈着沉稳的步伐径直走了进去。“来了，快坐。”
沈修燕看到玉丝进来，嘴角轻轻上扬，弯成一道好看的弧度，那双迷人的桃花眼中闪烁着笑意，同时向玉丝挥了挥手，示意她赶紧落座。只见男人今日身着一件白衬衫，领口处的扣子恰到好处地解开2颗，露出若隐若现的锁骨线条，下身则搭配一条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裤，整个人看上去比平日里更多了几分清爽与干练。不过当玉丝的目光移到沈修燕身旁时，却发现那里坐着一个身穿黑西装的男人江毅。这个人本不该出现在此处，可此刻他就端端坐在那儿。江毅始终板着一张脸，冷若冰霜，让人难以接近。而当玉丝走进来时，他脸上的寒意不仅没有丝毫减退，反倒愈发浓重起来，好似周遭的空气都因他的存在而降下了好几度。玉丝步履从容地走到沙发前，缓缓地坐了下去。他那狭长的眼眸淡淡地瞥了一眼江毅，随即便将目光重新投向沈修燕，声音冰冷地开口问道：“不解释一下吗？”沈修燕听到这话，手中握着的酒杯轻轻晃动了几下，杯中的液体随之荡漾起一圈圈涟漪。他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地回答道：“哦，你说阿义啊，这次的项目他已经入股20%了，这个会议他自然也是要参加的。”江毅面沉似水，犹如一潭死水般毫无波澜。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手中握着一只晶莹剔透的酒杯，缓缓地将其举至唇边，轻轻地抿了一小口。那酒液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宛如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而一旁的玉丝则眉头紧蹙，眉心处似有一道若隐若现的戾气一闪而过。他那张原本线条分明、清冷俊秀的面庞此刻显得愈发阴沉，薄薄的嘴唇紧紧抿成了一条直线，最终也没说什么。一时间，整个房间里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一般，静得连一根针掉落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沈修燕突兀地打破了僵局：“哎，我说江毅啊，这次好不容易放的假，我可听人说了，你早早就跟小同学一块走了，怎么这么着急啊？我本来还想着约你一起吃顿饭来着呢。”沈修燕一边说着，一边用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江毅。紧接着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盈盈地继续说道：“对了，那个小同学这会儿在家里吗？要不咱们一会儿顺道过去接上他，大家一起吃个饭呗。”此话一出，江毅的视线落到了玉丝的身上，仿佛在等他开口。玉丝听到他问起了林英，突然想到了什么，嘴角微微上扬，他微微眯起那狭长的双眼，似笑非笑地瞥了一眼沈修燕，然后语气淡淡地吐出一句话：“先谈工作吧。”沈修燕被玉丝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着对方脸上那奇怪的笑容，以及那句看似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语，他只感觉自己的后背隐隐发凉，但到底没说什么，开始谈工作了。另一面，林英已经到达了林妈妈发给她的医院地址，她迈着小步子慢吞吞地走了进去，随后给林妈妈打了电话问房间。此时病房里的林妈妈接到了少年的电话，和她的好姐妹杜月说道：“我儿子来看小寻了，我去接他。”坐在一旁的杜月微微颔首，表示同意。这位面容秀丽的女子尽管已步入中年，但岁月似乎并未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依然能够依稀窥见其年轻时的风姿。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玩着手机的红发少年宋寻，无意间听到了两人之间的对话。他那原本就冷漠的面庞此刻更是蒙上了一层寒霜，嘴角泛起一抹不屑的冷笑，用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调阴阳怪气的嘟囔道：“哼，我又没死过，有什么好看的？”第52章，真出车祸了。杜月闻言，那双美丽的眼眸瞬间便被泪水所淹没，她轻咬嘴唇，声音略带哽咽的小声哭诉起来：“小寻啊，妈妈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可是你怎么能这样诅咒自己呢？”面对杜月的哭泣，宋寻只是不耐烦地啧了一声，随后他紧紧皱起眉头，将脸转向一侧，不再理会杜月的哭诉。他面无表情地重新打开手机，盯着屏幕上与林英的聊天对话框，心中暗自恼怒，这破兔子竟然赶不回我的消息。就在这时，原本安静的病房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紧接着那扇紧闭着的房门毫无征兆的突然被人从外面用力推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打破了屋内原有的宁静氛围，
宋寻不耐烦地抬头去看，整个人愣住了。进门的林英也呆住了，小脸懵懵地看着病床上那个所谓的杜阿姨出车祸的儿子。一时间，整个房间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之中。怎么是宋寻啊？林英尖叫着朝系统问道。而这边的宋寻则在短暂的失神之后，很快便恢复了常态。只见他那双平日里总是显得有些桀骜不驯的眉毛微微向上挑起，嘴角扬起一抹略带戏谑的笑容，笑眯眯地开口说道：“英英来看我了。”林妈妈和杜月显然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两个人也是当场就懵住了。尤其是杜月，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缓缓地挪动脚步走到林妈妈身旁，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询问道：“秀秀，你儿子和我儿子认识吗？”林妈妈显然对此毫不知情，她一脸茫然地转头看向自家儿子，轻声向少年问道：“英英啊，你跟小寻是不是认识啊？”面对母亲的询问，林英那精致漂亮的小脸蛋儿微微紧绷着，粉嫩的嘴唇轻轻抿起，似乎正在思考该如何作答。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呢，一旁的宋寻就抢先一步替他做出了回答：“当然认识了，林阿姨，我和英英是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的。”宋寻眯了眯眼睛，他的鼻梁挺直，嘴唇微微上扬，露出一抹阳光般的笑容，凌乱的几缕发丝搭在额间，更添几分桀骜不驯的气质。林妈妈听闻后不禁喜笑颜开，眼角的淡淡的鱼尾纹也因为这愉悦的笑容而变得更深了些。她亲切地说道：“那可真是太好了，英英啊，就在这儿多陪陪你小寻哥哥吧。”站在一旁的林英微微抿了抿粉嫩的嘴唇，似乎有些不情愿，但在林妈妈温柔又带着些许催促的目光注视下，还是慢吞吞地挪动着脚步朝宋寻走去。此时的宋寻正一脸欣喜地看着慢慢走近的林英，那张原本就桀骜帅气的脸颊上更是绽放出灿烂浓郁的笑意。他笑盈盈地开口说道：“英英来看我，我真的太开心了。”然而听到宋寻这样亲昵称呼自己的林英却并不领情，只见他不满地撇了撇嘴，那小嘴巴撅得老高，仿佛能挂上一个油壶似的。同时那精致的如同瓷娃娃一般的小脸上瞬间布满了不高兴的神色，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不许你叫我英英。”还没等宋寻有所回应，一旁的林妈妈见状赶忙轻声呵斥起来：“英英，你怎么能这样跟小寻说话呢？他是你杜阿姨的儿子，按道理来讲，你应该叫他一声哥哥才对。”被母亲责备后的林英显得越发委屈了，她可怜巴巴地把小嘴一瘪，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气恼与不甘，狠狠地瞪了一眼宋寻之后，便将头扭向一边，不再看他。宋寻见到此景，不动声色地微微勾起了嘴角，然而他的语气却显得十分失落，缓缓开口道：“没关系，林阿姨，英英不想听，我以后就不叫了。”林妈妈一听，连忙说道：“哪有的事儿，英英才没有那么小气呢，对吧，英英？”林英听到这臭狗居然和他妈妈装可怜，顿时心口一堵，但又不好发作，只能不情不愿地嗯了一声。宋寻故作一副惊喜的模样，笑着说道：“谢谢英英。”林妈妈满脸欣慰地看着二人，感觉英英上大学之后交了好多朋友。就在这时，杜月好奇地问道：“英英今年多大了？”“我家小寻20了。”林妈妈脸上始终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回答说：“我们家英英年纪稍微小点，今年刚满19岁呢。”杜月接着笑道：“哎呦，年龄也没相差太多嘛，正好可以一起玩耍。”“哈哈，谁说不是呢？”林英看了一眼在一旁聊得热火朝天的那两个女人，随后将视线缓缓移到面前的宋寻身上，上下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后，才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道：“呀，你竟然真的出车祸了？”宋寻听到这话，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眉心猛地跳动了几下，目光直直地看向这个破兔子，阴恻恻地说道：“怀疑我还不回我信息？”林英一听，顿时如同一只被踩到尾巴的小奶猫一样炸毛了。他想也不想，便立刻反驳道：“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人呀？”说完之后，似乎觉得自己的气势还不够足，撇了撇小嘴，小声嘟囔道：“给我发那么多消息，活力充沛的比我这个健康的人都好。”宋寻沉默片刻后，男人决定不再跟他纠缠于这个问题，于是直接跳过这一茬，板着脸用一种生硬而冰冷的语气继续追问：“你回家了，
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问完这句话，宋寻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般，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嘴里更是酸溜溜的冒出一句：“你是不是和玉思一起回去的？”“怎么了？我和玉思哥哥是邻居，一起回去怎么了？”林英不满地瞪了一眼宋寻。少年心想：哼，我们不仅一起回去，现在还是情侣呢。但是碍于长辈都在，林英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回怼道。第53章炫耀。宋寻脸色微微有些沉，他看着面前傲娇的像个小猫的少年，嘴唇轻动，压低声音缓缓说道：“那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来看我。”林英微蹙着眉，鼓着血腮反驳道：“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我以为你骗人呀。”似乎是二人的声音有些大，林妈妈和杜母一起走了过来。杜母看向自家的儿子，小心翼翼地说道：“小寻呀，人家英英是来看你的，要好好聊，不要吵架哦。”宋寻见对方过来了，拧着眉，没有说话。不仅如此，甚至还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充满不屑的嗤笑。这种态度，饶是林英还算不错的脾气，都有些生气了。尤其当事人还是宋寻这个讨厌鬼。于是，气鼓鼓的林英双手抱在胸前，将头一扭，轻轻的冷哼了一声，嘴里毫不客气地吐出3个字：“没礼貌。”眼看着气氛越来越紧张，林妈妈急忙上前一步，她先是看了一眼脸色已经变得愈发阴沉的宋寻，随即连忙笑着对林英说道：“英英啊，要不你陪妈妈一块出去买午餐吧，好不好呀？”林妈妈边说边要去拉少年，林英点了点头，准备跟上去。就在这时，宋寻突然说道：“林阿姨，你们去吧，让英英陪我好吗？”林妈妈愣了一下，看了一眼疯狂对她摇头的少年，稍作迟疑后，林妈妈还是轻声回应道：“哎呀，小寻呀，不是阿姨不愿意，只是英英这孩子平日里总是笨手笨脚的，要是把她留在这儿啊，我们还真不太放心呢。”说完，她略带歉意的朝宋寻笑了笑。宋寻闻言，稍稍停顿了片刻，紧接着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好吧，林阿姨，你们早去早回。”看着宋寻如此乖巧的模样，林妈妈笑了笑，随后带着林英离开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宋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久久没有说话。一旁的杜母以为儿子这是舍不得，小声问道：“小寻，你很喜欢英英吗？”听到母亲的问话，宋寻慢慢的转过头来，目光平静如水的望向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轻轻的吐出几个字：“是呀，我很喜欢他。”语气淡淡的，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不过对于杜月，儿子这么和他说话，他已经很开心了。也是，都是同龄人嘛。我听你林阿姨说，那还有个同学也住在他们家，等你好了，就去你林阿姨家里玩嘛。听到这话，宋寻眯了眯眼睛，还有一个同学，玉思居然住这破兔子家里了。想到这里，男人眼底暗了暗。英英呀，你是不是不喜欢小寻呀？妈妈面带疑惑的看着眼前的少年问道。听到妈妈突然这么一问，少年不禁抿了抿那粉嫩的小嘴，有些迟疑的小声回答道：“没有呀。”林妈妈见状，伸出手温柔的揉了揉宝贝儿子的小脑瓜，语气温柔的说：“他脾气确实不太好，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等会儿吃完饭后就早点回去吧。”接着又补充道：“晚上你就和玉思一起吃饭吧，妈妈可能要在这里多待几天。”林英乖巧的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就在这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那张原本乖巧可爱的小脸上浮现出一丝好奇与疑惑，抬起头望向林妈妈，小心翼翼的开口说道：“妈妈，我感觉杜阿姨和宋寻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好哎。”林妈妈听后微微一怔，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沉默片刻之后才轻声回应道：“那些啊，都只是一些陈年旧事了。”说完，她轻轻的叹了口气。看到妈妈似乎并不想深入谈论这个话题，林英也不再追问下去。买完午饭，二人就回去了。另一边，豪华的酒店内光线柔和而温暖，将整个房间映衬得格外雅致。玉思身着一套剪裁得体的西装，优雅地坐在沙发上，与二人谈完工作。只见他微微挺直脊背，缓缓地站起身来，语气淡淡地说道：“相关事宜已基本敲定，若没有其他问题，我就先离开了。”话音刚落，沈秀燕那双迷人的桃花眼瞬间亮了起来。她迅速起身，快步走到玉思身旁，脸上
挂着风流不羁的笑容，热情的挽留道：“哎，这就要走了？咱们之前可是说好要一起吃饭的，把小同学也一同叫来，咱们顺道去接上他。”玉丝听闻，狭长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神色，他稍稍侧过头，目光平静地看向沈修燕，低声回应道：“不必如此麻烦了，改日再约吧。”然而沈修燕怎会轻易放弃这个提议？她弯了弯那双桃花眼，继续劝说道：“哪有的事啊，一点都不麻烦，你说是吧，阿义？”说话间，他还不忘转头看向一直安静坐在一旁的俊美男子江毅。江毅面无表情的抬起头，深邃的目光直直的落在玉丝身上，沉默片刻后，冷冷的应了一声：“嗯。”玉丝见此情形，眼底闪过一抹狡黠，平日里总是显得清冷疏离的脸颊上，竟难得的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笑意。他淡淡的说道：“下次再聚吧，毕竟我们昨天才确认关系，今天我得陪他，不然他该闹脾气了。”男人说话时的语气里，明显夹杂着几分毫不掩饰的宠溺和几分炫耀。听到这个消息的沈修燕愣了一下，紧接着笑道：“是吗？那真是恭喜你们了。那小东西居然和他在一起了，这么快？谢谢祝福，那我先走了。”玉丝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对方的祝福，带着笑意的眸子看了看二人，不紧不慢地离开了会议室。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沈修燕一向带着笑容的桃花面此刻变得有些冰冷。一旁的江毅脸色也阴沉得很，他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双唇紧闭成一条直线，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寒意，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因为他的情绪而变得压抑起来。走出会议室大门的玉丝，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刚才屋内那两个人的反应，嘴角不由得微微向上扬起，迫不及待地想回去找她亲爱的男朋友。第54章痛。吃完饭后，林英本来是打算回去的，但是某个讨厌鬼说想去厕所，非要他帮忙，说都是男的。无奈之下，林英只好扶着宋寻进厕所。宋寻站在马桶面前，刚准备解裤子，就看见少年把脑袋别到一边。见此情景，宋寻不禁挑起眉毛，嘴角扬起一抹戏谑的笑容，开口调笑道：“英英这么害羞做什么？大家都是男生。”听到这话，林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瞪了宋寻一眼，凶巴巴地吼道：“赶紧上，少废话！”被林英这么一吼，宋寻倒也不恼，只是轻轻应了一声：“哦。”随后宋寻解开裤子，开始放水。林英真是烦死他了，腿坏了还要他扶着，居然还有心思跟自己闲扯，而且一点也不觉得让熟人帮忙这种事会有多尴尬。越想越是气恼，林英那原本白皙粉嫩的脸蛋此刻紧紧绷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满是对宋寻的不满与嫌弃，心里认定了宋寻就是个厚脸皮的。系统听到少年所想，附和道：“不用你认定，他本来脸皮就厚。”听到系统的话，林英夸赞道：“感觉你最近挺讨人喜欢的哦。”系统顿了顿，傲娇道：“我本来就讨人喜欢。”林英。就在宋寻洗手的时候，林英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少年小声说道：“你扶着点洗手池，我接个电话。”林英说完就赶紧跑到一旁接电话。果然是玉丝的电话，少年的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弯成了一道好看的弧线，然后迫不及待地将电话放在耳边，轻声问道：“怎么了？”我在看病人呢，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少年和玉丝说话的时候，语气不自觉的就软了下来。电话另一边的玉丝听到少年的声音也软了许多。就是有些担心你，我去接你吧。不用，我自己回去就好。就在这时，林英突然感觉后背阴森森的，下意识回头，一下子就对上宋寻的脸。啊！林英被吓得花容失色，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川字。同时，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恶狠狠地瞪着面前的宋寻，气鼓鼓地质问道：“你干嘛啊？吓我一跳！”紧接着朝着电话里说了一句：“我一会儿就回去了。”随后就挂断了电话。和谁打电话呢？宋寻那双狼眸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少年，说话的语气中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难以掩饰的酸味。只见那少年神色略显慌张，眼神躲闪着，不敢与宋寻对视，嘴里结结巴巴地回应道：“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腿不是坏了吗？你瞎动什么？林英试图转移话题。和谁打电话呢？男人又问了一遍，语气也有些冷淡。少年听到男人这个态度，眉头紧皱，明粉嫩的嘴唇微微抿起，没好气的说道：干嘛？我和谁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宋寻听闻，眸子暗了下来，忽然伸手要去拿少年的手机，正好此时玉思又打了电话过来。林英先是一愣，还来不及反应，手中的手机就已经被宋寻给抢走了。他瞪大眼睛，气呼呼地喊道：把手机还给我！宋寻却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嘴角扬起一抹略带嘲讽的笑容，冷冷地吐出几个字：不给，破兔子。听见对方又这么叫自己，林英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他踮着脚去抢手机：你才是破兔子，还给我！只见宋寻将手高高举起，那修长的手臂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本来对方就比林英高出好多，这么一来，林英连个毛都碰不到。偏偏男人像是故意逗他一样，有时候还故意放得很矮，让林英以为能抢到。每当林英满心欢喜地伸手去抓时，宋寻又会迅速将手抬高，使得林英一次次扑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好几次了，林英反应过来对方是故意逗自己，于是气得往前一扑，说什么也要把手机拿回来。就在此时，或许是因为两人在厕所内折腾出的声响实在过大，门外传来了两位妈妈关切的询问声：英英呀，里面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没事吧？林妈妈焦急的声音透过门板清晰地传入耳中。听到母亲的呼唤，林英心头一惊，动作瞬间变得有些慌乱起来。而那宋寻也是猝不及防，一个不小心没能稳住身形，竟被林英直直地扑倒在地。伴随着两声惊叫响起，先是林英忍不住发出的一声惊呼：啊！紧接着便是宋寻痛苦的叫声：只见他额头冷汗涔涔冒出，那张帅气的脸庞因疼痛而扭曲成了一团，看上去颇为狼狈。他本来腿就受了伤，这破兔子还像一个失控的小炮仗，卯足了劲儿猛地冲撞过来。他一时没接住，直随着一声闷响，他一个踉跄，身体失去平衡，直直地向后倾倒而去。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林英压在了他的腰上，压他兄弟上了，疼死他了！门外的林妈妈和杜母赶紧推开门，所幸门没有上锁。见到眼前的场景后，林妈妈顿时愣住了。只见自家的宝贝儿子整个人趴在了宋寻的身上，那姿势着实不太雅观。英英！林妈妈率先回过神来，惊呼出声。小寻！杜母也紧跟着喊道。紧接着，两位心急如焚的母亲赶忙快步走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将林英和宋寻小心翼翼地搀扶起来，并急切地询问他们是否受伤。林英肯定是没有事儿，他那双漂亮的眸子心虚地看了一眼表情崩裂的宋寻，对方应该被他压得不轻，他都看见宋寻额头上有一些细汗了，一看就是被他压疼了。想到这里，林英撇了撇小嘴，有些鄙夷地想着：哼，还挺能打呢，被他压一下就成这样了，不咋地。洞悉一切的系统看了看某个小鬼，到底没说什么。林英刚把地上的手机捡了起来，就看见杜母一脸焦急地将宋寻小心翼翼地扶回到床上，然后他步履匆匆地朝着门外奔去，似乎是要去找医生。第55章吃醋。而此时站在一旁的林英看到眼前这阵仗如此之大，心中不由得也开始紧张起来。不会真被他压坏了吧？也是，宋寻受伤了呀。于是某个小鬼突然有些愧疚，精致的小脸带着浓浓歉意，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软软糯糯的。你还好吗？边说着，少年还用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躺在床上的宋寻，似乎想要从他身上看出些什么端倪来。宋寻听闻，脸色本就有些苍白的脸硬生生给气红了，他阴恻恻地说道：你说呢？少年被对方的语气给吓得颤了颤，突然意识到对方毕竟是这本书的主角公，生起气来一定很吓人。于是少年赶忙抿紧了自己那粉嫩的小嘴，然后用比刚才还要小的声音怯生生地向宋寻赔礼道歉：对不起嘛，我不是故意的，谁让你抢我手机的？宋寻原本心中憋着一股闷气，但看到眼前这只破兔子态度还算诚恳时，
他心中的怒火不由得平息了许多。谁知下一秒，就看见林英怯生生地伸出那双白皙柔嫩的小手，要去掀他的衣服。给我看看有没有撞坏哪里啊！林英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紧张地望着宋寻。毕竟这要是撞坏了，对方讹上自己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宋寻反应迅速，唰的一下紧紧抓住了林英的手，同时连忙大声喊道：“我没事儿。”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和窘迫，毕竟此刻还有林妈妈在场呢。这只小兔子怎么如此不知分寸啊？听到宋寻这么坚决的回答，林英将信将疑的歪着头，轻声问道：“真的吗？那小模样可爱的不行。”宋寻点了点头。少年见状，立刻说道：“既然你没事，那我先走了。”话音未落，不等宋寻叫他，他便如同脚底抹油一般，迈着轻快的小步子，哒哒哒的一溜烟儿跑了出去。宋寻一旁的林妈妈则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嘴角微扬，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轻声对宋寻说道：“小寻啊，茵茵估计是有急事儿要忙呢。等你身体恢复好了以后，如果想找她玩，可以随时到家里来哦。”宋寻听闻，露出了一抹乖巧的笑容。“好的，林阿姨。”林妈妈笑着点了点头。她怎么觉得小寻突然变得这么乖了？明明刚醒过来的时候那么横。就在这时，杜母带着医生回来了。林妈妈退到一旁，看着医生检查，突然想起来，玉思说要来接茵茵的，她给忘了。林妈妈赶紧掏出手机给林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她了。林英挂了电话，立刻给玉思打了过去。“你要来接我吗？”电话另一头的玉思听见少年的声音后，轻声问道：“我马上就要到了。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怎么了？”“没怎么，就是不小心在厕所摔倒了。”玉思听闻，语气变得急促了起来：“有没有受伤？有没有磕到哪？”林英想起宋寻，抿了抿小嘴，小声说道：“我没事。”玉思这才松了一口气：“我马上就到了，你在医院里等我一会儿。”于是林英在医院等了10多分钟。玉思到了医院之后，检查了林英没有受伤后，就带着林英先去吃饭了。林英看着面前精致的餐食，偷偷的瞄了一眼对面穿着西装的男人，在心里和系统说道：“我感觉玉思怎么变得这么有钱了呀？”系统瞥了一眼呆呆的小鬼，淡淡的说道：“人家可是主角，自己会赚钱。”林英哼了一声，他以后也能自己赚钱。玉思没注意少年在想什么，他狭长的眼睛落到少年身上，语气略微温和道：“茵茵下次去哪里，记得给我发一下地址，知道了吗？”少年听闻，抬起眸子看了一眼对面的清冷男人，乖巧的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什么，林英像个叽叽喳喳的小鸟，开始和玉思讲今天的事情。“你猜我今天去看望的人是谁？那个人你认识哦？”玉思淡淡的回复道：“宋寻。”少年眨了眨眼睛，惊讶的问道：“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到他的声音了。”玉思狭长的眼睛盯着林英。林英恍然大悟：“对哦。”玉思稍作停顿后，压低嗓音问道：“宋寻伤的严重吗？”少年听后轻咬下唇，思索片刻才答道：“感觉好像不是特别严重呢。”然而话音未落，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般，他的小脸瞬间涨得通红，羞涩的低下头，小声嘟囔道：“不过今天他不小心摔倒的时候，我不小心压在了他身上，也不知道会不会让他的伤势加重。”说完这番话，少年愈发觉得难为情起来，两只小手不停地摆弄着衣角。玉思闻此，原本就深邃的眼眸此刻更是暗沉了下去，犹如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但很快他便恢复了常态，轻声道：“宋寻身体素质很好，想来应该没什么事，你不用常去看他，反而影响他养病。”说到这里，男人补充道：“就算要去看他的话，我陪你去。”没想到某个小鬼听闻，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了玉思好一会儿。见少年一直看着他，玉思勾了勾薄唇，轻声问道：“怎么了？”少年抿了抿粉嫩的小嘴，扭扭捏捏了半天，才蹦出一句话：“你是不是很想去看他啊？”又是问宋寻严不严重，又要去看他的。想到这里，少年突然觉得嘴巴里的吃的没味儿了，撅着嘴巴就那么看着他。玉思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少年在想什么，
以为少年是想自己去看，不带他。于是玉丝的脸色有些冷，语气变得有些冷淡：“大家都是同学还是室友？我去看看他应该没什么吧？难道英英不想带我？”林英听闻，眼睛瞪得看他，就那么气鼓鼓地看着他，小声说道：“我就知道，你就是想去看他。”第56章，好巧。哼，要去你自己去，我才不要和你一起去。林英气鼓鼓地嚷嚷道，一边说着，还一边抱起面前的饭碗，大口大口地吃起饭来，仿佛要将整个头都埋进碗里似的。一旁的玉丝听到少年这充满怨气的话语后，不禁微微一愣。不过很快，他便回过神来，意识到眼前这个小呆子是在闹别扭。看着林英那副可爱又好笑的样子，玉丝那张清冷俊秀的脸颊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只见他嘴角微扬，故意拖长了声音问道：“英英为什么不想我去啊？”正在生闷气的某个小鬼根本就不想搭理他，心里暗骂玉丝是个会勾搭人的。先是沈修燕，现在又是宋寻，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男朋友放在眼里。提到沈修燕，少年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脑袋抬起来，虎着一张小脸质问道：“你今天去谈生意都有谁？”玉丝听见这话，没由来的有些心虚，想起来林英之前让他离沈修燕远一点，这要是让他知道是去和沈修燕谈生意，估计这小呆子又要生气了。于是玉丝缓缓地放下手中的餐具，用一种低沉而温和的声音说道：“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罢了。”坐在对面的少年满脸狐疑之色，目光紧紧锁定眼前这个看起来丝毫不心虚的男人，追问道：“真的不是沈修燕吗？”玉丝那双狭长的眼睛犹如深邃的湖泊一般，静静地凝视着少年，脸上依旧保持着淡然的神情，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当然不是。”林英听后，心里虽然还有些疑虑，但看着男人如此坚定的态度，也只好勉强选择相信他的说辞。只见他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像是有些不甘心似的，却还是很小声小气地嘟囔道：“好吧。”玉丝见状，轻轻地咳嗽了2声，试图转移一下此刻略显尴尬的气氛。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轻声询问道：“英英要不要去游乐园玩玩呢？咱们一起去那儿怎么样？”听到游乐园这3个字，林英双眼瞬间放光，兴奋地点着头，大声应道：“好啊，我要去。”玉丝看到少年如此开心的模样，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薄唇微微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宠溺地说道：“那等我们吃完饭就出发吧。”少年一听这话，正想要开口说自己已经吃饱了，可转念一想，玉丝好像都还没怎么动筷子呢，如果现在就走的话，好像不太好。于是他便乖乖地继续小口小口地吃起饭来，偶尔抬起头看看玉丝。然而就在这时，餐厅里突然传来一道响亮且带着几分风流韵味的声音：“哟呵，真是够巧的呀！没想到在这里又碰见你们了。”林英闻声连忙转头望去，当看清来人竟是沈修燕和江毅时，那张原本洋溢着喜悦之情的精致小脸瞬间皱成了一团，居然又遇见了这2个讨厌鬼。玉丝在看见2人的时候，脸色也愈发冰冷了起来，那双深邃的眼眸抵触，极快地掠过了一抹戾气，而这抹戾气之中，似乎还夹杂着些许不易察觉的心虚之色。就在这时，沈修燕却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气氛的异样，大大咧咧地径直走到林英身旁坐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笑眯眯地看着身边的少年，开口道：“哎呀，真是好巧啊，小同学。”听到这话，林英微微皱起眉头，小嘴瘪了瘪，显得有些不情愿，干巴巴地说道：“好巧。”此时桌子旁边一共有4个座位，而最后剩下的那个正好位于玉丝的身侧。棱江一冷着个脸，扯了座椅放在林英身边，然后坐了下去。林英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眨了眨眼睛，不开心地瞥了他一眼。他可没忘江毅骂他小土包子的事。玉丝见2人坐在了林英身边，眼底的寒意愈发的重了起来，冷声道：“确实很巧。哎呀，谈了一上午，我们还没吃饭呢。”沈修燕笑眯眯地看了看脸色逐渐阴沉的玉丝，笑着调侃道：“玉丝，你可真是不够意思，一起吃多好，非要单独和小同学吃干嘛？”确实，江毅也冷着脸附和一句。听到沈修燕这么说，林英愣了一下，迅速反应过来，上午玉丝就是去和沈修燕谈合作了。知道玉丝骗了自己，
少年立刻小脸紧绷着，气得脸颊都鼓了起来。玉丝听见沈修燕就这么水灵灵的说了出来，又看见小呆子生气了，眉头紧皱，心里暗自咒骂着这两个家伙简直就是扫把星。然而尽管心情糟糕到了极点，玉丝压下心头的怒火，用温柔的语气对林英说道：“英英，你吃好了吗？”林英听闻，抿了抿嘴唇，不开心的拿着筷子戳着菜，一副不想搭理玉丝的模样。一旁的沈修燕敏锐的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她那双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故意调侃道：“小同学，等会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还没等林英开口回答，玉丝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一会儿我们要去约会。”话音未落，玉丝猛地站起身来，大步流星地走到林英身后，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一把抓住林英的胳膊，用力将少年从座位上拉了起来，然后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我们先走了，二位请自便吧。”就这样，玉丝紧紧牵着林英那柔软的小手，快步走出了餐厅。沈修燕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又看了一眼身边的江毅，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江毅扯了扯嘴角，缓缓地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林英跟着玉丝走了出去以后，嗖的一下收回了手，瘪着嘴巴，气呼呼地往前走去。玉丝叹了一口气，赶紧追了上去，一把就抱住了少年。林英刚要挣扎，耳边就传来了玉丝清冷的声音：“对不起，英英，不要生气了。”第57章不敢进。林英瘪着嘴巴，气鼓鼓地哼了一声，尽管心中依旧恼怒未消，但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玉丝见状，快步走到少年身后，张开双臂，环抱住少年，微微低下下巴，轻轻地搁在少年瘦弱的肩膀上，用无比温柔的声音低语道：“英英别气了，我知道错了。”哼！林英没有说话，重重地哼了一声，精致的小脸满是不开心，像只生气的小河豚。玉丝看到少年这般模样，眼睫毛微微颤动着垂落下来，抱着少年的双手缓缓收紧，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更多的歉意与安慰。紧接着，他把嘴唇贴近少年的耳畔，压低嗓音闷闷地说道：“我不该骗你，我只是怕你生气。你知道的，我们才确认恋人关系，你不喜欢我靠他太近，但是我们有合作，没办法我才去见他的。而且也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还有江毅。”玉丝解释完，亲了亲少年的耳垂：“别生气好不好？我们去游乐园。”林英听见玉丝解释后，板着一张小脸，气鼓鼓地推开他：“哼，那你实话实说就好了，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系统此时渐渐地说道：“你是。”少年气鼓鼓地在心里骂道：“臭系统！你说什么？当然不是，英英是最大度的人了。”玉丝走到少年面前，捏了捏少年的小脸，轻声说道：“我以后绝对不骗英英了。”少年撇了撇小嘴，傲娇道：“那我就原谅你吧。那我们去游乐园。”游乐园离这里不远，玉丝的大手紧紧握着少年的小手，两人就这样肩并肩地朝着游乐园走去。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餐厅的门口正静静地伫立着一道身影。江毅默默地注视着玉丝和林英渐行渐远的背影，眼神变得愈发深邃幽暗，还带着丝丝寒意。没过多久，沈修燕也来到了江毅身边，她轻轻地拍了拍江毅的肩膀，扬起眉毛，似笑非笑地问道：“怎么样？咱们要不要也跟着过去凑凑热闹？”江毅微微侧过脑袋，目光斜睨向身旁的人，冰冷的嘴角轻轻一扯，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紧接着，他迈开脚步，犹如闲庭信步一般，径直朝着停在不远处的那辆黑色豪华轿车走去。沈修燕见状，也笑盈盈地跟了上去。随后，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汽车尾气在空中缓缓飘散开来。林英走进了游乐园，漂亮的眸子盯着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眼睛都要放光了。还有好多大人偶，林英一眼就瞧见了其中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人偶，瞬间便被他萌到了，甩开了玉丝的手，哒哒哒地跑了过去。那只大熊猫人偶看到朝自己跑来的漂亮小男生，立刻张开温暖的双臂，似乎想要给这个小家伙一个大大的拥抱。然而，就在林英即将一头扎进熊猫人偶怀中的时候，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却从后面伸了过来，
精准无误地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嗷！林英猝不及防之下发出一声惊叫，随即气鼓鼓地转过头来，瞪大眼睛怒视着身后的人，不满地质问道：“你干嘛呀？”谁知玉丝面对林英的质问，并没有丝毫生气，反而温柔地将他扶正站稳，轻声细语地叮嘱道：“慢一点跑，别着急，小心摔着了。”听到男人如此关心体贴的话语，林英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她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小声说道：“我知道。”玉丝带着林英玩了一会，没想到又遇见了沈修燕和江毅两个人。林英看到他们后，精致如画的眉毛立刻紧紧蹙起，心中暗自向系统抱怨起来：他们两个怎么这么讨厌呀？怎么哪都能遇见他俩？系统听闻，安慰道：“哎呀，人家毕竟是主角公嘛。真巧，小同学。”这时，沈修燕那狭长的桃花眼微微眯起，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朝着林英打招呼道：“咱们居然又在这里相遇了。”林英轻咬下唇，粉嫩的小嘴抿成一条线，气鼓鼓地回应道：“哼，我和玉丝哥哥来约会的，你和他也是吗？”沈修燕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下来，一旁的江毅也不由得停顿了一下脚步。只见男人眉头微微皱起，然后不着痕迹地往旁边挪了几步，与沈修燕之间拉出一段明显的距离，很明显的保持距离。沈修燕察觉到江毅的举动，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了几下，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笑盈盈地说道：“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既然大家这么有缘，不如我们一起玩吧，人多才更热闹有趣嘛。”林英听闻，撇了撇嘴，小声小气地说道：“不要，我和玉丝哥哥来约会的，你们玩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说完，少年伸出白皙的小手，牵着一旁的玉丝朝着后面走去。被拒绝的沈修燕一点也不恼，直接跟了上去，江毅也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某个小鬼走了好久，发现后面的两个跟屁虫一直跟着他，林英终于忍不住了，转过头，水汪汪的大眼睛瞪着他们：“干嘛跟着我们？咦，这游乐园又不是你家的，还不许我们走了吗？小同学，你可太霸道了！”沈修燕一脸无辜地看着面前奶凶奶凶的小兔子。林英被不要脸的男人给气到了，抿了抿嘴巴，刚要说什么，就听见玉丝淡淡的说道：“那两位请便吧。”话音未落，玉丝便伸手拉住了林英纤细的手腕，头也不回的朝前方走去。林英乖乖的跟随着他的脚步，两人就这样一路走着，不知不觉间竟然来到了一座阴森恐怖的鬼屋前。就在这时，跟在二人身后的江毅突然说道：“进去玩玩。”听到声音的林英吓了一跳，转身看了一眼冷冰冰的男人，抿了抿小嘴没说话。“不敢进。”说着，江毅嘴角露出一抹微笑，狭长的眼睛若有若无地打量着少年。第58章鬼屋。一旁的沈修燕听到江毅这么说，脸上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嘴角微微上扬，轻笑一声道：“哎呀，阿义，别为难小同学了。”江毅听闻，冰冷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笑容，沉着声音说道：“也是。”林英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面前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嘲讽他，眼睛里渐渐泛起一层委屈的泪花，小嘴也不自觉地瘪了起来，抱着玉丝胳膊就朝着鬼屋走去。系统。而江毅和沈修燕见到林英这般反应，先是对视一眼，随后不约而同地抬起脚，迈着大步跟了上去。就在这时，一名工作人员迎面向他们走来。这名工作人员面带微笑，态度亲切地询问道：“请问四位是一起过来游玩的吗？我们这里最近新推出了一种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大型鬼屋——冥婚，不知道四位帅气的小哥哥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呢？”林英刚刚走到近前，便听到了工作人员的介绍，他整个人瞬间愣住了。沉浸式、大型、冥婚，这些词汇不断在他脑海中盘旋，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涌上心头，总感觉这个鬼屋很危险。就在少年犹豫着要不要打退堂鼓的时候，从旁边再次传来了沈修燕那带着一丝戏谑和调侃意味的贱兮兮的声音：“就这个吧，你觉得呢，阿义？”沈修燕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让人有些捉摸不透的笑容，同时将目光投向了身旁一脸冷漠的江毅。江毅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一旁正偷偷摸摸竖起耳朵的小土包子，冷声道：“可以，
又不吓人。听到江毅这么说，沈修燕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接着他转过头来，将目光落在少年身上，开口询问道：小同学呢？正在那偷听，林英突然被问到了，磕磕绊绊地说道：我当然可以了。说完，林英抬起精致的小脸，漂亮的眸子看着玉丝，干巴巴地问道：玉丝哥哥呢？玉丝闻言轻轻地点了点头，先是冷冷地瞥了一眼沈修燕和江毅两人，紧接着他动作轻柔地伸出手，轻轻地捏住了少年那柔软的手掌。感受到掌心传来的温暖触感，林英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随后玉丝微微俯下身去，将嘴唇贴近少年的耳畔，只听见他轻声呢喃道：没事，我们一会儿进去就甩开他们。男人说话时，口中呼出的温热气息仿佛一阵清风般拂过少年敏感的耳垂，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酥麻感觉。林英不好意思地红了红脸颊。一旁的沈修燕和江毅看着二人如此亲密的场景，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这场游戏要开始了，因为是大型游戏场景，人多一些，还有其余的6个人。工作人员把手机都收了起来了，嘱咐了一下安全问题，又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手提的花灯。这个灯亮5分钟会灭10分钟，希望大家能够尽情享受这段奇妙之旅，玩得开开心心哟。工作人员满脸笑容地对着眼前的10个人说道，话音刚落，便引领着他们朝着那个看上去有些阴森森的入口走去。林英眨了眨眼睛，工作人员似乎对少年格外关爱，特意给他分了一个小兔子形状的小提灯，很可爱。少年怯生生地望着那个黑漆漆且散发着阵阵寒意的入口，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他不由自主地向着身旁的玉丝靠近了一些，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减轻内心的惧怕。突然一阵冷风呼啸而过，吓得少年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玉丝见状微微一怔，随即伸出自己那双修长而有力的大手，轻轻地揽住了少年单薄的肩膀，然后压低声音温柔地安慰道：别怕，跟紧我。少年乖巧地点了点头。一开始四周的环境显得较为平静，没有那种令人毛骨悚然、心跳加速的恐怖景象出现。尽管光线略显昏暗阴沉，但好歹还能够清晰地辨别道路的走向和周围物体的大致轮廓。那大红色的绸缎如同燃烧的火焰一般，紧紧地缠绕并装点着墙壁。与之相伴的还有点点闪烁不定的烛光，这些烛光仿佛风中残烛，不时地摇曳着，发出微弱而诡异的光芒，让人不禁心生寒意。就这样向前行走了一段路程之后，眼前的场景豁然开朗起来，空间变得宽敞了不少。然而与此同时，原本就不太明亮的灯光却突然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吞噬掉了一样，骤然间暗淡了下去。就在这突如其来的黑暗笼罩之下，林英心中的恐惧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起来。突然，所有的灯光毫无征兆的彻底熄灭，整个世界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紧接着，一阵阴森可怖的音乐声突兀地响起，伴随着音乐声，墙壁上不知何时泛起了些许微弱的红光。抓新娘子！抓新娘子！一声声凄厉的呼喊划破了寂静的空气。只见好几个身着古代服饰的身影从旁边猛然窜出，他们头戴狼牙面具，面容在那若隐若现的红光照耀下显得越发狰狞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刹那间，场面一度失控，玩家们四散奔逃开来。就在这一片慌乱之中，玉丝和林英被人群撞开了。英英！玉丝焦急地呼喊着，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但很快就被周围嘈杂的尖叫声所淹没。男人在黑暗里胡乱地抓住了一只手，而与此同时，林英也同样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如同无头苍蝇般下意识地拉住了一只伸过来的手，然后便不顾一切地随着人流向外狂奔而去。他紧紧握着那只手，突然感觉那只手反过来用力地握住了自己，给予了他一丝安全感。尽管四周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林英还是凭借着手上传来的触感，认定了对方就是玉丝。但是现在跑得太激烈了，他问不上。而另一边的玉丝跑着跑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对。英英的手这么大吗？还硬邦邦的。想到这里，玉丝皱着眉，唰的一下甩开了对方的手。第59章，贼心不死。
此时，那些 NPC 也不追了，借着微弱的灯光，玉丝终于看清了他刚刚牵的谁的手，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心头，胃里不禁一阵翻涌，险些当场呕吐出来。那张向来清冷如霜雪般的脸颊，此刻更是变得无比难看，就好似被一层阴霾所笼罩。沈秀燕笑盈盈的调侃道：“我说玉丝呀，你是故意拉我的吗？可别这样，你都有男朋友了。”说罢，还不忘冲着玉丝眨了眨眼，一副戏谑的模样。然而，面对沈秀燕的这番调侃，玉丝却仿若未闻，只是用那双狭长的眼睛冷冷的凝视着他，眼神之中隐隐透露出一丝戾气。过了片刻，突然毫无预兆的冷声说道：“离他远点。”听到这句话，沈秀燕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起来，那对犹如桃花盛开般迷人的眼眸中也不再带有一丝一毫的笑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冷漠与疏离。“我知道你是冲什么来的。”玉丝丝毫不在乎男人的脸色，薄唇轻启，冰冷的声音响起：“他是我的。”说完，玉丝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直接转身朝着原来的地方走去。沈秀燕静静地望着玉丝渐行渐远的身影，嘴角边缓缓浮现出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但这抹微笑却并未到达眼底，相反，她的眼底深处正闪烁着丝丝缕缕令人心悸的寒光。呵呵。另一边，林英拉着男人的手跑了半天， NPC 终于不追了，于是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呼呼，林英觉得心脏要被跑出来了，太吓人了。就在这时，他发现玉丝一句话都不说，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于是抬头看向他。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原本应该跟在身旁的玉丝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竟是江毅正静静地站在那里。那张俊美无比的脸颊上面无表情，眼神冰冷而深邃，就那么直直地盯着他。完蛋了！林英心里只剩下这三个字，他拉错人了，还拉了一个和他有过节的。少年表情瞬间僵硬住了，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咽了咽口水，没敢说话。怎么办呀，系统？快给我出个主意！我跑怎么样？江毅沉默片刻后，突然想到对方和玉丝已经在一起了，于是扯了扯嘴角，戏谑地说道：“拉我的手，不怕玉丝生气吗？早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没想到你这么大胆。”听到男人说的话的林英整个人呆住了，她小脸懵懵地看着江毅，嘴唇微微张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此刻的她就如同一只受惊的小羊羔一般，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看到眼前这少年呆萌的模样，江毅心中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他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林英，然后冷冷地说道：“欲拒还迎，说吧，你到底想要多少钱？”林英听了这话，先是一愣，随即很快便反应过来对方所指何事。回想起之前这个男人曾经试图用钱来包养自己的事情，他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无名之火，气得小嘴一瘪，用略带委屈的声音小声嘟囔道：“我才没有！你！”江一刚准备再次开口嘲讽几句时，突然间从旁边猛地窜出一个面目狰狞、看起来十分吓人的 NPC 角色。只听得一声尖叫响起，那个原本还一脸怒气冲冲的小鬼瞬间吓得脸色煞白，毫不犹豫地飞身一跃，直接扑进了男人怀里，并紧紧抱住江毅不肯松手，整个身子都在不停地颤抖着。江毅猝不及防，怀里突然多了一个软乎乎的小团子，愣了一下，但出于本能反应，他还是迅速地伸出双手，稳稳地将这个小家伙给接住了。NPC 吓了好一会儿，发现男人丝毫不怕，还冷冰冰地看着他，不由得有些尴尬，于是跑去吓其他人了。随着 NPC 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周围终于安静下来。一直缩在男人怀里不敢出声的林英，这时才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来，突然意识到自己此时好像攥江毅怀里了。于是某个小鬼心头一紧，手忙脚乱地想要从江毅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江毅那双大手始终紧紧地按在他纤细的腰间，让他根本无法动弹分毫。就这样推搡挣扎了半天，林英累得气喘吁吁，却仍旧未能离开江毅的怀抱半步。就在这时，江毅那个讨人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还说没有？那你现在干嘛呢？”听见男人那冰冷又充满嘲讽的声音，林英红着小脸，又羞又气，
想解释，却发现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低着头，小声小气的嘟囔道：“我是害怕，你放开我。”那声音轻得几乎微不可闻，但在这寂静的氛围中，还是清晰地传入了男人的耳中。然而，江毅并没有因为少年的解释而有所动容，反而突然出声打断了他：“害怕就往我怀里钻。”他的语气依旧冷漠，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林英闻言，只觉得脸颊愈发滚烫起来，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就连耳朵间也迅速染上了一抹诱人的红色。他的脑袋垂得更低了，几乎快要贴到胸口，而那双白皙的小手则紧紧地攥着男人胸前的衣襟。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男人突然伸出另外一只手，修长的手指捏住了少年的下巴，并微微向上抬起，然后微微俯下身去。一瞬间，两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极近，呼吸似乎都能交织在一起。此时，二人的姿势极为暧昧，离得很近。少年小小一只，被男人按在怀里，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林英怯怯地看向对方，磕磕绊绊地问道：“你要干嘛呀？”江毅没回答，深邃的眸子直直地看着少年精致的小脸。见少年的眼神中透着明显的紧张和不安，男人突然轻笑一声。听见一向冷酷的男人突然笑，林英吓得颤了颤，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下一秒，男人的额头抵着他的额头，轻声呢喃道：“价钱随你开，做我情人。”第60章没皮没脸。林英听闻，眼睛瞪得老大，内心一整个无语了。江毅怎么这么执着啊？少年思考片刻，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小脸紧绷着，毫不犹豫地吐出3个字：“不需要。”声音清脆而坚定，仿佛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说完，少年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稍稍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又迅速补上一句：“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江毅听闻，目光直直地锁定在少年那张白皙粉嫩的小脸上，一动也不动。虽然他并没有开口，但从他那阴沉的脸色就能明显感觉到，此刻他的心情糟糕透顶。被这样一双充满压迫感的眼睛紧盯着，林英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紧张。他下意识地抿了抿自己红润的小嘴，然后用比蚊子哼哼大不了多少的声音，怯生生地说道：“你放开我！”可江毅却像完全没听见一般，不仅没有松开手，反而还加大了手上的力度，将少年抓得更紧了。他那双漆黑深邃如夜空般的眼眸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人。忽然间，他毫无征兆地向前凑近，几乎与少年鼻尖相触，然后压低嗓音，用一种近乎诱惑的语气轻声说道：“那又怎样呢？只要我们不让他知道这件事，不就行了吗？”林英懵住了，似乎没想到江毅居然会这么说，漂亮的眸子呆呆地看着他，好看的眉毛也随着缓缓皱起，形成了一道小小的川字。眼看着林英露出这腹极不情愿的小模样，江毅原本就冷冰冰的脸颊，此刻更是犹如罩上了一层寒霜，寒意逼人。他咬了咬牙，冷冷地质问道：“难道你不愿意？”江毅眯了眯眼睛，面带不悦地看着他，他都没让他们分手，这小土包子还不乐意上了。林英被男人的语气吓到了，他怯生生地环顾四周，发现四下无人后，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如果激怒了面前这个男人，可能会遭受到一顿暴打的恐怖场景。想到这里，林英那原本就不大的声音变得越发细小如蚊蝇一般，结结巴巴地试图说服对方：“不行呀，我是一个专一的人，我现在和玉思哥哥在一起，我不能背叛他的，这样不好，不道德。”江毅听着这番话，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那线条分明的薄唇瞬间抿成了一条笔直的线，好看的剑眉也不由自主地轻轻蹙起。他冷哼一声，用毫无温度的嗓音冷冷地说道：“那你们分手吧，这样就好了。”林英闻言顿时愣住了，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鼓起勇气，摇着头小声反驳道：“我不要。”男人听到这话，脸色瞬间阴沉下来，那如寒冰般刺骨的目光猛地射向林英，同时捏住少年下巴的手也不自觉地加大了力度。为什么？林英被捏得生疼，突然心里涌起一股委屈。为什么？他凭什么要分手啊？他和玉思在一起还没超过3天呢。于是少年小嘴一瘪，绷着小脸，语气硬邦邦地说道：“不要。”
江毅脸色彻底沉了下来，面对这个油盐不进的小土包子，一时间居然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他打算威逼利诱的时候，一股冷风从左侧呼啸而过，他本能地松开了紧握着林英的手，并迅速向后倒退了一大步。玉丝一拳落了个空，那清冷而俊秀的面庞此刻仿佛被寒霜覆盖一般，散发出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然而他并未有丝毫停顿，顺势伸出双手，稳稳地接住了险些摔倒在地的林英。英英，有没有事？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清冷声音传入林英的耳中。少年先是微微一愣，随后便像一只找到了依靠的小猫咪似的，软绵绵的一头扎进了玉丝温暖宽厚的怀抱之中。玉丝哥哥，少年的嗓音略带一丝哭腔，听起来仿佛遭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玉丝听闻，把怀里的小团子薅了出来，仔细检查有没有事儿。当他看到少年那原本白皙的下巴此时竟然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痕时，眼底闪过一丝戾气。他抬起头来，目光犹如两道寒冰利剑一般，直直地射向站在对面的江毅。面对玉丝那充满敌意与愤怒的眼神，江毅却是毫无惧色。他同样不甘示弱地回瞪过去，那张俊美无比的脸庞之上瞬间闪过一丝暴戾之气。这个玉丝当真是讨人厌的很。玉丝哥哥，他欺负我。林英仰着那张精致如瓷娃娃般的小脸，眼睛红红的，紧紧揪着玉丝的衣角，活脱脱就是一个找家长告状的小孩模样。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都要化了。玉丝一听这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她伸出手轻柔地揉了揉少年的后脑勺，以示安慰，然后转头将目光冷冷地投向江毅，眼神中的寒意仿佛能结成冰渣子掉下来。他微微眯起双眸，语气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讥讽与不屑。江同学，你什么意思呢？上赶着给人做小三，还妄想着上位？江毅，他小三？就在这时，沈修燕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悠悠然地走了过来，恰好听到了玉丝刚刚说的那句话，饶有兴致地看着玉丝怀里的小白面团子。林英听到玉丝的话后，整个人都懵了，似乎没反应，呆呆地看着玉丝。江毅冷笑一声，意味深长地说道：“呵，小三，不过谈个恋爱而已，又没有结婚，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玉丝听闻，面色未变，语气带着一丝轻蔑：“不管怎样，英英现在是我的男朋友了，不像某些人没皮没脸就想着挖墙脚。”说到没皮没脸四个字的时候，还故意加重了音调。某些人一脸色骤然沉了下来，冷冰冰地看着玉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僵硬。眼看着气氛不太对，林英小手捏了捏衣服，看了看玉丝，又看了看江毅，有些害怕他们打起来。第61章两道门。就在这气氛僵持不下，仿佛时间都凝固之时，沈修燕那狭长而深邃的眼眸微微眯起，犹如一只狡黠的狐狸般，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只见他嘴角轻扬，笑盈盈地开口说道：“快走吧。”这句话就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打破了周围的沉寂。一旁的林英听到后，连忙附和起来：“是呀，玉丝哥哥，我们走吧。”说话间，少年湿润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玉丝，又可怜又乖巧。玉丝闻听此言，先是冷冷地瞥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江毅，然后牵起少年柔软的小手，迈着沉稳的步伐，缓缓地朝着前方走去。江毅看到这一幕，眉头不禁微微一蹙，脸色也变得越发冷峻。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跟在两人身后，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沈修燕则是终面带微笑，眼中闪烁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不紧不慢地跟在最后面。走着走着，玉丝突然轻轻地拉了一下少年的手，同时用他那一贯清冷的嗓音问道：“没事吧？”听到玉丝关切的询问，林英偷偷瞥了一眼紧跟在后的江毅，随后摆出一副可怜兮兮、受尽委屈的模样，凑近玉丝身前，压低声音向他告起状来：“江毅是个大坏蛋，他刚才欺负我。”说完，还伸出手指了指自己下巴上的那道红痕。玉丝听闻，目光落到了少年下巴上的红痕上。此时这里的灯早就被打开了，少年皮肤又白又嫩的，衬得红痕愈发的醒目吓人。玉丝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有些烦躁和不安。她缓缓地低下头，
轻柔地吻了吻少年光洁的额头，仿佛想要用这个动作来平复内心的波澜。同时，在少年耳畔轻声低语道：“是我不好。”当林英突然感觉到额头上传来温热柔软的触感时，他瞬间愣住了。片刻之后，他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被亲了，小脸微微泛红，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眨呀眨的，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透着几分慌乱与无措。他怯生生地抬起头，看着玉丝，声音细若蚊蝇般小声小气地说道：“有人在呢。”少年害羞的小模样当真惹人怜爱的紧，雪白精致的小脸不受控制的羞红了，就连眼尾处也染上了一层如晚霞般艳丽的绯红。这般纯情可爱的模样，就如同春日里初绽的桃花，娇艳欲滴，勾人心魄。有人在，就是亲给他们看的。说完，玉丝一向清冷的脸颊上居然浮现出一抹坏笑，紧接着又在少年那粉嫩的小嘴上啄了一下。林英小脸彻底红透了，她害羞地朝后面看了看，发现二人并没有什么反应后，微微放下心来，瞪了玉丝一眼，硬邦邦地说道：“不许亲了。”此时的少年，那因害羞而略微低垂的眼眸以及微红的耳根，活脱脱像是一只被惹恼了的正张牙舞爪的小猫咪。然而面对少年这般娇嗔的模样，玉思怡却是一言不发，只是嘴角依旧噙着那丝若有若无的淡淡笑容，紧紧地牵着少年柔软的小手，继续大步向前走去。而跟在他们身后的江毅，则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只见他那张原本俊美的面庞，在此刻变得冰冷至极，犹如覆盖了一层寒霜。那双深邃如潭水般的寒眸，直直地盯着玉丝一渐行渐远的背影，也不知心中究竟在思忖着些什么。与此同时，站在一旁的沈修燕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不知不觉间淡去了许多。那双迷人的桃花眼中，此刻竟也带上了丝丝不易察觉的寒意，同样冷冷地望向走在前方的玉丝，显然也是被眼前这刺眼的一幕所影响到了心情。一路上也有许多吓人的 NPC， 后面林英几乎全程都窝在玉丝的怀里，根本就不好看。NPC 不由得感到一阵挫败，这三个人一点都不配合，还是窝在那个男人怀里的小男生配合，吓一下，叫一声。终于，他们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大堂。此刻天色已经晚了下来，他们进来的时候大概是快5点，此时也该天黑了。这大堂古朴而幽深，高大的梁柱上雕琢着古老的图腾，大堂里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仿佛有无数幽魂在暗处徘徊。烛火摇曳，昏黄的光晕映照在四周，墙角的蛛网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木香，夹杂着些许潮湿的霉味，令人不寒而栗。大堂正中的拜堂台被一道红光笼罩着，烛火忽明忽暗，映照出台上摆放的物品的模糊轮廓，显得无比的瘆人。高高的屋檐下悬挂着的灯笼在夜风中摇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如同鬼魅的低语。四周的墙壁上挂着一些古老的画像，画中人物的面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诡异，仿佛随时会从画中走出来。林英缩在玉丝的怀里，看着眼前恐怖的场景，心里害怕的不行。就在这时，突然一个穿着古代服饰的男人走上前来。哎呦，是来参加婚宴的客人吗？这里有2道门，拜堂的人走左边，不拜的走右边。 NPC 笑眯眯地说道。此话一出，玉丝原本平静无波的面容之上微微一动，犹如春风拂过湖面，泛起丝丝涟漪。他那双深邃如海的眼眸凝视着前方，薄唇轻启，冷冷地吐出3个字：我们走左边。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林英愣了一下，反应过来玉丝是要和他拜堂，小脸瞬间觉得滚烫。玉丝侧过头看向林英，低声道：走吧，英英。少年呆呆地点了点头，紧接着和玉丝一同走上前。男人眼底划过一丝笑意，他这么做一也是想和英英拜堂，二是为了甩掉沈修燕和江毅，他并不认为他们2个会走左边。果然，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江毅此刻脸色阴沉的如同锅底一般漆黑。第62章摔倒。林英小脸红红，害羞的和玉丝拜堂。系统看某个小鬼这副羞答答的小模样，忍不住问道：你害羞啥？游戏而已，又不是真的。林英听闻，不开心的瘪了一下嘴巴，气鼓鼓的说道：
你个破系统，你什么都不懂。玉丝坐在床边，突然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抱着自己的小被子，蹑手蹑脚的朝门口走去。玉丝连忙起身拦住了他的去路。茵茵，这么晚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男人清冷的脸颊上此刻竟浮现出一抹难以言喻的情绪，他微微蹙起眉头，目光紧紧锁定眼前的少年。XL。 只见少年抿了抿嘴唇，那双如漂亮的眸子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玉丝，然后闷声闷气地回答道：我要去妈妈房间睡。声音轻得如同蚊子哼哼一般。玉丝听闻此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说道：这个床足够大，我们2个人一起睡完全没问题的。男人的语气低沉而温柔，似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请求。然而林英却并不领情，她白皙的小手用力地抓住被子，将其紧紧抱在怀中，同时迅速地别过脸去，硬邦邦地回了一句：不要，我可不想晚上再打扰你睡觉。玉丝听到这话，身体不由得顿了一下，紧接着她伸出宽大的手掌，想要去拿走少年手中的被子，但可惜动作还是慢了一步，被机灵的林英轻巧地躲开了。我没有嫌弃你，茵茵。玉丝无奈地叹了口气，向少年解释道。林英哼了一声，推开了玉丝，直直地走了出去。他才不会再给玉丝欺负他的机会呢。玉丝眉心闪过一丝懊恼，看着少年小小的背影，男人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他又失去同床共枕权了。林英坐在柔软的床上，铺自己的小被子，堆了好半天，出现了一个他觉得满意的小窝，于是慢吞吞地钻了进去。突然想起了什么，少年朝系统问道：系统，咋了？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啊？少年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满脸期待地看向系统。只见系统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反问道：怎么了？少年红着小脸，他压低声音，怯生生地问道：我昨天有没有做玉丝说的那些事儿？林英总觉得玉丝在骗他，他怎么可能会做那些事情吗？系统听闻，沉默片刻，看着床上的小团子，犹豫了好久，挤出了一句：你猜。某个小鬼当即就不高兴了，他猜毛线呀？于是气鼓鼓地说道：我不要，你告诉我。然而系统见到这小鬼求人帮忙还如此理直气壮的样子，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恶作剧的念头，于是他故意一本正经地回答道：你做了，玉丝都说少了，你昨天可过分了。第68章，枕一个枕头。林英听完这番话，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那张精致可爱的小脸瞬间涨得通红，粉嫩的唇瓣因为惊讶而微微张开，形成一个可爱的 O 型。等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竟然真的做了那些事情时，小脸更是红到了耳根处，仿佛要滴出血来似的。连忙用被子将自己整个脑袋都蒙住，只留下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露在外面，就像一只小兔子偷偷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他居然真的做了那些事。系统见林英这副模样，偷笑道：你躲也没用，反正你都做过了。林英小脸滚烫滚烫的，他气鼓鼓地反驳道：你闭嘴！系统轻哼一声，不再说话。林英红着小脸，小小一团趴在被窝里，回想玉丝今天说的话，愈发觉得不好意思。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林英愣了一下，支了起来，朝门外说道：进来吧。然而房门纹丝不动。林英抿了抿嘴巴，暗骂玉丝讨人厌，他不满地哼了一声，然后赌气似的重新趴回了被窝里。可谁知他刚刚趴下没多久，那恼人的敲门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少年蹙着眉头朝门外喊道：没锁门。门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林英立刻从床上爬了下去，气鼓鼓地走到门口开门。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门外居然一个人影也没有，空荡荡的走廊显得格外冷清和寂静。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景象，林英那粉嫩的小嘴紧紧抿成了一条线，气呼呼地跑到玉丝的房间，发现男人已经闭灯了，于是啪的一声把灯打开了。少年绷着精致的小脸，凶巴巴地质问道：干嘛敲我的门？此时玉丝正躺在床上，见林英进来了，先是一愣，而后说道：我没有敲你的门。男人边说着，狭长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少年，疑惑地问道：
兴许是茵茵听错了。林茵顿了顿，圆溜溜的大眼睛细细的打量着男人，发现男人一副困倦的模样，不像是敲完他的门回来的模样，于是皱着眉，瘪着嘴巴，把灯一关，离开了。边往回走，少年边想着下次一定要抓玉丝的现行。重新回到房间，林茵刚躺了下去，果不其然，他讨人厌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林茵这次飞速的跑到门口开门，然而门外空空如也，连个人影都没有。一股寒意从脊梁骨上升起，少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他缓缓转过头，望向那漆黑一片的客厅，黑暗仿佛有生命一般，静静地蛰伏着，让人心里直发毛。林茵犹豫了一下，又把视线投向厕所的方向，那里同样被无尽的黑暗所笼罩，什么都看不清。突然间，林茵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声音颤抖地朝着系统问道：“这不会是灵异世界吧？”过了片刻，系统的声音传来：“不是。”听到这个回答，林茵稍稍松了口气，但心中的恐惧依然没有完全消散。他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轻手轻脚地走回屋子，然后一屁股坐到床上，身体紧绷着，眼睛却时不时地瞟向门口，生怕会有什么东西突然冲进来。就这样呆呆地坐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因为太过紧张和疲惫，林茵感觉眼皮越来越沉重。就在他快要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时，房间里的灯光毫无征兆地熄灭了，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林茵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大跳，整个人一下子愣住了。短暂的失神之后，他反应过来，毫不犹豫地跳下床，撒开脚丫子就往玉丝的房间狂奔而去。玉丝哥哥！少年一边奔跑一边惊恐地大声呼喊着。玉丝听到动静，迅速打开房门，并顺手打开了手电筒。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前方，只见那个惊慌失措的小呆子正径直朝自己飞奔而来。说时迟那时快，玉丝眼疾手快，向前一步伸出双臂，稳稳地将迎面撞来的少年接在了怀中。感受到怀里人的瑟瑟发抖，他轻轻拍了拍对方的后背，柔声问道：“怎么了，茵茵？”某个小团子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往玉丝怀里钻。玉丝顿了顿，随后抱着林茵回到了房间里，将少年放在了床上。少年全程都捏着男人的衣服不撒手，他哭哭唧唧地说道：“我要和你一起睡。”男人听闻，眼睫微垂，没有回复少年，反而轻声道：“可能是停电了，或者跳闸了，我去看看。”男人说完，做事就要起身离开。林茵见状，生怕留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赶紧扑到男人怀里，哽咽道：“不要，我不让你去。”玉丝无奈地笑了笑，轻声道：“我就去看一眼，马上就回来。”此时的少年瘪着小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玉丝，双臂更是像八爪鱼一般死死缠住对方的身躯，同时还不断发出闷闷的抗议之声：“不要，我不许你走！”看着林茵这般倔强又可爱的模样，玉丝着实有些哭笑不得。犹豫再三之后，他终于还是妥协了，试探性地问道：“那要不这样吧，我带着你一块儿过去瞧瞧怎么样？”本以为这下子能够安抚住情绪激动的少年，可没想到林茵想都没想，便直接摇头拒绝道：“不要，我才不要去呢。”见到林茵如此坚决的态度，玉丝也只能长叹一口气，然后伸出一只大手，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瓜，无可奈何地说道：“好，那你上床吧，我们睡觉。”林茵听完，果然乖巧地爬了上去。男人突然说道：“被子枕头都在那个房间，我去。”男人的话还没说完，少年就不满地瘪着嘴巴，小声道：“不行，你不能去，我们枕一个枕头就好了呀。”边说着，少年还扯了扯那个枕头，把它放在了中间。“快上来啊！”第69章，你脱衣服干嘛呀？玉丝站在床边，目光悠悠地看着床上邀她同睡的小人儿，迟迟没有动作。林茵满心疑惑地望着眼前这个一动不动的身影，不禁微微蹙眉，扬起那张粉嫩的小脸，朝着玉丝轻声问道：“怎么还不上来啊？”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不解与急切。“哦。”玉丝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用那清冷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似笑非笑地说道：“不是说你睡觉不老实吗？
万一你半夜踢我或者扯我衣服怎么办？”听到这话，少年的眼睛瞬间瞪大，犹如2颗晶莹剔透的宝石，眼巴巴地盯着玉丝，小嘴嘟囔着，软软糯糯地辩解道：“才不会呢，我睡觉一直都很老实的。”只是话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心虚，毕竟就在昨天晚上还脱了玉丝的衣服。玉丝的眉心轻轻皱起，形成一道浅浅的纹路，但很快便舒展开来。只见他缓缓迈开脚步，小心翼翼地上了床，与林英并肩躺在一起。林英开心地勾了勾嘴角，同时也忽视了男人脸上闪过的若有若无的笑意。由于这张床铺仅有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子，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几乎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林英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从男人胸膛传来的沉稳有力的心跳声，那一声声跳动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魔力，让他不由自主地红了脸。此刻，林英的视线不自觉地落在了玉丝宽阔结实的胸膛上，心中暗自感叹，没想到玉丝看起来清瘦，这身材倒是挺不错的嘛。想到这里，他的脸上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幸好此时屋内光线昏暗，并未被人发觉。系统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小色鬼，并不打算搭理他，他现在痴迷于电子炒股，可没空理这小鬼。少年原本是正对着玉丝，后来觉得怪怪的，就背过身去了。可是当他转过身来，目光触及到床边那一片黑漆漆的景象时，一股莫名的恐惧瞬间涌上心头。那黑暗宛如一头凶猛的巨兽，张牙舞爪地朝他扑来，吓得他浑身一颤，毫不犹豫地再次迅速转身，回到了原来面对着玉丝的位置。或许是因为心中的惧怕仍未消散，少年不由自主地朝着玉丝的身旁凑近了一些。而自始至终，玉丝都安安静静地平躺在那里，犹如沉睡中的仙子一般，除了轻微而均匀的呼吸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动静和反应。相比之下，少年却显得格外躁动不安，活像一只被虫子叮咬得无法安宁的调皮小鬼。少年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似乎有些过于的好动，于是找了一个好角度窝了起来，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男人。此刻，如水的月光悄然穿过窗帘的缝隙，轻柔地洒落在男生那清冷如霜的脸颊之上。只见他那长长的睫毛如同蛰伏于眼皮之下的蝴蝶翅膀般微微颤动着，投下一片淡淡的阴影，高挺而笔直的鼻梁宛如精心雕琢而成，线条流畅且优美，还有那张性感迷人的薄唇，微微上扬的弧度仿佛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浅笑，让人不禁为之倾倒。某个小鬼此刻被男人的美貌给吸引住了，痴痴地看着他，没忍住快速地在男人的下巴处轻轻落下一吻。那一刹那，少年的心跳急速加快，犹如一只刚刚偷尝了鱼腥的小奶猫，脸上迅速泛起一层红晕。得逞后的他得意地勾了勾嘴角，然后已迅速缩回身子，钻进被窝里，没过多久便沉沉睡去。等到林英熟睡之后，男人突然侧过身，一把就将林英搂进了怀里。一夜好眠。第二日清晨，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玉丝率先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她缓缓睁开眼睛，低头看向怀中那个依旧睡得香甜、乖巧的如同一只软乎乎的团子般的林少年，眼神中流露出无尽的宠溺。她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尽量避免惊醒怀中的宝贝，然后轻手轻脚地下床离开卧室。玉丝迈着沉稳的步伐，不紧不慢地朝着林妈妈的房间走去，将昨日放在少年门上的电子设备拿了下来，又把电闸打开了。男人眼底划过一丝笑意，早知道这小呆子是个胆小的，这招确实好用。林英和玉丝在家里待了好几天，这几天里少年被欺负得惨惨的。这天上午，林英坐在沙发上，红着眼睛狠狠地瞪了一眼玉丝，气鼓鼓地说道：“以后不许你亲我了。”玉丝听闻，眼睫微垂，清冷的声音随之响起：“英英不是我的男朋友吗？亲亲都不行吗？”少年见到对方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由得撇了撇嘴，满脸都是不屑之色，还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因为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短短几天时间里，他已经见过太多次了。这个男人老是摆出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来博取同情，而单纯善良的他之前总是一次又一次的上当受骗。但是这一次，少年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再心软了。
玉丝看到少年丝毫没有要理睬他的意思后，他的眼底快速地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暗光。紧接着，他缓缓地伸出那双修长的手指，轻轻地解开了领口的扣子。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玉丝一举一动的少年，一看到他开始解扣子，顿时被吓了一大跳，手忙脚乱的赶紧往旁边挪动身体，仿佛眼前的玉丝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同时，他那双漂亮的眸子里此刻也充满了警惕之意，死死地盯着玉丝。你你脱衣服干嘛啊？少年的声音因为惊慌失措而变得有些颤抖。玉丝用一种无比幽怨的眼神看了少年一眼，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将自己的锁骨暴露了出来。只见那白皙如雪的锁骨上面赫然有着好几个颜色浅浅的小牙印，这些牙印小巧可爱，让人一看就能猜到肯定是出自某个小鬼之口。第70章不速之客。一直紧张兮兮注视着玉丝的林英，在看到那些熟悉的小牙印时，整个人都愣住了。等他反应过来这些竟然是自己留下的杰作后，原本就因为害羞而微红的小脸瞬间像是被火烤过一样，滚烫滚烫的。他低下头，不敢去看玉丝，结结巴巴羞羞答答的嘟囔道：你把这个露出来干嘛呀？面对少年的质问，玉丝依旧沉默不语，只是保持着那哀怨的神情，一动不动的凝视着他。一时间气氛变得异常尴尬和暧昧。终于在玉丝那哀怨目光的持续注视下，少年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率先败下阵来，选择了屈服。林妈妈面带微笑地拉着宋寻走进了电梯，目光落在身旁这个帅气且透着几分桀骜气质的男生身上，不禁心生欢喜，开口说道：茵茵这会儿应该在家里呢。对了，还有玉丝，你应该也认识她吧？宋寻听到这话，嘴角微微上扬，弯成一道好看的弧度，那双明亮的眼睛犹如星辰般闪烁，笑眯眯地回应道：当然认识了，林阿姨。林妈妈满意的点了点头，心中暗自思忖，这两个孩子看起来还挺投缘。说话间，电梯平稳上升，很快便到达了目的地。站在自家门前，林妈妈伸手从包里掏出钥匙，准备打开门。就在这时，屋内客厅的沙发上，玉丝紧紧拥抱着那个娇小柔软的少年，将其用力按压在怀中，毫不顾忌地亲吻着对方。少年被这突如其来的热吻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双眼微闭，眼角渐渐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嘴里只能发出微弱而含糊不清的呜咽声。玉丝则呼吸急促，迷且喘不止，仿佛要把眼前的人儿揉进自己身体里一般。他尽情享受着少年那如花瓣般娇嫩的双唇和甜美气息，每一次亲吻都让他的身体越发滚烫。此刻，整个屋子内弥漫着一种暧昧而炽热的氛围，这样的场景实在让人面红耳赤，难以直视。突然间，门口传来一丝极其细微的响动，但沉浸在激情中的两人并未察觉。可没过多久，那声音逐渐变大，甚至就连意识已经开始模糊的林英都隐约听到了门外的动静。少年愣了一下，连忙从玉丝的身上下来，揉了揉自己滚烫的脸颊和有些凌乱的衣服。就在这时，原本半掩着的门吱呀一声被彻底推开了，门口站着的正是一脸惊讶的林妈妈。她的目光迅速扫过客厅中的两人，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与好奇。茵茵，小厮。林妈妈一边说着，一边快速换上拖鞋走进屋里。她的脚步轻快而匆忙，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你们看看谁来了。随着她的话语声落下，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缓缓映入众人眼帘，原来是宋寻。只见他面无表情地迈着步子走了进来，那双深邃如狼般锐利的眼眸直直地盯着客厅里的两人，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地轻声呼唤道：茵茵。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林英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瞪大双眼望着眼前的宋寻，心中满是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宋寻竟然来了！而此刻坐在沙发上的玉丝也注意到了宋寻的到来，他的脸色骤然一变，原本舒展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他那冰冷的目光毫不客气地射向宋寻，眼中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茵茵呀，小寻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今天他非得吵着要来找你玩呢，所以啊，我就把他给带过来了。
林妈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现场气氛的微妙变化，依旧满脸笑容地解释着。接着，她转头看了看三人，继续说道：“你们三个可是同学呢，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一起玩玩游戏什么的。”说罢，林妈妈便转身朝着厨房走去，留下三个年轻人在客厅里面面相觑。宋寻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缓缓地走了过来，每一步都显得那么从容和悠闲。只见他如同一只慵懒的大猫一般，慢悠悠地走到沙发前，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整个身体都深深陷进柔软的沙发里。他微微眯起双眼，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目光就这样直直地落在了林英身上。怎么，见到我很意外吗？宋寻轻声开口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然而，面对宋寻的出现，林英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不满地撇了撇嘴，像是一个闹脾气的小孩子一样，转身坐到了玉丝身旁，对宋寻完全不理不睬。可宋寻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林英的不高兴，依旧我行我素。他看了一眼玉丝，脸上还挂着一副笑盈盈的表情，说道：“玉丝同学也在啊。”好巧呀！听到这话，玉丝只是抬起头，用他那狭长而深邃的眼睛淡淡的瞥了一眼宋寻，冷冷的回应道：“是很巧。”宋寻对于玉丝冷淡的态度丝毫不在意，调侃似的看了一眼一旁装死的某个破兔子。只见他挑了挑眉毛，故意用一种调侃的口吻继续说道：“哎呀，英英，这几天你怎么不来看我啊？好狠心呀你！”这话一出，原本还想假装没听到的林英终于忍不住了。他紧绷着一张小脸，转过头狠狠地瞪向宋寻，气鼓鼓地反驳道：“看你干嘛？你又没死！”话音刚落，还不等宋寻说什么，只听见林妈妈的声音居然传了过来：“英英，你在说什么呢？”林秀一过来就听见自家的宝贝儿子说什么死不死的，皱着眉，一脸疑惑地走了过来。怎么能这么和小寻说话呢？你们三个不是室友吗？林英听到林妈妈的责备后，心情瞬间变得低落起来，她不满地瘪起了嘴巴，但却一句话也不说。相比之下，一旁的宋寻则显得十分乖巧懂事。他微微一笑，连忙开口解释道：“没关系的，林阿姨，英英只是在和我开玩笑而已，我们在学校就经常这么闹的。”第71章，三人一间房。林英听见宋寻在这里装模作样，就气不打一处来，一个两个的惯会在他妈面前装。原来是这样，不过就算是开玩笑，也不应该说的这么过分呀。林妈妈听完宋寻的解释，虽然稍微松了一口气，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妥。她轻轻地将手中的果盘放置在了茶几之上，然后迈步走向林英，伸出手指温柔地戳了一下她的额头：“下次不许这样了。”林英见状，撅着嘴巴，不情不愿地嗯了一声。然而下一秒，她就听见林妈妈开口说道：“英英，你的嘴巴怎么了？”林秀疑惑地看向儿子的嘴巴，刚才离得远没看清，现在离得近了，看得清楚得很。少年的嘴巴红红的，还有些肿。林英听闻，呼吸一滞，紧接着心虚的低下头，磕磕绊绊的说道：“哦，我吃了辣椒，辣到了。”林妈妈狐疑的看了看他，没想那么多，只是嘱咐了林英以后少吃点辣的，就回到了房间。此时，林英的耳朵尖都红透了，她抿了抿嘴唇，瞪了一眼一旁正在微笑的玉丝，都是他干的好事。对面的宋寻哪里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脸色骤然沉了下去。如今林妈妈也不在了，她也不用伪装了，暴力的本性略微暴露了出来。“你们俩……”话还没说完，就被玉丝打断了。男人清冷的声音响起：“哦，我们两个现在是恋人关系，英英是我的男朋友。”听到这话的宋寻愣住了，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林英，试图从少年那里得到答案。只见精致的少年红着小脸，低垂着头，长长的睫毛轻轻颤抖着，却对宋寻的注视视若无睹，这般模样无疑便是一种默认。眼见此景，宋寻的脸色愈发阴沉下来，仿佛能滴出水来一般。他紧紧抿住那原本就微薄的双唇，强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最终还是忍不住阴阳怪气的开口讽刺道：“你们进展可真是够快的。”林英闻声，精致的小脸瞬间涨得更红了，那双漂亮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慌乱与羞涩，下意识地偷偷瞥向宋寻。当触及到对方那略显冷峻且毫无温度的侧脸时，
他像是受惊的小鹿一般，赶忙收回视线，不敢再多做停留。宋寻此时已是怒不可遏，胸膛剧烈起伏着，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玉丝仿佛看不见宋寻有些难看的表情，仍旧火上浇油，所以宋同学以后还是尽量少来打扰茵茵吧。他面带微笑，看似云淡风轻，但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丝挑衅之意。宋寻听闻这话之后，那双犹如寒星般的狼眸瞬间眯起，散发出丝丝缕缕令人心悸的寒意，就这样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片刻后，只见他嘴角微扬，勾勒出一抹桀骜不羁的笑容，语气更是充满了不屑与挑衅。不就谈个恋爱吗？没准哪天就分了。玉丝听到宋寻这番话时，脸上的表情却是没有丝毫变化，依旧如往常那般云淡风轻。他只是淡淡的瞥了宋寻一眼，然后用冰冷的声音回应道：那可能要你失望了，我们下辈子都不会分手。林英听闻，漂亮的眸子看了一眼玉丝，嘴巴微微往上翘了翘。整整一个下午，对于林英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宋寻这个讨人厌的家伙就像一只烦人的苍蝇一样，始终在他身边嗡嗡作响，搅得他不得安宁。一会儿翻翻他的相册，对着里面的照片评头论足，一会儿又缠着他不停地问东问西，搞得他头晕脑胀。更过分的是，由于宋寻一直在旁边捣乱，他连跟玉丝好好亲近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想到这里，林英愈发的对宋寻不满了起来。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四人坐在餐桌边，林妈妈突然开口说道：小寻呐，晚上就别回去了，正好你们三个多亲近亲近。宋寻一听，刚要说话，林英直接打断了：不行！林英瞪大眼睛看向林妈妈，在林妈妈疑惑的目光当中，磕磕绊绊的说道：咱们家住不下呀，妈妈。林秀一听，还以为什么大事，笑着说道：没关系，我住客厅不就行了？不用林阿姨，我睡茵茵那里就行，我打地铺。宋寻乖巧的说道。林英听闻，不开心的看了一眼宋寻，朝着林妈妈说道：是呀，妈妈，我们三个在一屋就行，你不要去客厅睡。林妈妈想了想，也行，毕竟都是年轻人，一起还能玩什么的。宋寻见状，大口吃着饭菜，嘴甜的说道：林阿姨，你做的这个菜可真好吃。林秀笑了笑，解释道：妹呀，这是小厮做的，你夸错人了，哈哈。宋寻，玉丝戏谑的看了一眼宋寻，随后不紧不慢的给少年夹菜。时间转眼来到了夜晚，宋寻走进房间时，发现玉丝和林英已经坐在了床上。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满心不爽的抱怨道：喂，你们俩居然睡在床上，让我去打地铺，有没有搞错啊？只见林英身着一套超级可爱的小羊睡衣，粉嫩的脸蛋配上那副嫌弃的小表情，显得格外俏皮。他毫不示弱的回击道：哼，明明就是你自己主动要求要打地铺的好不好？现在反倒怪起我们来了。呵！宋寻听到这番话，心中的不满更甚，他冷冷的嗤笑一声，态度十分霸道的说道：就算我要打地铺，玉丝也必须跟我一起打，反正你绝对不能和他睡同一张床。凭什么啊？这里可是我家业，这也是我的房间。林英气得差点跳了起来，一双大眼睛怒视着宋寻，那凶巴巴的样子仿佛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猫。我不管，不然我们仨就在床上挤一挤，反正我不介意。宋寻厚颜无耻的继续说道。林英被气得不行，刚想发作，只见玉丝拿着被子走了下去，修长的大手揉了揉林英的脑袋，安抚一下焦金的小鬼，听话，今天你自己睡。第72章，我就叫我妈了。此话一出，宋寻的脸再次沉了下去。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玉丝和林英一直同床共枕。也是，就这一张床。玉丝揉了揉少年的脑袋，随后在地上铺了铺被子，然后躺了一下去。少年小脸粉扑扑的，他抿了抿嘴巴，等慢吞吞的躺了下去。宋寻看了一眼身边对他视若无睹的玉丝，又看了一眼床上的破兔子，冷哼一声，也躺了下去。一连3天，宋寻一直在林英家里待着，林英都不得不佩服他，这么喜欢打地铺。可为什么每次打地铺都要让玉丝和他一起打呀？林英心疼极了，眼看着还有5天才能开学，宋寻这架势又不像要离开的样子。此刻
少年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轻轻抿住小巧的嘴巴，扬起那张精致无比的小脸，目光直直地望向面前的男生，轻声说道：“玉思哥哥，我们还是回学校去吧。”正在全神贯注地摆弄着眼前那台电脑的男生，忽然听到身旁传来的话语声，他微微侧过头去，目光落在身边的少年身上，用轻柔而温和的声音询问道：“怎么突然就想着要提前回去了？”少年顿了顿，红着小脸，小声说道：“就是想回去了。宋巡总在，我都不习惯了。”玉思听闻，眼底闪过一丝笑意，他捏住少年的下巴，亲了亲少年的嘴巴。“不习惯什么？”被亲了。少年小脸红红的，心虚的看了一眼其他地方，埋怨道：“你干嘛啊？我妈妈一会儿出来了。”玉思听闻，他一边用另一只大手牢牢地扣住少年纤细的腰身，将其用力地往自己怀中一带，一边凑近少年的耳边，用充满磁性和挑逗意味的语气低声问道：“不习惯亲亲抱抱？”玉思说着，又啄了一下少年粉嘟嘟的嘴巴。“哎呀！”林英小脸红透了，她推了推男人的胸膛，气鼓鼓地说道：“才没有呢。”二人又黏糊了一小会儿，玉思有事情要出去一趟，嘱咐林英记得把要带回去的东西装好。林英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般乖巧地点了点头。又过了一会儿，宋巡突然回来了，一进门就看见客厅的林英。宋巡先把买了的东西放到了桌子上，紧接着笑嘻嘻地走了过去。“英英干嘛呢？”林英听见宋巡的话，看了他一眼，小声说道：“玩手机呀。”宋巡眯了眯眼睛，直接坐在林英的身边，双腿交叠，懒懒散散地向后倚，不怀好意地戏谑道：“玩手机把脸玩红了？看什么了？”林英被他这么一问，先是一愣，显然没有反应过来，但当他看到宋巡脸上那不怀好意的坏笑时，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顿时一股羞恼涌上心头，他气得涨红了脸，举起拳头狠狠地朝着宋巡的胳膊砸了下去。“哼，要你管！”林英瞪圆了双眼，气鼓鼓地冲宋巡喊道，那模样就像一只被惹急了的小兔子，可爱极了。宋巡看着炸毛的小兔子，止不住的笑。林英见男人还在笑，又气又羞，小脸愈发的红，重重的哼了一声，起身离开了。而宋巡望着那只落荒而逃的小兔子，嘴角却依旧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甚至有些恬不知耻的迈步跟了上去。回到房间里的少年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吃完饭就回学校。宋巡进来后，看见少年绷着小脸收拾东西，疑惑地问道：“英英干嘛呢？”林英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仿佛完全没有听到一般，自顾自地继续手中的动作。宋巡啧了一声，是不是这几天他表现的脾气太好了些，以至于这个破兔子居然这么不把他放在眼里？男人这么想着，伸手猛地拉住了林英，然后用力一拽，将毫无防备的少年紧紧地压在了身后的墙壁之上。刹那间，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近到林英几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方温热的呼吸喷洒在自己的脸颊上。与此同时，一股淡淡的柑橘香味再次钻入了宋巡的鼻中，让他的心神不由自主地为之一荡。少年完全没有料到男人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整个人像是受惊的小鹿一般，一双漂亮的眸子充满了惊恐之色，直直地望向男人，声音颤抖地喊道：“你干嘛啊？放开我！”宋巡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少年，精致的小脸粉白粉白的，不尤其是那眼尾处，不知是否因为正处于恋爱之中，竟若有若无的透着一丝丝妩媚之意，更是让人难以移开视线。宋巡见状，心中的不爽瞬间攀升至顶点，他挑起眉头，恶狠狠地威胁道：“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现在就亲你？”听到这话，少年当场就愣住了，他下意识地抿紧了嘴唇，腮帮子也因为生气而鼓了起来，像只可爱的小河豚似的。然而尽管如此愤怒，他却当真不敢再开口说半个字了。看到少年这般反应，宋巡不仅没有感到满意，反而愈发觉得不爽起来。难道被自己亲吻就让这破兔子这么不情愿吗？想到这里，宋巡干脆伸手一把掐住了少年的下巴，迫使对方抬起头与自己对视，并厉声质问道：“说，你为什么突然和玉思在一起？是不是他勾引的你，还是你缠着他的？”
林英听闻，瘪着嘴巴，愤愤地瞪了一眼宋寻。他和玉丝是情投意合，才不是什么勾引不勾引呢。见少年不说话，宋寻语气带着威胁地问道：“干嘛不说话？分手吧，不许你和他处对象。”林英，你哪位？林英气鼓鼓地反驳道：“不是你不让我说话的吗？而且，凭什么听你的？”少年撇了撇嘴巴，小声嘀咕着。宋寻听闻，脸色微沉，那双狼眸有些凶狠地看着他，手上的力道也加重了几分。不是说你是我小弟吗？连大哥的话都不听了。林英听闻，啪的一下打开了男人，揉了揉被捏疼的下巴。干嘛？大哥也没有管小弟谈恋爱的吧？你起来，离我远一点。说着，少年用力推了推宋寻的胸膛，发现推不动，最后红着眼睛威胁道：“你再不走开，我就叫我妈了。”第73章回学校，宋寻挨揍。岂料宋寻听到这句话之后，竟然只是微微耸了耸肩，脸上露出一抹毫不在意的笑容，然后十分大方地说道：“你叫吧，把林阿姨叫来更好，我就可以对你负责了。”你……林英没想到宋寻这么不要脸，他一时有些不知道怎么做了，最后只能软着声音问道：“你到底要干嘛？”“分手。”“不行。”“分手。”“我说了，不行。”“分手。”林英都要气死了，这个宋寻就像个复读机一样。他抿了抿嘴巴，漂亮的眸子看着宋寻，郑重地说道：“我说了，我不会和玉丝分手的。”可是宋寻似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依旧冷冷地吐出那两个字：“分手。”林英 MDZZ。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紧接着便是林妈妈温柔的呼喊声：“孩子们，快来吃午饭了！”听到母亲的声音，宋寻这才松开了一直紧握着林英手腕的手。此时林英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只见上面已经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红印。他抬起头，怒视着宋寻，没好气儿地抱怨道：“都怪你！”宋寻挑了挑眉，继续说道：“分手。”林英被噎住了，他气鼓鼓地说道：“神经病！”说完，少年飞速地跑了出去，来到了餐桌旁边。宋寻则是不紧不慢地跟了出来。只见他微微挑起眉毛，嘴角上扬，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那双桃花眼紧紧盯着眼前的顾莹，戏谑道：“话不能这么说，只不过是谈恋爱，又没有结婚，怎么不能让别人追求了？”话音刚落，沈修燕竟然还不知死活的朝着旁边的林英抛出了一个极具挑逗意味的媚眼，并笑着问道：“你说是吧，小同学？”林英见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瘪了瘪红润的小嘴，心中满是对这个男人的不满。虽说沈修燕生的一副好皮囊，但此时此刻，他真想冲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顿解解气。而另一边，原本正准备开口反驳的顾莹，听到沈修燕这番厚颜无耻的言论后，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来驳斥对方，然而却发现自己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过了半晌，他才憋出一句有些生硬的话：“那样做不道德。”面对顾莹的指责，沈修燕丝毫没有退缩之意，反而理直气壮地回应道：“哪有什么不道德的？喜欢一个人，难道不就应该大胆去追求吗？”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许淑妍也突然发话了。只见他眯起那狭长如狐狸般的眼睛，温润如玉的面庞上始终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轻声附和道：“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喜欢一个人不就应该勇敢追求吗？”顾莹听闻，呆呆地看了看许淑妍，又把目光转移到江毅身上。谁知道江毅只是面无表情的冷冷嗯了一声，表示赞同沈修燕和许淑妍的说法。顾莹三观在哪里？一向做天做地的小作精此刻有些懵懵的，这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吗？勇敢追求？那他……顾莹边想着边偷偷看身边的储蓄，只见储蓄十分不解风情地说道：“别听他们胡说，破坏人家感情是会被雷劈的。”顾莹啊，其他人呵呵。林英说的对。最后顾莹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反正威胁目标已经有对象了，他就不用担心了。储蓄一边走着，一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身旁这个略显稚嫩的小男生。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他突然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问道：“
你偷看我东西。他一开始还以为顾莹知道了玉丝的存在，吃玉丝的醋，没想到，话说这小家伙是什么时候看见的？他都不知道。听到储蓄的质问，顾莹瞬间撅起了小嘴，一脸不服气且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是你自己不小心，少赖别人了。”那副可爱又倔强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储蓄见状，忍不住宠溺地笑了笑，轻声的难道真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子？然而顾莹对于这样的评价显然很不满意，她皱起眉头，气鼓鼓地反驳道：“哼，我才不是小孩子呢！再过几天我可就满18周岁了，马上就是成年人了。”紧接着，他似乎觉得还不够解气，又迅速补上一句：“再说了，你也不过就比我大7岁而已，别老是摆出一副大人的架子来教训人。”储蓄听完这番话，眼神深处悄然掠过一丝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他低头轻声应道：“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你眼看就要长大了。”晚间，林英见玉丝回来了，抱着小奶猫，哒哒哒地跑到门口，漂亮的眸子看着他，忍不住说道：“回来这么晚，你好忙呀。”玉丝听到这话，抬头看向林英，一眼便瞧见这个小团子此刻正微微撅起小嘴，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气鼓鼓的模样，就连那粉嫩的双唇也不自觉地轻轻抿了起来。他不禁觉得好笑，嘴角微扬，忍不住笑道：“想我了？小脸骨这么高？”林英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违心道：“我才没有呢。”就在这时，玉丝像是变戏法一般，将手中提着的一个精美的小蛋糕拿到了面前，淡淡的奶香瞬间飘散开来，钻入了林英的鼻中。男生清冷的眸子带着笑意问道：“没有？”少年见状，眼前一亮，小嘴巴巴道：“有。”第90章，知道了。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吗？玉丝优雅地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微微支起下巴，那清冷如寒星般的眸子静静地看向一旁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精致小蛋糕的少年。林英听到声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一样。他看了一眼玉丝，犹豫片刻后，小声说道：“今天江毅带了2个人来学校，有一个小男生，看起来年纪不怎么大，还挺好玩的。”玉丝轻轻地点了点头，声音清冷又温柔：“看来英英交到朋友了。”“才没有，不过有个寸头的男生想给我名片来着，他好奇怪，我们才见过一次哎。”林英抿了抿小嘴，疑惑地说着：“没有了吗？”玉丝听闻，表面上却依然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随口问道：“听说有人要给你介绍对象呢？英英还真是招人喜欢。”林英听闻，耳朵瞬间红了起来，漂亮的眸子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玉丝，小声说道：“哪有，我说了我男朋友了。”“你怎么知道的？”林英心虚地问道。本来他都打算把这件事瞒下来的，谁知道居然让玉丝当场戳破了。玉丝轻声笑了一下，低声道：“我就是知道。”林英轻咬着叉子，漂亮的眸子盯着男生，小声问道：“谁告诉你的？”玉丝听闻，嘴角微微上扬：“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哼，我还不想知道了呢。”林英眨了眨眼睛，嘴巴微微撅了起来，软乎乎的拿着蛋糕继续吃了起来。玉丝见状，站起身去给猫咪喂食。看着玉丝修长的背影，某个小鬼气得牙痒痒。他没想到对方真的不告诉自己。过了一会儿，林英吃完了小蛋糕，看了一眼正在浴室里洗澡的玉丝，蹑手蹑脚地走到她的房间，准备一会儿吓一吓玉丝。就这样，林英笑得像个小恶魔，躲在玉丝的门口，等着男人洗完澡进来。结果还不等玉丝回来，系统突然在他脑海里说话了：“林英，你还记得我说过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偏差，结果我上级没有责怪我的事情吗？”林英听见系统火急火燎的声音，点了点头，精致的小脸疑惑地问道：“怎么了？”系统顿了顿，郑重地说道：“调查清楚原因了。”“什么原因啊？”系统看着一脸疑惑的小呆子，顿了顿，嘱咐道：“你可千万要挺住啊！”林英听得着急，他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催促道：“哎呀，你倒是说啊！玉丝他和你一样。”林英听闻，一脸懵逼地问道：“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和我一样？他在开学前一天就觉醒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他的灵魂经历了原书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他是这本书的主角。啊！林英瞪大眼睛，嘴巴也张得大大的，不可置信地问道：那他知道他最后和他们在一起了？系统听到少年问这个，犹豫片刻后说道：玉丝没和他们在一起，虽然书里是写黑了，但是他最后把那几个人给 out 了，然后孤独终老了。林英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道：out？ 系统顿了顿，通俗易懂道：和你上辈子一样，嘎了。少年当即就不乐意了，气鼓鼓地反驳道：那不是我好不好？系统抓头尖叫：这重要吗？重要的不是他已经知道了这一切，重点是他都知道了还和你在一起，你不觉得很诡异吗？林英咬着嘴唇，仔细想了一下，是挺诡异的。他不但感觉玉丝诡异，他觉得那几个主角公也诡异得很，一个个的往他身边凑，不要脸。天哪，书里的原主那么对他，他居然还能和你在一起，这绝对有大阴谋啊！林英顿了顿，大阴谋？关键玉丝能有什么阴谋啊？系统推测道：没准他就是和你在一起以后，等你爱上了他，就抛弃你。林英表情有些一言难尽，这个推测太不靠谱了。他没钱没权又没势，玉丝要是想报复他，没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啊。但是如果玉丝已经知道了这一切，还能和他在一起，这个确实很诡异。林英现在突然有些心烦意乱的，他不开心的抿了一下嘴，突然没有了要吓唬玉丝的心情，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下。结果他刚要开门出去，门自己就开了。玉丝下半身围着一个浴巾站在门口，居高临下的看着林英。林英本来还有些心烦，结果看见玉丝赤裸着上半身，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脑袋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玉丝身材很好，腹肌线条流畅，皮肤白皙，更为诱人的是，晶莹剔透的水珠还恋恋不舍地挂在男人宽阔坚实的胸膛之上，顺着那迷人的肌肉线条缓缓流淌而下，形成一道道若隐若现的水痕。英英，你来我房间做什么？当玉丝的目光与林英交汇的那一刹那，他明显的怔愣了一下，显然也对这突如其来的相遇感到十分意外。听到玉丝的询问，林英顿时变得结结巴巴起来：我就是专门过来找你的了，我现在就要回去了。话一说完，林英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转身便想要夺路而逃。但玉丝又怎会如此轻易的就让他溜走呢？只见他大手一挥，动作迅速如闪电一般，径直将林英紧紧地抱入怀中。哎呀，你这是要干什么？快放开我！被玉丝突然抱起的林英顿时惊慌失措地胡乱挣扎起来。此时此刻，由于玉丝上身并未穿着衣物，所以林英整个人几乎完全贴合在了男人炽热滚烫的胸膛之上。他只觉得自己的脸颊仿佛快要燃烧起来一样，已经红得不能再红了。他就不应该来。第91章进医院。玉丝直接抱着林英，将他按压在床上，双臂稳稳地撑在少年身体的两侧，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一时间，一股暧昧的气息萦绕着二人。林英此刻又紧张又害羞，他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想要推开压在身上的这个男人。然而当他的手刚刚触碰到对方结实而炽热的胸膛时，仿佛触电一般，瞬间被吓得缩了回去，只能绷着一张脸，气气地说道：起开啊，你要干嘛？玉丝缓缓垂下双眸，浓密的睫毛轻轻颤动着，看着身下小人害羞生气的模样，玉丝嘴角不禁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英英这么生气做什么？不是你自己来我的房间的吗？玉丝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林英闻言顿时哑口无言，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解释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的小声嘟囔着：我都说了，我刚才是来找你的。玉丝盯着少年精致的小脸，神色暗了暗，轻声道：哦，什么事儿？听到这话，林英心中一阵慌乱，不由自主的心虚的错开了与男人对视的目光。他轻咬着下唇，硬邦邦的说道：刚才有事，但是现在没有了，你快点放开我。
玉丝盯着少年被咬得泛着艳粉的嘴唇，眼底闪过一抹炽热，声音也略微低沉：“不放。你要干嘛？”听到玉丝的拒绝，林英突然没了气势，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玉丝滚了滚喉结，一张清冷俊秀的面庞带着一丝玉色，薄唇微微勾起，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少年。林英眨了眨眼睛，红着小脸错开男人的视线。他哪里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现在思绪有些乱，不想和他亲亲。看着身下的小呆子装听不见，玉丝顿了顿，伸出修长的食指点了点少年粉嘟嘟的小嘴巴。林英身子颤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眼看着男人俯身就要压下来了，林英着急地朝系统求救：“系统，怎么办呀？”系统顿了顿，小声提议道：“要不你就从了吧。”林英。就在玉丝那温热的嘴唇即将贴近林英的瞬间，林英突然间啊的大叫了一声，吓了玉丝一跳。“怎么了？”玉丝皱着眉，看着眼前眼泪汪汪的少年，以为自己弄疼他了，赶紧把他扶了起来。只见林英微弓着身子，两只手紧紧捂住肚子，他一边抽噎着，一边用颤抖的声音嗫嚅道：“肚子疼。”说话间，林英的脸色越发显得苍白如纸，原本红润的嘴唇也失去了血色，变得有些泛白。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玉丝，看起来虚弱极了。玉丝见状吓坏了，他匆忙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赶紧穿上衣服，又给林英把衣服穿好，抱着她下了楼。林英此时就像个虚弱的小动物一般，软乎乎地窝在男人的怀里。那张精致绝美的小脸上毫无血色，甚至连平日里粉嫩的脸颊都变得有些苍白。他紧闭双眼，眉头紧锁，嘴里不时发出轻声的呻吟。玉丝皱着眉，抱着他往楼下走。趁着这会儿功夫，林英在心里暗暗埋怨起系统来：“你到底给我弄的是什么破病啊？怎么会这么疼？”系统沉默片刻后，缓缓开口解释道：“只是轻微的急性肠胃炎而已啦，没什么大碍的，别太担心。”林英抿了抿小嘴，没有力气说他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依偎在玉丝怀中，尽可能让自己舒服一些。大约过了短短几分钟时间，一辆通体漆黑、线条流畅且散发着奢华气息的豪车缓缓地停靠在了宿舍楼门前。车窗玻璃缓缓降下，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从驾驶座探出脑袋来，脸上满是惊愕之色，忍不住大声惊呼道：“嚯，这是怎么了？”然而站在一旁的玉丝对他的话语仿若未闻一般，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见他动作迅速而轻柔地抱起怀中的少年，急匆匆递上了那辆豪华轿车。上车之后，玉丝冷冷地说道：“去医院。”此时的林英正被疼痛折磨得几乎难以睁开双眼，但他还是凭借着最后一丝力气，虚弱地抬起眼皮瞄了一眼坐在驾驶位上的人。那个司机是个留着板寸发型的男子，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眼熟，但由于身体实在太过难受，看不清对方。正在驾车前行的储蓄时不时透过车内的后视镜观察着后排座位上的情况，嘴角挂着一抹略带戏谑意味的笑容，调侃道：“哟呵，你们俩这玩的可真够激烈的呀，居然都要闹到进医院去的地步了。”玉丝此刻一心都在怀里的小团子身上，根本不想搭理他，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视线。见此情景，储蓄自知讨了个没趣儿，于是干笑两声后，压低声音说道：“真是巧，莹莹也病了，就在附近的医院。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这要巧就在附近？”听到这话，原本眉头紧皱的玉丝脸色变得愈发阴沉难看，同样以低沉的嗓音回敬道：“换一家。”储蓄挑了挑眉，笑道：“我都可以啊，不过这家医院离得近，你要是想让你的小宝贝多疼一会儿，我就带他去另一家 XL。” 玉丝眉心划过一丝冷意，最终沉着声音说道：“去这家。”储蓄笑了笑，没再说别的。林英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点多了。他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只见玉丝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身姿笔直如松，双眼微闭，脑袋轻轻地靠在床沿上，显然是在守护着他的同时不小心睡着了。林英眨巴着那双还有些朦胧的大眼睛，目光缓缓移向放在手边的那个吊瓶，记忆瞬间潮水般涌来。想起来他让系统给他弄个病的事情，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想害死我？
小病。他感觉自己都走一会儿了。系统心虚回对道：你自己虚，身体弱，你怪谁？第92章，你还欠我一次呢。林英气的语塞，他抿了抿嘴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转头看向身旁守着自己的玉丝。只见玉丝安静的睡着，那张精致的脸庞在昏暗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愈发迷人。她的眉毛浓密而修长，如同精心描绘的水墨画一般，紧闭的双眸上，长长的睫毛宛如蝴蝶翅膀轻轻颤动，高挺的鼻梁下，那微薄的双唇微微上扬，即使在睡梦中也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林英就这样痴痴地望着玉丝，不知不觉间，一抹红晕悄悄爬上了她的脸颊。他赶紧慌乱地别过头去，不敢再继续直视玉丝那令人心动的面容。系统突然跳出来说道：你病还没好，我劝你懂得节制。林英本来就害羞，系统还这么说他感觉耳朵都要烧起来了。害羞了一会儿，林英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道：玉丝真的什么都知道了？林英听闻，视线又落在了玉丝的脸庞上，定定地看了好半天。他抿了抿略微苍白的小嘴，心里嘟囔着：我觉得玉丝哥哥是真的喜欢我的。系统没附和他，林英不免有些不开心，他小脸微微鼓起，继续说着：你看我生病了，玉丝哥哥那么着急，他要是不喜欢我，讨厌我，他就应该开心呀。系统依旧没理他，气得林英直咬牙。他顿了顿，继续举例说道：他还守在我的床边睡觉。沉默是今晚的康桥。饶是林英脾气再好，此时也有些生气了。他皱着眉，气鼓鼓地问系统：你干嘛不说话？林英又问了好几遍，系统依旧没有回答他，气得他抿着嘴巴，独自生闷气。殊不知，系统已经回到了宿舍，给那个小奶猫喂吃的，毕竟人都走了，只能他喂了。林英自然不知道，他以为系统是故意的，气得他想给系统一拳。少年气着气着，突然露出一个阴恻恻的小表情，等他回去就给系统绝育。此时家里的系统突然背后一凉，看着眼前吃奶的小猫崽子，突然觉得有人要对自己不利。还不等他细想，小猫是好的舔了舔他的毛，系统嫌弃的把吃完奶的小猫叼回了窝里。林英躺了一会儿，玉丝还没醒，看着男人这么趴在床边睡觉，某个小团子有些心疼。林英扫视了一下这个医院，看着像是个私立的医院，豪华得很。他愣了一下，他应该早就发现的，玉丝有一段时间那么忙，又是谈生意，又是出去签合同，根本不单单是主角光环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可能都经历过，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的。还不等林英叫醒玉丝，玉丝的手机突然发出轻微的震动，吓了林英一跳。玉丝也被震醒了，冷眸睁开后，看见了醒过来的林英，眼底闪过一丝惊喜。只见他微微坐直身子，声音温柔的仿佛能滴出水来：英英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林英眨了眨眼睛，小声小气的说道：不难受了。玉丝哥哥，你怎么不去床上睡啊？听到这话，玉丝并没有立刻回应，而是伸出手轻轻的捏住了少年那略显苍白的脸颊，语气轻柔但又带着些许责备的说：是不是昨天吃太多小蛋糕了？以后可不许这么贪吃。然而林英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他紧紧皱起眉头，急忙大声反驳道：不要，小蛋糕是无辜的。玉丝的眉心不禁泛起一丝无奈，他摇了摇头，然后顺势拉起少年那白皙柔嫩且纤细修长的手指，紧接着他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在那几根手指上轻轻落下一吻，嘴里还低声呢喃着：英英啊，你可真是。虽然话未说完，但其中饱含的意味不言而喻。男生嘴角勾起一个略带暧昧的笑容，眼神灼灼地盯着林英，继续意有所指地说道：你可要记得，你还欠我一次呢。林英闻言顿时耳朵红红，他像触电般猛地将手从玉丝手中抽回，结结巴巴地嘟囔道：才没有呢。玉丝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然后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按下了床边的按钮。不一会儿，一名身穿白色大褂的医生快步走了进来。此时林英手上的吊瓶已经打完了药液，正静静地悬挂在那里。医生熟练地走到病床前，动作轻柔而迅速地拔掉了针头，
并仔细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茵茵，肚子饿不饿呀？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呢？玉丝看着林茵，轻声询问道。林茵缓缓转过头，目光投向窗外，只见外面夜色如墨，漆黑一片，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黑暗所笼罩。她下意识地抿了抿粉嫩的小嘴。天黑了。玉丝见状，弯下腰来，温柔地亲吻了一下少年光洁的额头，轻声道：“没事，咱们吃点肉丝粥怎么样？”话音未落，玉丝便拿出手机给楚旭发送了一条消息。与此同时，在另一间病房里，楚旭原本正百无聊赖地躺在病床上刷着手机，突然手机屏幕亮起，提示收到了新消息。他随手点开一看，原来是玉丝发来的。看完之后，楚旭快速给助理发了一条消息过去。过了一会儿，楚旭放下手机，转头看向躺在床上专心致志打着游戏的顾莹，开口问道：“莹莹，你饿不饿？”顾莹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游戏机，听到楚旭的问话，只是稍稍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随口答道：“我不是刚刚才吃完饭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楚旭听后挑了挑眉毛，故作无奈地耸耸肩说：“哦，我饿了，我出去一趟。”顾莹一脸狐疑地看了他几眼，但也没有再多问，很快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游戏上面，继续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玩着玩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抿了抿小嘴，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偷偷打开了一条门缝。只见楚旭接过一个保温饭盒，往走廊的另一面走了过去。顾莹见状，不知想到了什么，气鼓鼓地跟了上去。第92章，有点像。林茵小小一只地坐在床上，玉丝正在给她喂水喝。就在这时，一阵清脆而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屋内原有的宁静。林茵漂亮的眸子朝着门口的方向看去，只听见嘎吱一声，房门缓缓打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且留着精神寸头的帅气男子映入眼帘。他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饭盒，迈着稳健有力的步伐走进房间，正是白天的那个男人。此刻，林茵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好像就是这个男人送的他来的医院。哟，这是醒了。楚旭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阳光灿烂的笑容，边说着边大步流星地朝病床走来，并随手将手中的饭盒递给了站在一旁的玉丝。玉丝看着楚旭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眉头不禁微微一皱，但终究还是没有开口说些什么。他默默地接过饭盒，出于礼貌，淡淡地说了句多谢。然而楚旭对于玉丝冷淡的态度毫不在意，反而挑衅似的挑了挑眉，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然后自顾自地走到沙发旁，悠然自得地坐了下来，随口应道：“别这么客气嘛。”眼见楚旭丝毫没有离开的打算，玉丝脸色愈发阴沉，冷冷地说道：“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你可以离开了。”听到这话，楚旭不仅没有起身离去，反而转头看向病床上一脸茫然的林茵，笑嘻嘻地回应道：“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可是专门过来看望这位小同学的。”林茵此时有些懵，玉丝和这个寸头认识啊？他突然想起来，玉丝知道自己今天被介绍对象的事情，大概率就是这个寸头告诉的。林茵眨了眨眼睛，小声小气地说道：“谢谢。”楚旭见状，不禁轻笑出声，眉眼弯弯地朝着一旁的玉丝说道：“哎呀，可真是太怪了。”玉丝的脸色却变得越发阴沉冷峻起来，仿佛能结出一层寒霜似的。她本来就不想让茵茵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正当玉丝准备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得砰的一声响，那扇原本紧闭着的房门竟然再度被人猛地推开。紧接着，一个清脆而响亮的男声骤然响起：“楚旭！”伴随着这声呼喊，顾莹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房间里来。一进门，他的视线便快速扫过整个屋子。当发现屋内竟有3个人时，他瞬间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般，一下子就怂了下来，紧紧抿住双唇，不敢再多吭一声。不过很快，他的目光便锁定在了正端坐在沙发上的楚旭身上，于是二话不说，迈开双腿就一路小跑了过去。楚旭见到顾莹居然也跟着追了进来，不由得眉头紧蹙，满脸不悦之色。他豁然站起身来，语气严厉地质问道：“你出来干什么？”说话间，他还伸出右手，
轻柔地探向顾莹的额头，感受了一下温度之后，低声道：“一点都不听话。”顾莹没理他，反而看向了床上的林英，不开心地嘟囔着：“不是自己饿了吗？给他送饭是吧？”说话间，顾莹的视线不经意间扫过林英身旁的那个男生，突然间，整个人都愣住了。此时，再次见到顾莹的林英也反应过来了，他之前就觉得顾莹眼熟，这才发现他和玉丝长得有些像。站在一旁的储蓄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连忙上前拉住顾莹的手，不由分说的就往门外拽去，嘴里还念叨着：“哎呀呀，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赶紧走，赶紧走！”等等啊，我……顾莹想要挣脱储蓄的束缚，但无奈对方力气太大，他最终还是被强行拉出了房间。而自始至终，玉丝连头都未曾抬一下，仿佛顾莹根本不存在似的。他只是专注地打开手中的饭盒，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粥送到林英嘴边。林英则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满脸狐疑地瞅了瞅玉丝。犹豫片刻后，他伸出小手从玉丝手中接过勺子，然后开始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玉丝默默地看着林英进食，眉头微微皱起。稍作思考后，他掏出手机，迅速给储蓄发去了一条消息。林英抿了抿粉嫩的小嘴，朝玉丝问道：“玉丝哥哥，你和那个人怎么认识的？”玉丝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罢了。”说完这句话后，他的眼神似乎不经意间闪烁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哦。”林英应了一声，朝系统问道：“那个顾莹和玉丝是什么关系？”系统解释道：“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果然，林英下意识地咬住手中的勺子，目光再次落在玉丝身上，仔细端详起来。此时的玉丝察觉到了林英的注视，嘴角轻轻勾起，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温柔地说道：“怎么啦？为什么一直这样盯着我看？”林英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嘴里小声嘟囔着：“感觉刚才那个男生和你长得有点像哦。”玉丝听闻，眼底暗了暗，笑道：“是吗？那是有点巧。”林英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了，他感觉玉丝应该知道这些事。“哎呀，你干嘛呀？”顾莹使劲推开了储蓄，不开心地瘪着嘴巴质问道：“你那么着急干嘛？”面对顾莹的质问，储蓄却仿若未闻一般，只是皱着眉头，一脸担忧地反问道：“你自己都还有些发烧呢，不好好休息跑出来干嘛？”听到这话，顾莹先是微微一怔，随后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一般，猛地顿了顿身子，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地回道：“你管我？我爱去哪就去哪！”说罢，便转身做事要往回走。见此情形，储蓄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拉住了顾莹的胳膊，用力将她拽回到床边，并毫不客气地将其按在了床上。“你干嘛去？”顾莹猝不及防之下被按住，心中更是恼怒不已。只见他眼睛瞪得圆圆的，腮帮子也因为生气而鼓了起来，活脱脱一只愤怒的小松鼠。他气呼呼的大声喊道：“我去看看林英，她生病了，我去看看她。”“不行！”储蓄挑了挑眉，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死死地按着顾莹，不让她起身。此时的顾莹虽然心中恼火，但无奈力气不如储蓄大，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对方的束缚。他只得抿了抿小嘴，眼珠一转，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开口问道：“你不觉得他旁边的那个男生有点眼熟吗？”储蓄闻言，语气淡淡的回答道：“不觉得。”顾莹见储蓄如此冷漠的反应，心里愈发气恼，他再次瘪着嘴巴，气鼓鼓的道：“你再好好想想嘛，真的不觉得我俩长得有点像吗？”第93章擦肩而过。储蓄听到这话后，故意装出一副认真审视的样子，将目光落在顾莹身上，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眼眸深处忽地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戏谑之意，开口说道：“不像，人家不丑。”顾莹顿了顿，随后拿起旁边的枕头，狠狠地打向了储蓄。“你才丑呢！”储蓄笑了笑，没说什么，拿着男生扔过来的枕头，又重新垫到男生的身后。“别闹了，都几点了？睡觉吧。最好是住3到5天，观察观察。”玉丝听闻，点了点头：“谢谢医生。”“嗯。”
医生微微颔首示意回应，接着转身走向病床边，给林英挂上了吊瓶，就离开了病房。一直躺在病床上的林英，此刻正可怜巴巴地盯着自己手背上扎着的针头，原本红润的小嘴不自觉地撅了起来，满脸都是不高兴的神色，整个人蔫蔫的。站在一旁的玉丝看到少年这般模样，心中不禁一软。他快步走上前去，伸出温暖的大手，轻柔地抚摸着少年的小脑袋，轻声安慰道：“再待3天，我一会儿请个假。”林英闻言，乖巧地点了点头，像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慢慢地将小脑袋缩进了男人宽阔的怀抱里。“还疼不疼了？”少年摇了摇头，小声道：“不疼了。”玉丝闻言，心头稍安，俯身亲了亲少年柔软的发丝，柔声细语道：“那英英先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我得回一趟家去拿些东西。”林英听后，先是点了点头，但很快像是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般，猛地顿住了身形，脸上露出焦急之色，脱口而出道：“猫猫。”玉丝立刻明白了少年的心思，微笑着安抚道：“别担心，我回去会先把他们送去寄养几天。XL。” 林英这才放下心，他又看了看玉丝好几眼，盯着那张清冷俊秀的面容，少年小声道：“玉丝哥哥，你低头。”玉丝有些疑惑地应了一声，但还是依言慢慢地俯下了身子。不，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某个小团子对着男生那张俊脸狠狠地亲了一口，似乎是察觉到声音太大，少年脸颊通红，小手局促不安地摆弄着衣角，头也低了下去，结结巴巴地说道：“快去了。”玉丝看到少年这般可爱的模样，不禁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宠溺的笑容。他伸出手，轻轻地捏了捏少年那粉嫩的小脸，随后又接连亲了好几口，才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来。此时的林英早已羞得无地自容，小脸又烫又红，宛如天边绚烂的晚霞。他不敢再直视玉丝，只是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瞄着对方离去的背影，直至那身影完全消失不见，方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真想啊。”系统突然阴阳怪气地说道。林英听闻，耳朵都要红透了，他气气道：“你昨天去哪了？不理我。”系统傲娇道：“哼，家里的小破猫你们不要了，我回去喂饭了。”哦。林英眨了眨眼睛，犹豫片刻，扭捏地问道：“你说我能不能和玉丝坦白这些事情啊？”系统听闻，疑惑地问道：“坦白啥？”“就是坦白我是穿书的呀。”系统立刻炸毛：“你疯了？不行，绝对不行！不行算了。”林英叹一口气，躺在床上等着玉丝回来。玉丝刚走出病房，迎面走来一位身着华丽服饰的贵妇，她脚踩高跟鞋，身姿婀娜，每一步都散发出一种高贵而冷艳的气息。身旁紧跟着一名恭恭敬敬的助理，手中提着精致的果篮。玉丝见到这一幕，身体不由自主地顿了一下，她微微侧过头去，试图避开与那贵妇人对视的目光。而当江曼从玉丝身旁经过时，出于某种难以言喻的直觉，她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这个陌生男生。只可惜玉丝似乎早有预料，在江曼转头的那一刹那，她迅速地将脸庞错开，使得江曼未能看清她的面容。江曼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来，目光紧紧追随着玉丝离去的背影。那个男生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他独特的气质却给江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曼眉头微皱，自己这是怎么了？夫人。身后的助理见江曼突然停住不走，手中举着果篮，满脸疑惑的轻声呼唤道。江曼被这一声呼喊拉回了现实，她稍稍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深吸一口气，重新迈开步子朝着前方走去。与此同时，玉丝已经来到了电梯前。正当他准备按下下行按钮时，又一次侧过头，朝着刚才江曼所在的方向望去。他的眼底深处飞快地闪过一抹让人捉摸不透的复杂情绪，紧接着就乘着电梯下楼了。妈妈！顾莹看着进来的江曼，像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江曼走了过去，点了点顾莹的额头，训斥道：“怎么发烧了？”可能是天气降温了。储蓄在一旁解释道。顾莹吐了吐舌头，其实是他洗完头没吹干，又去阳台吹了冷风，
才病倒的。这么大人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好没好些？江曼拿起一旁的香蕉，剥完皮后递到了男生的嘴边。好多了。顾英直接咬了一口，嘟囔道：“我觉得现在身体特别好。”那就出院吧，昨天就请了1天假，今天下午就去上课吧。顾英顿时僵住，躺在床上咳嗽2声，虚弱道：“不行，妈妈，我还有些不舒服。”少庄，江曼捏了捏他的脸颊，说道：“你请假就算了，还耽误你储蓄哥哥在这里照顾你。”顾英轻哼一声，瘪着嘴巴说道：“那怎么了？别人都有人照顾。”哦，谁啊？住在我隔壁的男生，我一个朋友。说到这里，顾莹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说道：“对了，妈妈，照顾我那个朋友的男生和我长得有点像哦，你说是不是缘分？”此话一出，储蓄连忙说道：“哪里像了？我没看出来。”储蓄这么说，本来是想着只记得打断顾莹，谁知道顾莹被反驳了，绷着小脸说道：“才不是，妈妈，我和他长得可像了，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江曼听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问道：“很像吗？”顾莹认真点了点头，做事还要起来，赶紧被储蓄按住了。“小祖宗，你消停一会儿吧。”江曼突然开口说道：“那就去看看吧。”江阿姨。储蓄顿了顿，有些错愕，紧接着看到江曼眼底下的一抹微弱的光芒，突然觉得如鲠在喉。他顿了顿，轻声道：“江阿姨，其实……”突然手机响了一声，他看了一眼，薄唇轻抿，低声道：“其实他们长得确实有些像。”江曼狐疑地看了一眼储蓄，轻声问道：“小旭，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没有。”储蓄笑了笑，紧接着三人朝着林英的病房里走了过去。第94章，我想见你。林英正在病房里躺着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少年顿了顿，喊道：“请进。”话音刚落，一个美艳贵妇走了进来，紧接着储蓄和顾莹跟在后面。看见女人的那一刻，林英愣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这应该是玉思的妈妈。林英连忙坐了起来，漂亮的眸子有些紧张地看着对方。“别紧张，我是顾莹的妈妈，和她一起来看看她的朋友。”林英眨了眨眼睛：“朋友？她和顾莹？哦，阿姨您坐吧。”林英乖巧地抿了一下嘴巴。江曼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林英就非常喜欢她，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真讨人喜欢。这是怎么了？江曼看着林英还在挂吊瓶，疑惑地问道。林英解释道：“急性肠胃炎。”江曼面露疼惜，轻声道：“那得好好养着呀。”女人说话间又看了看少年身边，发现没什么人，刚想说什么，顾莹嫌弃他俩墨迹，于是立刻走上前问道：“昨天照顾你的那个男生呢？”林英听闻，漂亮的眸子看向对方：“你说玉思哥哥呀？他回去拿东西了，你找他有事吗？”此话一出，江曼突然想起来时遇见的那个男生，不在。行吧，你快告诉我妈妈，他是不是和我长得很像？顾莹直接把脸凑了过来。林英眨了眨眼睛，下意识的点了点头：“是有点像哦。”顾莹胜利的看向储蓄，得意的说道：“听见没？”储蓄见状，一点都笑不出来，反而有些忐忑看着江曼。只见江曼眼底暗了暗，问道：“你那位朋友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我想见他一面。”林英自然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他抿了抿小嘴，轻声道：“的好一会儿呢，你们要不先回去，玉思哥哥回来，我再告诉他。”江曼顿了顿，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告诉他，他一定要亲自见一见那个叫玉思的男生。“不用了，我们在这里等他可以吗？会不会打扰你？”林英眼睛弯弯，轻声道：“当然可以了。”此刻玉思正静静地坐在车内，他那张原本清俊的脸庞如今却显得有些狼狈，嘴边淤青了一大块。刚才他回去的时候，宋寻正好回来了，一直问自己林英在哪，他当然不会说，还告诉宋寻离林英远一点。结果他俩就打起来了，宋寻身上有伤，虽然玉思略占上风，但也难免受了些伤。此刻玉思的眉心微微跳动着，一丝戾气一闪而过，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嘴角的伤口，感受着那丝丝疼痛。随后
他看了看手中拎着的2个猫包，深吸一口气，打开车门，朝着宠物医院走去。而另一边，林英的手机铃声却像催命符一般不停地响起。林英不耐烦地拿起手机一看，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宋寻这个名字。一开始他压根儿就没打算接听，可对方却像是跟他较上劲似的，一个劲儿地拨打过来。终于被烦得不行的林英按下了接听键，气气地质问道：“什么事儿啊？”电话那头传来宋寻略显躁动的声音：“你在哪？”林英没好气地回答道：“不告诉你。”“有事没有？”“没事，我可要挂了。”宋寻急切地说道：“我想见你。”听到这句话，林英不由得愣了一下，但碍于周围还有许多人在场，他实在不好意思多说什么，只得气气地回应道：“没事，我真挂了。”说完，不等宋寻再开口，林英便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一旁的楚旭挑了挑眉，问道：“男朋友呀？还是追求者？”林英听闻，连忙解释道：“普通同学而已。”哦。过了好久，玉思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就看见屋子里莫名其妙的多了3个人。见到女人的那一刻，玉思身子僵住，她下意识地看向楚旭，楚旭轻微地摇了摇头，眼神说道：“不是我。”终于见到了玉思，江曼盯着男生那张酷似自己和丈夫的脸颊，让她瞬间呆住，过往的回忆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模糊了她的视线。她踉跄着向前迈了几步，声音颤抖而哽咽：“你……”然而话语却卡在喉咙里，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整地表达出来。她的目光紧紧锁定在男生嘴角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上，心中一阵刺痛。江曼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情绪，但泪水依旧不停地滑落。她伸出手想要触摸一下那道伤痕，却又害怕弄疼了对方，最终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怎么受伤了？”与此同时，一直坐在床上的林英也注意到了玉思嘴角的伤势，他的心猛地揪紧，急忙翻身下床，想要走近查看。玉思眼疾手快，快步上前，一把按住了冲动的少年。“我没事。”玉思轻声说道，试图安抚林英的情绪。林英心疼地看着他嘴角的伤，一看就是被打的。他红着眼睛问道：“谁打的？”玉思顿了顿，瞥了一眼屋子里的其他人，小声说道：“一会儿和你说，听话。”说完，玉思转过头看向江曼，轻声道：“顾夫人，我男朋友需要休息，你们可以先离开吗？”江曼听到对方的称呼，睫毛颤了颤，她哪里还没反应过来，这孩子恐怕早都知道了。心中一阵慌乱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苦涩滋味涌上心头。她抬起手，迅速抹去悄然滑落至眼角的泪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轻声说道：“玉思，我想和你单独谈一谈，可以吗？”刚才他和林英聊了好多关于玉思的事情，想起这孩子这么多年吃的苦，心里难受的要命。玉思静静地凝视着江曼那张因悲伤而略显憔悴的面庞，沉默片刻后，终于还是开口回应道：“稍晚一些时候好吗？”他的声音低沉，透露出些许无奈之意。“好的。”江曼连连点头应承下来。得到答复后的他不敢再有过多停留，赶忙转身带着楚旭和顾莹匆匆离开了房间。第95章，永远不要离开我。随着砰的一声关门巨响传来，林英的小嘴瞬间瘪了起来，她那漂亮的眸子里满是心疼，目光直直地落在男人微微肿起且带有淤青的嘴角处。“怎么回事啊？谁打的？”少年红着眼睛看着男人，说话都是小颤音。玉思见人出去了，立刻坐在床前，清冷俊秀的脸庞带着浓浓的委屈，轻声道：“宋寻。”林英听闻愣了一下，随后气气地问道：“他凭什么打你啊？”“我回去的时候遇见他了，他非问我你在哪，我不告诉他，他就打了我一拳。”说到这里，玉思伸出一只手，轻轻握住面前少年那双纤细柔软的小手，并将其小心翼翼地移到自己受伤的嘴角边，同时可怜巴巴地诉苦道：“好疼。”林英听完，整个人都要气炸了。这个宋寻本来就不喜欢玉思，现在居然动上手了，气死他了。林英红着眼睛想去看看男生有没有别的伤口，玉思按住他的手，轻声道：“没有别的伤，我着急把猫送去寄养，
回来见你，我没和他计较。林英听闻，瘪着嘴巴，心疼的摸了摸他的嘴角，愤愤道：“再有下次，你一定要还手哦。”玉丝应了一声，随后站起身，凑到林英面前。只见他微微低下头，用略带撒娇意味的语气呢喃道：“嘴角好疼，英英亲一亲，也许就不疼了。”林英听闻，红着小脸，推搡着男生，小声道：“胡说什么呢？你赶紧去拿点消肿的药。对了，玉丝哥哥，刚刚那个江阿姨，她……”玉丝顿了顿，叹了一口气，轻声道：“她是我母亲。”林英听闻，愣住了，他没想到玉丝居然这么痛快就告诉他了。玉丝见少年愣住了，呢喃道：“这件事不重要，英英亲亲我，我嘴角疼。”林英抿了抿小嘴，小声说道：“这还不重要？你确定吗？哎呀，你起开啊！”最后，玉丝亲了林英好几口。林英从来没觉得玉丝这么沾人过。玉丝和林英黏糊好一会儿，在林英的催促之下，这才去见江曼。林英一个人在病房里，她拿起手机给宋寻打了一个电话：“英英，你给我……”林英不等对方说完，就气呼呼地打断了对方：“你干嘛打玉丝？”宋寻沉默了许久，似乎在努力克制着心中的情绪，但最终还是用一种桀骜不驯的语气开了口：“他欠揍。”林英听完，气得胸前一起一伏的，他抿了抿小嘴，气气地说道：“你才欠揍呢！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许欺负玉丝，而且也别打扰我，我不喜欢你。”林英输出完，生怕宋寻再说出什么话，赶紧慌慌张张地挂断了电话。而此时电话那头的宋寻正捂着自己腹部刚刚受伤的地方，那张原本帅气迷人的脸庞因为疼痛和愤怒而变得扭曲不堪。他死死地盯着手中已经被挂断的电话，突然猛地将其狠狠地砸向了身旁的墙壁。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手机瞬间四分五裂，零件散落一地。宋寻眼底泛着寒光，他眯了眯眼睛，喃喃道：“不喜欢我。”林英此时不知道自己这一通电话给宋寻气成什么样子，他拿出手机继续给许叔研发了一条消息，坚持要退出学生会。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他又在房间里等了一会儿，玉丝回来了，他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玉丝听闻，捏了捏少年的小脸，轻声道：“没什么好聊的，抽了一下血，先做个亲子鉴定。”没什么好聊的，那是玉丝的亲生妈妈哎，而且玉丝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去相认呢？林英抿了抿小嘴，突然感觉玉丝有些他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玉丝顿了顿，看着林英有些异样的目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轻声问道：“英英，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冷血冷情？”啊！林英听闻，心头一紧，连忙解释道：“没有没有，玉丝哥哥，你别多想。”玉丝听闻，顿了顿，垂眸低声道：“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不是父母生的孩子，这么多年，我只在小时候期盼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他们并不执着，反而有些厌恶。我从小性格孤僻，别人都说我是怪物，就连你以前也不喜欢我。我本来以为我这辈子不会遇见一个真心对我好，可以让我打开心扉的人了，直到你的转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转变态度，起初你就像一只笨笨的小蜗牛，试图接近我。我一开始还以为你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可是后来我就沦陷了。”玉丝说了这么多，他垂下眸子，睫毛颤了颤，眼底闪过一抹凄凉，呢喃道：“所以英英，答应我，永远不要离开我好吗？”听完玉丝的话，林英心里有些难受，她眨了眨有些湿润眼睛，小声问道：“你干嘛突然说这么多呀？”“因为我有些害怕。”玉丝抬起少年的下巴，目光直直地看着少年，喃喃道：“我害怕英英会离开我，我害怕出现变故让我们分开，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和他们相认，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和林阿姨，我们3个人。”林英听闻，眼睛瞬间红了，她立刻抱住玉丝，在她耳边说道：“我才不会和你分开呢。”玉丝听闻，微微松了一口气，她亲了亲少年的小耳朵，嘴角泛起一抹笑意。林英出院之后，玉丝就带着她从宿舍里搬了出来，毕竟宿舍里3个人做什么都不太方便。许淑妍来找过她，
说想和他谈谈学生会的事情。玉思烦他，替林英回复道：“谈恋爱没时间。”林英都要尴尬死了，他赶紧拉着玉思的手离开了。自从林英给宋寻打过那一次电话，这段时间宋寻都没来学校，不知道在忙什么。玉思也忙，不只是忙自己的事情，顾家的产业他也陆陆续续的接手了一些。他本来也不想，可是江曼时不时就来找他，说不通他就去找林英。无奈之下，他只能接手一部分。江毅这段时间来得挺勤，但是他就看着林英不说话，看得林英心里毛毛的。每次江毅来，沈修燕就来，林英有些小邪恶的想着，他俩是不是一对啊？感觉他们每天都黏在一起。一转眼都要放假了，玉思更忙了，林英也准备出去找个兼职，不想无所事事的。虽然玉思有些不同意，但还是架不住少年非要去。正巧他找中介介绍，有个家长因为他的学校指名道姓的说要他。林英来到这里对方家里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后来想了想，住在这里的人家非富即贵，这么豪华也正常。陈婉看着眼前的林英，穿得很可爱的一个小男生，长得也漂亮，看着就讨人喜欢。哦，你就是林英？林英点了点头，小声道：“嗯。”陈婉笑了笑，轻声道：“那我以后就叫你林老师吧。我有个儿子，这学习跟不上，让我愁得很，所以请你来教教他。”林英点了点头，乖巧的说道：“好的，夫人。”于是陈婉让管家把林英带到了宋玉的房间后，就离开了。咦，是你，漂亮哥哥！小萝卜头宋玉一看见林英，立刻围了上来。林英也没想到这妖巧，居然又遇见了这个小男孩。这下这课好上多了，宋玉特别配合，还和陈婉说以后都让漂亮哥哥来给他上课。第96章，一点都不疼。因为要兼职，所以林英没在家里住，和玉思住在他在外面买的房子。某一天夜里，玉思慵懒地躺在床上，温拥着怀里的小团子，轻声问道：“累不累？小孩子好教吗？”林英听闻，软乎乎地回复道：“好教，可好教了。那个孩子特别听话，特别可爱。”英英喜欢小孩子。玉思眼眸中的光芒愈发炽热起来，他轻轻地捏了捏林英纤细的肩膀，喃喃低语道：“那英英给我生一个吧。”林英听闻，耳朵红红的，他对了一下男生的胸膛，气气地说：“你胡说什么呀？”玉思薄唇微微勾起，睫毛颤了颤，只见他那双宽大有力的手掌缓缓地移动到林英柔软的腰间，再次低声呢喃：“英英，我忍得好辛苦。”林英愣了一下，紧接着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似的，急忙挣扎着想从玉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起身离去。这些日子，玉思虽然对他亲亲抱抱的，但是一直没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有几次男生想要，他害怕，就不想给。英英，玉思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轻声道：“难受。”听到这话，林英不禁感到有些尴尬和紧张，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只能干巴巴地回应道：“你自己解决。”听到这样的回答，玉思似乎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反而略带调侃地问道：“英英，难道你是想跟我来一场纯粹精神层面的柏拉图式恋爱吗？”林英一听，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她下意识地抿了抿自己那张粉嫩的小嘴，然后扭扭捏捏地看向玉思：“他们说第一次很疼，我害怕。”玉思听闻，目光暗了暗，轻声问道：“谁说的？”林英红着小脸，小声说道：“网上说的，我也搜过，不疼，一点都不疼。”说完，他再次深情地凝视着林英，语气中充满了期待与渴望：“英英，要不咱们试试看好不好？”林英眨了眨眼睛，羞涩地点了点头。玉思的眼底突然泛起一阵炽热的光芒，紧接着他整个人如同饿虎扑食一般，朝着林英压了上去。事后，林英后悔死了，玉思这个死骗子，还说不会疼，是他自己不疼吧？林英休息了好几天，和陈婉请了病假。陈婉很喜欢林英，于是让林英好好休息，不差这几天的课。到了第4天，林英觉得自己好多了，她算了算，以后可不能和玉思贴，不然这一次要休息这么多天。尤其玉思生龙活虎的，气得他狠狠地咬了一口玉思的肩膀。看着肩头的小牙印，玉思捏了捏林英的小脸，骂道：“
小野猫。林英哼哼两声，并没有打算搭理玉丝。一转眼，林英的生日快要到了，玉丝打算带着林英回景家和林阿姨一起过，也打算让林妈妈知道他们的关系了。林英打算上完最后一节课就和玉丝回家，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在宋家遇见了宋寻。再次见到宋寻的时候，林英愣了一下，快4个月不见了，宋寻看起来成熟了很多，让他有些陌生。宋寻看见林英的时候也有些吃惊，不过他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紧接着就上楼了。林英眨了眨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宋寻刚才的目光有些瘆人，尤其是那双狼眸，看得他心头颤颤。林哥哥，你怎么了？宋玉疑惑地问道。没事儿，我们上课吧。给宋玉上完课，回去的路上，林英打算给玉丝打个电话，说自己快回去了。可是渐渐的，他发现有些不对劲，这条路不是他之前走的路，于是他暗戳戳地提醒道：“师傅，你是不是走错路了？”可那司机却仿若未闻，依旧面无表情地开着车，对林英的询问毫不理睬。林英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起来，直觉告诉他事情有些不对劲。他急忙拿起手机拨通了玉丝的号码。就在这时，车子猛地来了个急刹车，猝不及防之下，林英手中的手机脱手而出，飞向前方。还没等林英反应过来，车门突然被打开，2个身材高大、身着黑色西装的强壮男子迅速冲上车来。他们动作敏捷，其中一人用一块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毛巾紧紧捂住了林英的口鼻。林英只来得及挣扎几下，便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随后失去了意识。这2名神秘男子见林英已经晕厥过去，立刻将他扛下了车。几人脚步匆匆，很快就消失在了这条狭窄昏暗的胡同尽头。与此同时，被甩落在车内的手机里传出了玉丝焦急的呼喊声：“英英，英英，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可惜此刻的林英早已不知去向，无法回应玉丝。不知过了多久，林英再次缓缓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的双眼被一条厚厚的黑布蒙住了，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突如其来的黑暗让林英惊恐万分，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林英吓坏了，连忙在心里呼唤系统：“系统，系统，我在。”听见系统的声音，林英顿时松了一口气。他立刻问道：“我被绑架了？”还不等系统回答，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少年耳边响了起来：“醒了。”林英听见这声音，愣了一下，耳朵颤了颤，抿了抿小嘴，没说话。紧接着，蒙在眼睛上的布条被一只修长有力的手缓缓拿开，宋寻那张英俊帅气、棱角分明的脸颊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林英的眼前。不错，听出来我的声音了。宋寻嘴角微微上扬，扯出一抹略带戏谑的笑容。林英精致的小脸紧绷着，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宋寻，一言不发。见到林英这般模样，宋寻不禁挑起了眉头，身子向前凑近一些，将嘴唇贴近林英那晶莹剔透的耳垂，轻声说道：“怎么不说话？破兔子！”林英眨了眨眼睛，小声道：“你这样是犯法的。”宋寻闻言，先是一愣，随后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一般，仰头哈哈大笑起来。犯法？谁去告我？你吗？林英抿了抿小嘴，暗戳戳的骂道：“坏蛋！”宋寻看着眼前这个不把自己当回事的破兔子，捏着对方的小脸，狠狠道：“不理我。”林英紧紧地皱起眉头，脸上露出一丝痛苦之色，轻声嘟囔道：“你捏疼我了啦。”声音虽小，但却清晰地传入了宋寻的耳中。宋寻听闻，骂道：“给我受着，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吗？你现在被我抓住了。”然而尽管他嘴上说得如此凶狠，手上的动作却不由自主地放松了些许力道。林英轻轻地揉了揉刚才被捏痛的地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劝说着：“放了我吗？你这样是不对的。”宋寻冷冷地盯着眼前这个说话软绵绵的少年，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地开口问道：“怎么不拿出那天和我说话的气势呢？”林英闻言，喉咙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一下子哽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那天还不是因为你欺负玉丝哥哥。”
说完，便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缩了缩脖子。宋寻听后，先是冷哼一声，随后恶狠狠地骂道：“欺负他，我还想杀了他呢！”听到这话，林英吓得眼睛瞪得圆圆的，怕怕地看着对方：“你这可真就犯法了啊！”宋寻定定地看了一会林英，笑着说道：“开玩笑的。”林英抿了抿小嘴，他也没感觉宋寻在开玩笑。就在这时，宋寻突然看到了什么，他猛地拉开林英的衣襟，看到那红印子，男生怒气值冲天灵盖，玩得挺激烈啊。第97章遵命，全书完。宋寻眼底闪过阴鸷的目光，他伸出手指狠狠地捻了捻。嘶！林英皱着眉，立刻捂着胸口，本来生气想骂回去，但是看见对方的模样，怯怯地看着他，怂唧唧地说道：“你干嘛呀？”宋寻更生气了，他当即压在了林英的身上，愤怒道：“他亲你就可以，我就不行，我偏要！”林英被吓坏了，他觉得宋寻现在非常不对劲，他红着眼睛，眼眶里噙满泪水，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颤抖着喊道：“不要！”而宋寻却像着魔似的，眼神偏执地紧盯着林英，嘴里喃喃自语道：“英英别哭，我会轻点的。”林英听闻，小脸都被吓白了，他疯狂地挣扎，可是根本就不是宋寻的对手。就在他绝望之际，门突然被踹开了，紧接着玉丝突然冲了进来，他二话不说，直接朝着宋寻扑过去，挥动拳头就是一阵猛揍。然而即便玉丝身手敏捷，可宋寻也并非等闲之辈，两人一时间难分胜负，打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宋寻父亲带领的一群手下匆匆赶来，他们迅速上前将纠缠在一起的二人分开，并强行把宋寻带离了现场。宋寻走的时候还极其不甘心，一直叫着林英的名字。此时的玉丝也是气喘吁吁，满脸通红，他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眸此刻布满血丝，双手因愤怒和紧张而微微颤抖着。当他看到林英安然无恙后，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只见少年身上的衣服略显凌乱，但好在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玉丝赶忙走上前去，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林英，轻声安慰道：“没事了，英英别怕。”听到这句话，林英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和委屈，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噼里啪啦地滚落下来。“玉丝哥哥！”林英声音颤颤，整个人缩在男生怀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一副被吓坏了的模样。玉丝心疼坏了，小心翼翼地抱着少年离开了这里。玉丝冷着脸看着床上睡着的小团子，眉头还皱着，小手还拉着他的衣服，明显被吓坏了。江曼和一个面容英俊的男人此刻也赶了过来，那男人正是玉丝的父亲顾丰年。江曼连忙问道：“英英没事吧？”玉丝顿了顿，看着林英的脸颊，轻声道：“没事。”哼，他们宋家真是太欺负人了。江曼此刻都要气死了，玉丝是他的儿子，林英是他的准儿媳，宋家这么做，这不是打他们顾家的脸吗？不行，他必须找个说法。顾丰年看了一眼自家老婆急匆匆的背影，忍不住摇了摇头，低声和玉丝说道：“他们宋家一定会给咱们一个交代的，你先照顾好他吧，先别做多余的事情。”玉丝听闻，眉心闪过一丝戾气，知道顾丰年有些警告他的意思，他扯了扯嘴角，应了一声。男人交代完就离开了。砰砰，沉闷而响亮的击球声不断响起，只见宋父手中那沉重的高尔夫球棒带着凌厉的风声，一次比一次凶狠地砸落在面前跪着的男生身上。宋寻紧咬嘴唇，尽管被打得脸色苍白如纸，浑身剧痛难忍，但他依然挺直脊梁，毫不退缩地承受着父亲的怒火。“你还不认错？”宋父怒目圆睁，额头上青筋暴起，对着眼前倔强的儿子大声呵斥道。然而宋寻只是冷笑一声，冷冷地回应道：“我有什么错？”他的眼神充满了不屑和挑衅，仿佛根本没有把父亲的愤怒放在眼里。宋父听到这话，气得火冒三丈，手中的球棒挥舞得更加猛烈，一边抽打一边怒吼道：“本以为你这几个月已经变好了，能让我省点心，没想到你竟然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居然敢绑架囚禁别人，你可真是长本事了！”
每一句话都伴随着一记重击。宋寻强忍着疼痛，硬是不肯低头认错。终于，在连续遭受多次打击后，他再也支撑不住，身体微微颤抖着，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腰。就在这时，一旁的陈婉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急忙冲上前去，紧紧拉住宋府的胳膊，焦急地喊道：“老爷，你别打了，再这样打下去会出事的。你别拦着我，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宋父用力挣脱开陈婉的手，举起球棒作势，还要继续打下去。老爷，他可是您的亲生儿子啊！陈婉眼含泪水，苦苦哀求着。宋父高高抬起了球棒，在空中停顿了许久，最终还是缓缓放了下来。他用手指着宋寻，气急败坏地骂道：“哼，既然你死不悔改，不肯认错，那好，从明天开始，我就送你出国，让你到外面好好反省反省。”宋寻听到这个消息后，猛地抬起头来，眼神坚定地直视前方，大声喊道：“我不出国，由不得你！你不出国，哼！你以为他们顾家会轻易放过你吗？你给我离那个姓林的远远的！真没想到啊，你竟然还喜欢上男人了！我以前怎么就一点都没察觉到呢？”宋父怒不可遏，满脸通红地斥责着宋寻。宋寻双眼布满血丝，眼眶泛红，但他依然倔强地重复道：“我不出国。”那语气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般，充满了执拗与坚持。宋父听闻，气得又给了宋寻一记重锤，大骂道：“不去？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林什么的？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此时的宋寻已经无力地趴在地上，他艰难地伸出一只手，紧紧拉住父亲的裤腿，不肯松手。他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道：“爸，我求你，我要他。”这声呼唤让宋清不禁愣了一下，心头涌起一丝复杂的情绪。然而，仅仅只是一瞬间的恍惚过后，父亲便再次皱起眉头，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你要个屁！今天晚上就必须给我走，没得商量！”说完，他用力挣脱开宋寻的手，转身离去。夜幕降临，整个城市被黑暗笼罩。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在了宋家门前，车门打开，几个身材魁梧的男子鱼贯而出。他们径直走进屋内，不由分说地将宋寻拖上车。尽管宋寻拼命挣扎呼喊，但一切都是徒劳。最终，车子疾驰而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就这样，宋府连夜将宋寻强行送往了国外，彻底切断了他的念想。此时，医院的病房里，玉思哥哥，林英红着眼睛趴在男人怀里，软乎乎地叫着他：“别怕，宋寻已经被送出国了。”玉思低声安慰着少年，虽然他觉得这个惩罚对宋寻太轻松了，但是宋家的态度过于诚恳，也不好闹得太僵。林英应了一声，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连忙问道：“对了，我妈妈，我和林阿姨已经说过了，说临时有事回不去了。”林英这才松了一口气，她团在男人怀里，软乎乎道：“不能告诉妈妈，她会担心的。”玉思轻声道：“英英，我已经决定要回到顾家了。”林英听闻，眨了眨眼睛，小声问道：“啊，那你是要改名字了吗？”“不改，我喜欢你叫我玉思哥哥。”男人揉了揉少年白嫩的小脸，亲昵地说着。林英听闻，眼睛弯了弯，小声道：“可是你要是叫顾晨，我也可以叫你顾晨哥哥呀。”“不要，就要玉思哥哥。”林英笑了笑，软乎乎蹭了蹭男生的胸膛。“好。”玉思见状，亲了亲少年的脸颊，喃喃道：“叫一声。”林英听闻，睫毛颤了颤，小声道：“玉思哥哥。”“玉思铺天盖地地吻了下去。林英好了以后，玉思带着他回到了林妈妈家里。玉思在市中心买了一个房子，接了林妈妈住在那里。这可把林妈妈吓得不轻，连忙问他们有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情，逗得林英止不住的乐。玉思花费了好长时间给林妈妈解释这些事情，以及他们已经在一起的事情。林妈妈听闻，一副早就猜到的模样，看着他们两个，笑着说道：“我之前就猜到了，就是不好意思问。”林英听闻，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道：“妈妈，你不反对吗？”林妈妈笑了笑：“反对什么？小四对你这么好，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XL。玉思听闻，承诺道：“妈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茵茵的。”听着男人的称呼，林茵气气地戳了他一下，小声道：“你瞎叫什么？我错了，茵茵别生气。”玉思飞速道歉。林妈妈看着他们这样吵吵闹闹的模样，忍不住笑了笑。后来，玉思接手了顾家大部分的产业。在林茵大3的时候，玉思迫不及待地和他一起移民，领了结婚证，婚期定在毕业。看着这个结婚证，玉思的心安定到了极点。他亲了亲少年的眼睛，呢喃道：“你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了。”成。林茵害羞瞪了他一眼，软乎乎地说道：“哼，你可得把我伺候好哦。”玉思薄唇微微上扬，幸福地说道：“遵命。”全书完，后续番外陆续更新，跨年、新年、顾影储蓄。